艾娜主动找了过来，想听听这个神秘人到底要说什么。男人慢慢摘下兜帽，语气非常平静。他说，在进入正题之前，得先正式介绍一下自己。谁能想到，他竟然就是以诺，这个帝国的皇太子。看着那枚代表皇室的标志，艾娜彻底愣住了。这种大人物为什么要专门跑来找他？以诺拿出一份卷轴，说要给艾娜一个提议。画卷上是一个银发男人，艾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是谁。以诺提醒他，这可是卡莱布公爵，帝国上下没人不知道他的名字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当然知道，这可是他穿越进来的这本小说里正儿八经的男主角。他正纳闷皇太子为什么要给他看这个，结果以诺接下来的话差点让他当场石化。他竟然要求艾娜去勾引那位公爵。以诺一脸玩味地看着艾娜，说传闻中她魅力惊人，能让无数男人心甘情愿跪倒在地。艾娜听得尴尬癌都要犯了，那些男人确实是跪了，但那是被他用花瓶和拳头物理意义上打跪下的。以诺还在那自顾自地感叹，说他只要挥挥手，就没哪个男人能扛得住。艾娜心里直翻白眼，那是因为他挥手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扇人耳光，至于什么笑容让人不敢直视，那纯粹是因为大家怕被他灭口。这种致命的误解让艾娜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可皇太子完全不打算听解释，他重新戴上兜帽，语气变得不容置疑，不管用什么手段，必须让那位公爵彻底迷上你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让一个暴力狂去演温柔陷阱，这任务真的不会出人命吗？面对以诺这种离谱的要求，艾娜直接当场拒绝。她说，你绝对是找错人了，这种事她根本干不来。画面一转，时间回到了几周前，那是艾娜刚刚醒来的时候，看着镜子里那张华丽又陌生的脸，她整个人都傻了。这根本不是她的脸，也不是什么奇怪的梦，因为她脑子里的记忆清清楚楚，就在不久前，她还只是个普通的现代人。那种被车撞击的剧烈冲击感，还有生命流逝的最后瞬间，每一个细节都真实的可怕。可现在，她却莫名其妙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在这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里重新活了过来。说起来真是讽刺，艾娜死前最后的念头竟然是后悔没把那本小说看完，这死法也太草率了。等她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坐在一间华丽的屋子里，满桌的化妆品和成排的礼服，简直就像是音乐剧的后台。就在这时，桌上一本金色的本子引起了她的注意，封面上写着歌颂爱情。艾娜总觉得这名字在哪见过。她翻开剧本，脑子里的记忆瞬间炸开，这不就是那本小说里的情节吗？在《埃尔皮达之花》的开头，男女主角第一次约会，看的就是这场戏。原来他不是随便穿越，而是直接掉进了故事的起点，真正的剧情现在才要正式上演。艾娜这下彻底反应过来了，她竟然真的穿越到了死前看的那本西幻言情小说里。虽然剧情她记得很清楚，但看小说和亲身经历完全是两码事。这个世界等级森严，到处都是魔法和神力，更要命的是，野外还有成群结队的凶残魔兽，普通人在这里简直跟蝼蚁没什么区别。艾娜急得直抓头发，在这种高危世界里当贵族小姐，听着挺风光，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保住小命啊？还没等艾娜想出个所以然，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一个红发女孩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，二话不说拉起她就跑。女孩嘴里还嚷嚷着演出要开始了。艾娜整个人都是懵的，什么演出？她现在连自己是谁都还没整明白。她本想开口解释，可看着女孩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艾娜觉得现在说自己失忆了，对方肯定会以为她脑子坏掉了。就这样，她被一路拽到了后台，耳边全是嘈杂的人声和催促声，根本不给她任何喘息的机会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背后突然传来一股推力，伴随着那句“该你上场了”，艾娜直接被推到了聚光灯下，强光刺得艾娜睁不开眼。等她看清眼前的景象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台下坐满了穿着考究的贵族，成百上千双眼睛正死死盯着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银发男人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上台，他深情地注视着艾娜，轻声唤她莎拉，还夸赞她一如既往的美丽。艾娜这下彻底慌了，她意识到自己现在就是女主角，而眼前的男人显然是在等她接下一句台词。虽然前世梦想过当音乐剧演员，可谁能想到第一次登台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最要命的是，她根本不知道剧本后面写了什么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艾娜大脑瞬间一片空白，她压根就没排练过这段戏，更别提什么剧本了。这可不是在开玩笑，台下坐着那么多人，这可是实打实的正式演出，只要她说错一个字，整个场面就会彻底失控。瑞尔突然单膝跪地，这台词听着怎么这么耳熟？原来他是在拿剧本里的词救场，这下撞到枪口上了。这出戏不就是我上辈子练过无数次的那部吗？为了当上音乐剧演员，当初熬了多少个通宵，流了多少汗水。既然老天爷给了这个机会，那就试试看吧，谁怕谁啊？艾娜这一开口，直接把戏给接住了。这台词功底一看就是老江湖了。瑞尔心里也犯嘀咕，这姑娘绝对练过呀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结果这哥们儿演上头了，一个人把两个人的词全说了，又是要保护你，又是要献出生命的。这下轮到艾娜傻眼了，大哥，你倒是给我留两句啊，全让你一个人演完了，我站这儿不成了个背景板吗？照这么下去，这场戏怕是要变成他的个人秀了，不能再这么干做着了。瑞尔一个人撑场子太辛苦，再这么演下去，他非要累趴下不可。趁着他换气的功夫，艾内伊把夺过侍从手里的披风，直接冲到了台前。这波配合简直神了。他深情地望着瑞尔，说出那句最关键的台词：只要你能平安归来，我的眼里就只有你一个人。这演技，这爆发力，瞬间把全场的气氛点燃了。台
台下的观众全都看傻了。紧接着，雷鸣般的掌声响彻整个剧场，这场戏总算是彻底就回来了。演出刚结束，维洛卡就兴奋地冲了过来，直夸艾娜今天的表现太完美，连以前最严重的怯场毛病都好了。瑞尔也在旁边感慨说，他一开始还担心艾娜会忘词，所以才故意临场发挥，想帮他一把。没想到艾娜接的比谁都稳。原来这哥们儿之前的反常，全是因为觉得我会掉链子，这误会可真是闹大了。就在这时，外面有人大喊艾娜的名字，说有个子爵正在到处找她。艾娜愣了半天，才反应过来，坏了，我还没习惯这个新名字呢，要不干脆装个失忆混过去算了。这麻烦真是一波接一波，躲都躲不掉。还没等艾娜喘口气，一个秃顶大叔就捧着花冲了过来，一边夸她演得好，一边顺手就搂住了她的腰。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大叔谁啊？动手动脚的，难道是这身体的原男友？结果这大叔一脸理所当然，说艾娜就像他的亲女儿一样。艾娜心想，行吧，原来只是个热情的长辈。可谁知道这老家伙越说越离谱，摸着艾娜的脸就开始暗示，说今晚要跟她单独聊聊。这下艾娜彻底炸了，去你的父女情吧，你这就是纯纯的变态啊！他反手就是一个过肩摔，直接把这油腻大叔给扇飞了。赞助了几个钱就想动手动脚，真当姑奶奶我是好惹的。这下好了，赞助人被当众暴揍，这烂摊子看他待会儿怎么收场。艾娜这一脚踢的是真解气，直接让那个色狼子爵滚了蛋。维洛卡在旁边笑得停不下来，直呼这波操作简直是大快人心。原来这老家伙早就名声在外，经常借着赞助的名义到处骚扰，这回总算是踢到铁板了。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不过维洛卡也发现了不对劲，艾娜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像变了个人一样。艾娜只能在心里苦笑，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过来的吧。不过这种人设倒也不错，正好能让她慢慢适应这个新世界。这里是京城唯一的克洛伊剧团，虽然穿越得莫名其妙，但身边的伙伴都很可靠，尤其是维洛卡和瑞尔。虽然对原本的艾娜有点愧疚，但这种当演员的生活好像还挺适合她的。其实伊娜一直很享受舞台，哪怕不是主角，只要能站在聚光灯下，她就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可唯独有一件事让她忍不了，那就是身边总围着一群像卡萨罗子爵那样的油腻男。这些家伙仗着自己有点臭钱，一个比一个自恋，有的说年龄不是问题，有的盯着他的身材乱看，甚至还想用钱来砸他，这谁能忍得住？艾娜现在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早点把剑道给使出来。她抡起手里的花束，就像挥舞长剑一样，对着这群变态就是一顿暴揍，打得他们哭爹喊娘，满地找牙。这下好了，艾娜的武力值彻底觉醒，现在只要有人靠近，她第一反应就是想给人一拳，哪怕人家只是真心来祝贺的，也得先吃他一记花剑再说。虽然艾娜武力值爆表，但每次打完人，她都得低声下气的去道歉赔钱，毕竟这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可谁能想到，这怪人真是一个接一个，还没等他把钱掏出来，又一个变态主动送上门了。这家伙死死抓着艾娜的手，一脸陶醉的说，完全不需要赔偿，只要是艾娜对他动手，他甚至觉得这是一种奖励。艾娜这辈子都没听过这么离谱的要求，居然还求着艾娜再多打他几下。这下艾娜是真的彻底无语了。时间回到不久前，赫舍尔正跟同僚们在酒馆聚会，大家伙刚领了工资，非要拉着他去剧院看戏，说是那里有个绝世大美女。赫舍尔当时还挺震惊，一口一个没兴趣，结果架不住这帮人软磨硬泡，还是被硬拽了过去。谁能想到打脸来的这么快？当艾娜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刻，赫舍尔整个人都定住了，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美的人，原本那点不情愿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下麻烦大了，他好像彻底陷进去了。同僚一上来就没个正经，居然问艾娜约一次要多少钱，这哪是粉丝啊，简直就是个流氓。艾娜可不惯着他，反手就是一记重拳，直接把这货打得找不着北。赫舍尔觉得这就是女神的洗礼，还捧着花大喊一见钟情。艾娜实在受不了这种变态，抓起花束就往他脸上糊，这哪是浪漫告白，简直是大型翻车现场。画面转回现在，艾娜提着裙子转头就跑，心里全是问号。这帮骑士看着人模狗样，怎么一个比一个不正常？艾娜现在只想赶紧消失，身后那个变态还在穷追不舍，她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身边全是这种怪胎。本以为躲进被窝就能清静，结果刚闭上眼，整个人就像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海里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梦，周围的景象开始飞速倒退，冰冷的雪地，还有婴儿的啼哭声，一段被封存的记忆突然炸开。原来这就是真相，在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，她竟然是被亲手抛弃的。艾娜一直以为自己命好，从孤儿院被领养到了贵族家，养父母对她视如己出，还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名字。那段日子简直像在做梦。可好景不长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马车事故让这个家彻底散了。年仅18岁的艾娜再次变得孤苦伶仃，更绝望的还在后面。那些所谓的亲戚和债主全找上门了，不仅要她偿还巨额债务，还要收回她的爵位和土地。就因为她不是亲生的，连法律都不站在她这一边，曾经的贵族小姐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，她只能躲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独自面对着残酷的现实。这世道真是不给人活路。艾娜不仅没拿到1分钱遗产，还得背上莫名其妙的巨债，除了隐姓埋名去打工，她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为了多挣点钱，她阴差阳错地站上了舞台，成了剧团里的女主角。虽然这份工作能让她快点还清债，但高强度的排练已经让她的身体到了极限。
就在演出最关键的时候，艾娜终于撑不住了，整个人直接瘫倒在舞台上。台下的瑞尔见状，想都没想就冲了上去。后台那些闲言碎语也没停过，有人说她空有美貌，有人说她只是贵族的玩物，没人知道她为了还清那笔债，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。艾娜在半梦半醒间还在坚持，只要再撑一下，只要再坚持一小会，所有的苦难就快要结束了。艾娜感觉脑袋都要炸了，原主的记忆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这种灵魂撕裂的痛苦让她几乎没法思考。但今晚的演出绝对不能搞砸。天一亮，她就强撑着来到了后台。维洛卡这时候带着药凑了过来，关心艾娜的身体，甚至还主动提出要替她上场。艾娜心里清楚，这种时候要是退缩了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站起来了。她直接拒绝了对方的好意。演出还有10分钟就要开始，所有的票都已经卖光了。艾娜深吸一口气，把所有的不安都压在心底。这一场仗她必须赢。随着大幕缓缓拉开，艾娜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，对面就是瑞尔。演出总算是熬过去了，但在聚光灯下的每一秒，艾娜都感觉脑子快要炸开，那些不属于她的记忆像疯了一样往里钻。听着台下雷鸣般的掌声，她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心想这下终于能回去休息了。可就在她转身下台的一瞬间，身体却完全不听使唤，腿软的根本站不住。艾娜还没来得及扶住扶手，脚下就猛地一滑，整个人直接失去了重心。这一跤摔得太突然，她甚至连呼救的声音都发不出来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天花板在倒退。这一声惊呼让整个后台都乱成了一团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明明记得自己摔下去了，说来也奇怪，身上竟然一点都不疼。艾娜慢慢睁开眼，入眼的是一片刺眼的亮光，还有维洛卡那张写满担心的脸。维洛卡急坏了，一边念叨着要他小心，一边解释说多亏当时大家反应快，这才没让他直接摔在地上。艾娜有些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。可奇怪的是，睡了这一整天之后，原本折磨人的头疼竟然全好了。这种轻松的感觉反而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。看艾娜一直闷闷不乐，维洛卡干脆提议，不如一起去集市逛逛，顺便去买她最喜欢的那款香水。艾娜犹豫了一下，这可是她变成艾娜之后第一次走出大门，心里难免有些打鼓。不过想到这段时间维洛卡和瑞尔一直忙前忙后，也是时候该表达一下谢意了。他点点头，行吧，那就去一趟。正好赶上剧团休息，两人换上轻便的衣服，一头扎进了热闹的人堆里。看着眼前这烟火气十足的街道，艾娜一时间有些恍惚，要不是亲眼所见，谁敢相信这竟然是个书里的世界。维洛卡兴冲冲的想去逛成衣店，还问艾娜要不要一起。艾娜下意识想跟着，结果对方一脸诧异的看着她。原来以前的艾娜最讨厌跟人凑热闹，总是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。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艾娜只能赶紧改口，说还是个逛个的比较好。两人约好2个小时后在广场的大钟塔下面碰头。维洛卡笑着摆摆手，先走了，剩下艾娜一个人在街上溜达。她随手翻了翻自己的钱包，想看看还有多少钱，结果除了沉甸甸的金币，里面竟然还塞着一张演出票，上面写着可以无限次免费入场。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？看来这个身份背后还藏着不少她不知道的秘密。艾娜本想照着记忆去找那家香水店，结果走着走着，发现周围的景色越来越陌生，这下麻烦了，她竟然在集市里迷路了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一阵浓郁的肉香味钻进了鼻子，转头一看，旁边正滋滋冒油的烤鸡肉串，简直让人挪不动步。反正也不赶时间，不如先吃饱了再接着找。他走上前去，点了一串涂满甜酱汁的烤肉。摊主是个热心肠，一边忙活一边还叮嘱他，坐在这儿慢慢吃，千万别把酱汁蹭到漂亮的裙子上。一口下去，鲜嫩多汁的口感让艾娜瞬间治愈。摊主看着她吃得这么香，忍不住夸了一句：“小姐，你长得可真漂亮。”听到这话，艾娜礼貌地笑了笑，迷路的阴霾一下子散了不少。摊主一边烤肉一边感慨说，在这儿摆摊这么久，还没见过像艾娜这么漂亮的姑娘，甚至连那个传闻中的妖女恐怕都要嫉妒她的美貌。艾娜听得一头雾水，什么妖女？摊主压低声音说，就是克洛伊剧团新剧里的那个女主角啊，听说她简直是个勾人心魄的尤物。艾娜手里的肉串差点掉地上，克洛伊剧团那不就是自己所在的剧团吗？难道除了她，剧团里还有别的女主角？摊主越说越起劲，说那个女人只要看一眼，男人们就会神魂颠倒的跪倒在她裙下，甚至连隔壁领地的卡萨罗子爵都被她迷得完全失去了理智。这下艾娜彻底听明白了，这哪里是在说别人，这分明就是在说她自己啊！她被这离谱的传闻吓得直接呛着了。摊主赶紧递过来一杯水，艾娜一边咳嗽一边在心里犯嘀咕，到底是谁在外面乱转，怎么把自己说的跟各获国殃民的怪物一样？艾娜听完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觉得这理由也太牵强了，除非有人为了她倾家荡产，否则凭什么叫人家妖女？摊主却一脸严肃地凑过来说，这事儿可不是瞎编的，消息来源可是那位卡萨罗子爵，大家对他的一言一行都深信不疑。艾娜这下笑不出来了，原来是那个秃顶的老狐狸在背后捣鬼。卡萨罗以前天天往剧团跑，最近突然不去了，竟然到处跟人说自己是死里逃生。他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述说，那个女人是个极其恐怖的诱惑者，让所有男人都离她远点。这分明是追求不成就开始恶意抹黑。就在艾娜气得牙痒痒的时候，摊主盯着她的头发看了半天，突然嘀咕了一句，说起来那个妖女好像也是深紫色的长发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要是被认出来就全完了。她连零钱都顾不上找，抓起遮阳伞，脚底抹油，直接溜了。
一边跑，他还在心里咒骂卡萨罗：“你这个卑鄙小人，这笔账我迟早要找你算清楚。”艾娜光顾着躲避人群，一头扎进了阴暗的小巷子。这下可好，不仅香水店没找到，连自己在哪儿都不知道了。就在他打算找个亮堂点的地方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粗鲁的呼喊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低着头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可还没等她迈开腿，一只粗壮的手猛地拽住了她的手腕，力气大的根本挣脱不开。两个男人一脸横肉的围了上来，他们盯着艾娜的头发和脸，语气里满是轻佻，说着标志性的长发和长相。除了克洛伊剧团的艾娜，还能是谁？艾娜强撑着想要否认，可对方根本不听这一套，其中一人甚至开始骂骂咧咧，说为了看他的戏花光了积蓄，害得回家还要被老婆数落。看着这两个步步紧逼的男人，艾娜意识到自己这回是真的撞到枪口上了。这两个男人越说越离谱，竟然说是因为艾娜太漂亮，才害得他们去赌钱发财，结果欠了一屁股债。艾娜听得简直想笑，这锅她可不背，明明是他们自己贪心，现在居然想把他当成提款机。看着对方步步紧逼，艾娜握紧了手里的遮阳伞。她在心里盘算着，虽然没练过武，但把这把伞当成剑来使，或许还能拼出一条生路。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刻，巷口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，那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一种让人不敢乱动的威压。两个男人被吓得一激灵，回头一看，一个穿着黑色斗篷的高大男人正逆着光站在那里。卡莱布冷冷地看着这两个地痞，只问了一句话：“这里出什么问题了吗？”卡莱布再次开口，语气冷得让人发毛。他盯着这两个地痞，问他们到底出什么事了。这两个家伙明显心虚了，一边摆手一边赶人，说这不关外人的事，让卡莱布赶紧走开。卡莱布根本没理他们，反而看向旁边的艾娜，问他是不是也这么想。地痞这吓急了，一把拽住艾娜，居然厚着脸皮撒谎说这是他老婆，他在教训自家媳妇。艾娜直接甩开他的手，当场拆穿了这个烂借口。谁是你老婆？明明是你们一直在跟踪我。地痞这下彻底恼羞成怒，一边骂艾娜不识抬举，一边抬手就要打人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卡莱布看准时机，果断出手。只听见一声惨叫，地痞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做，对方怎么就倒地不起了？地痞捂着脸看向地面，发现刚才击中自己的竟然只是一个剑鞘。难道真的是他？艾娜猛地转过头，看见卡莱布正握着那把发光的长剑，整个人杀气腾腾。地痞这下彻底急眼了，一边破口大骂，一边招呼同伙准备拼命。这两个地痞还以为人多能占便宜，一边叫嚣着让卡莱布去死，一边不管不顾地冲了上去。可他们根本没看清，卡莱布只是随手一抛，长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又稳稳地落回他手里。地痞当场就看傻了，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卡莱布顺势一记横扫，动作快得只剩下残影。只听见几声闷响，刚才还嚣张跋扈的两个人直接被打翻在地，半天都没爬起来。刚才那一幕简直像电影一样，艾娜整个人都看愣了。她本想帮忙，结果根本插不上手。卡莱布收起剑走过来，很有礼貌地道了个歉，说让他看到了这么糟糕的场面。艾娜赶紧摇头，说谢他救命还来不及呢。卡莱布接着提了个建议，能不能请他留下来等一会儿，直到把这两个地痞交给卫兵。艾娜嘴上答应着，心里却在琢磨，难道是想让他当证人吗？为了不让艾娜害怕，卡莱布特意解释了一下，他现在要发信号弹叫人，这东西没什么危险。随着一声响，红色的烟雾升腾而起。艾娜看着这阵仗，心想这根烟花可差远了。不过现在可不是发呆的时候，她赶紧走上前，把刚才掉在地上的剑鞘递还给了卡莱布。卡莱布接过剑鞘道了声谢，艾娜却盯着他的手，一脸担心地问：“刚才徒手抓剑刃，真的没受伤吗？”卡莱布大方地展示了一下手套，说：“这可是用贝罗皮做的，结实得很，根本不用担心会坏掉。”艾娜在脑海里搜寻了一下，原来贝罗是一种魔兽，皮糙肉厚的，经常被拿来做盔甲。他越听越好奇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能不能让他摸一下？”卡莱布倒也干脆，直接把手伸了过去。艾娜小心翼翼地碰了碰，发现这手感比想象中要软得多。直到这时候，她才反应过来，初次见面就摸人家的手，好像有点太失礼了。她赶紧缩回手，尴尬地道了个谢。看着眼前的魔兽皮手套，艾娜这才有了实感，自己是真的穿越进小说里了。她一边念叨着要去收拾东西，一边蹲下身捡起地上的雨伞。她心里暗自庆幸，还好自己住在帝都，这里有防护罩保护，要是换成偏远的外地，那可就危险多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都要归功于皇家骑士团，他们能熟练运用灵气，是讨伐魔兽的主力军，而带头的正是小说男主卡莱布。想到这里，艾娜忍不住开始犯花痴。传闻中卡莱布帅得惊天动地，可惜自己只是个路人甲，估计这辈子都没机会见上一面。他越想越觉得遗憾，嘴里还不自觉地嘟囔了出来，说生活在同一个世界，却连男主的脸都看不着，真是太亏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艾那吓得差点跳起来，这下尴尬了，刚才那些追星的胡言乱语竟然全被人家听到了，他只能红着脸拼命解释，说自己只是在自言自语，绝对没有什么不对劲。艾娜这下彻底看清了，刚才光线暗没注意，这位救命恩人竟然帅得这么离谱，她心里一阵后悔，早知道刚才就该多盯着看两眼。不过她赶紧提醒自己，人家可是救命恩人，一直盯着看也太没礼貌了。可转念一想，这种级别的帅哥以后恐怕再也遇不到了。就在他纠结的时候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克莱夫连长带着卫兵赶到了，说是看见信号弹，第一时间就带人冲了过来。
卡莱布指了指地上那2个地痞，语气瞬间变得冰冷，说这2个人公然威胁平民，直接带走，依法处置。卫兵们动作利索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人拽走了，局面总算彻底控制住。卡莱布转过头对艾娜说：“现在他可以回家了。”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难道这种案子连证人口供都不用录吗？艾娜还纳闷呢，以为留下是为了录口供，结果卡莱布一脸淡定地说：“他身为骑士，说的话就是最有力的证据，根本不需要别人再补充什么。那刚才为什么要让他等？”卡莱布停顿了一下，语气变得温柔起来。他说是因为担心艾娜受了惊吓，想亲自护送她回家。这话一出，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。这救命恩人不仅长得帅，竟然还这么体贴，简直完全长在他的审美点上。卡莱布见他没说话，还以为自己太唐突了，赶紧道歉说如果不方便可以拒绝。艾娜哪能放过这种机会，立马点头答应，生怕晚1秒对方就反悔了。他解释说自己并不反感，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细心。既然这样，那就麻烦卡莱布送他去广场，他还得去跟朋友会合。卡莱布点了点头，很自然地伸出了手。艾娜看着那只手，心里又开始犯嘀咕，他这是要让我牵上去吗？卡莱布看出了艾娜的犹豫，他体贴地伸出手臂，轻声说：“如果觉得不自在，可以把手搭在他的前臂上，这样走路会稳当一些。”艾娜这下彻底晕头转向了，这位骑士大人也太会撩了吧！这种话竟然能说得这么自然。虽然心里已经乱成一团，但面对这种温柔，他根本没办法拒绝。他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卡莱布微微一笑，说：“只要他觉得舒服就行。”就这样，2人并肩走在街道上，艾娜轻轻挽着他的手臂，感受着对方传来的温度。这种偶像剧般的桥段，竟然真的发生在了自己身上。艾娜一边走一边感叹，这个男人不仅颜值逆天，性格还这么细心体贴，简直就是完美化身。她感觉自己已经彻底沦陷，快要招架不住了。卡莱布把人安全送到地方，还贴心地问要不要陪他等到朋友过来。艾娜哪好意思再麻烦人家，赶紧摆手拒绝，说这大白天的到处是人，肯定没问题。卡莱布见他坚持，也就没再多说什么，礼貌的道别，准备离开。看着他转身的背影，艾娜突然心里一紧，下意识的叫住了他。这好不容易遇上的缘分，难道就这么结束了？艾娜叫住他，是为了送出一张剧团门票，说这虽然不算什么大礼，但还是想表达一下谢意。卡莱布也没推辞，接过票，礼貌地道了声谢，随后便消失在人潮里。看着那个背影越来越远，艾娜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聊了半天，竟然连人家叫什么都忘了问，这下可能真的再也见不到了。可就在他懊恼的时候，走远的那个人竟然停下了脚步。卡莱布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以前救完人，他的任务就算彻底结束了，可这次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。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为什么刚才那一瞬间会觉得像是见到了失散很久的老熟人？他看着手里的门票，陷入了沉思，却完全没有察觉到，在街道阴暗的角落里，正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。那个诡异的笑容让周围的空气都冷了几分。维洛卡拎着大包小包赶过来，一见面就问艾娜交代要买的那个怪东西到底到手没有。艾娜无奈地摇摇头，说自己刚才走错了路，结果遇上一堆麻烦事。维洛卡一听就炸了，当街开启暴走模式，把那群找麻烦的混蛋从头到脚骂了个遍。好不容易把这位姑奶奶劝住，艾娜才解释说多亏有个好心人出手相救，自己这才没吃亏。维洛卡听完松了口气，可盯着艾娜看了一会儿，眼神突然变得八卦起来，问她脸怎么红成这样。这下轮到艾娜没话说了，刚才那一幕确实让她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。维洛卡这下可抓到把柄了，围着好闺蜜一顿疯狂输出，非说人家肯定是看上那个帅哥了，还一个劲儿的追问到底有没有约好下次见面。听到连名字都没问，维洛卡气得差点当街跳脚，直呼这种缘分不主动争取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闹腾了半天，维洛卡才想起正事没办，拉着他赶紧去买香水，还贴心的安慰他，朋友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可就在维洛卡跑向远方时，一直沉默的人却突然停在了原地。艾娜在心里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我根本就不是艾娜。”看着维洛卡忙前忙后的样子，艾娜心里却一阵发虚。她忍不住问自己：像他这样一个满口谎言的人，真的有资格当维洛卡的朋友吗？维洛卡倒是完全没察觉，还在店里兴奋地翻找，总算找到了艾娜以前最爱的那款，还细心地叮嘱她别乱试其他的，省得又过敏。这份真诚让艾娜更愧疚了。她想起瑞尔为了救自己也受了伤，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，打算挑个像样的礼物送回去。维洛卡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一边调侃他对救命恩人真上心，一边帮着出主意，说买瑞尔喜欢的香水准没错。折腾了一整天，两人总算在月亮升起前赶了回去。艾娜独自躺在床上，只觉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累，可比起身体上的疲惫，这种身份错位的压力才真正让她喘不过气来。虽然这一天过得提心吊胆，但艾娜觉得这钱花得值，尤其是看到瑞尔收到礼物时那副开心的样子，她决定先把那些烦心事放一放。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满脑子却还是那个男人的身影，她忍不住开始瞎琢磨，明天的演出她会不会去？虽然理智告诉她希望渺茫，但心里还是盼着能快点再见一面。趁着记忆还没模糊，她想把那个瞬间再多回味几遍。就这样带着一点点小期待，总算迷迷糊糊的睡熟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维洛卡就拿着扫帚，元气满满的跟他打招呼。看来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。艾娜和维洛卡还有瑞尔聚在一起，大家有说有笑，仿佛昨晚那些纠结和疲惫全都随着太阳升起消失不见了。在雷鸣般的掌声中，艾娜完成了最后一场谢幕。
不知不觉，他顶替艾娜站上这个舞台，竟然已经整整3个月了。虽然旧的剧目总会结束，但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登台，他心里还是有点五味杂陈。正准备回后台休息，却突然被同伴叫住了，说是外面有个神秘人想见他。对方披着严实的长袍，虽然看不清长相，但说话那副傲慢的架势，一听就是个惹不起的贵族。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，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贵族，怎么会有人指名道姓要见他？带着满肚子的疑惑，他还是按照约定的地方找了过去。可等他到了走廊尽头，四周却静得有些诡异。别说贵族了，连个鬼影子都没瞧见。明明说好是在这儿见面，人到底去哪了？难道这只是个恶作剧吗？就在艾娜纳闷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冷冰冰的声音，对方直接叫出了他的艺名，问他是不是艾娜。这个披着黑斗篷的男人不仅神神秘秘的，一开口就要求换个地方说话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。艾娜瞬间感觉到不对劲，这家伙身上的气场太强了，跟以前那些只会献殷勤的贵族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，甚至让她感到一种莫名的危险。虽然心里直打鼓，但这种时候绝对不能露怯。她强装镇定，打算先按平时的规矩来应对。她客气地回了一句：“请跟我来，我带您去接待室谈。”两人刚进屋坐下，艾娜就直接摊牌了。说实话，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身份？就凭这一条项链，谁知道是不是路边摊捡来的？这下轮到以诺无语了。他拿出胸前的金色饰品，这可是皇室传承的圣物，你管这叫普通首饰？既然你不信，那就只能动真格的了。以诺直接发动了圣物，耀眼的魔法阵瞬间铺满全身。他当场立下誓言，皇室成员从不在身份上撒谎。以诺收起法阵，这待遇可不是谁都能见到的，毕竟皇室誓言是拿自己的寿命在做担保。艾娜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违背誓言要折寿5年，谁会拿这种事开玩笑？看来他真的是皇太子。可堂堂皇太子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来找我？以诺没打算绕圈子，他拿出一张画像递了过去。艾娜，我有笔交易想跟你谈谈。画像上的人你应该不陌生吧？艾娜看清之后愣住了，居然是卡莱布。艾娜看着手里的画像，这可是帝国最年轻的公爵卡莱布，在所有人眼里，他简直就是个活着的传说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以诺就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既然你已经猜到了，那就去勾引这位公爵吧。不管你用什么招数，一定要让他彻底爱上你。这要求简直离谱到了极点。艾娜整个人都傻了，先不说自己根本不会撩汉，更要命的是卡莱布可是原著里的男主角，他最后明明应该和女主角在一起，这下剧情全乱套了。艾娜刚想开口拒绝，以诺却根本不给他机会，他自顾自地分析起来。都说卡莱布公爵不近女色，但我一个字都不信。一个26岁的正常男人，怎么可能连个情人都没有？他肯定不是木头做的。以诺直接抛出了计划，皇室会全力支持你，半年后的新年庆典，你要作为公爵的伴侣出席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这种场合只要两人一起露面，就等同于向全天下官宣，这也是以诺对她的最终考核。就在艾娜犹豫的时候，以诺随手甩出一张支票，这是给你的定金，整整1000金币。如果事情办成了，剩下的酬劳直接翻倍。艾娜看着手里的支票，整个人都定住了。这笔钱换算成钱式的购买力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，不仅能还清家里所有的债，甚至够她躺平几10年。面对这种诱惑，谁还能说出拒绝的话呀？艾娜盯着那张支票，脑子里全是钱。她下意识问了一句：“那要是任务失败了，这定金是不是也不用退了？”以诺听完直接无语了，还没开始干活呢，你就已经在那儿想后路了，能不能有点必胜的决心？艾娜尴尬地避开视线，刚才确实是被钱冲昏了头，可冷静下来之后，她突然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，这不就是原著小说里的桥段吗？艾娜终于想起来了，在埃尔皮达之花的故事里，皇太子一直视卡莱布为眼中钉。卡莱布在民间声望太高，只要他动了歪心思，皇位随时可能易主，所以皇太子必须想办法除掉他。最阴损的招数就是找个家世普通的女人，强行塞给这位公爵，只要让他娶了没背景的人，他的影响力就会被大大削弱。为了这个计划，皇太子找了无数个女人当棋子，而现在的艾娜显然就是他选中的下一个目标。艾娜突然冷静了下来，钱虽然诱人，但那也得有命花才行。她想起原著里的那些女人，她们也曾被派去勾引卡莱布，可结果呢？她们全都失败了。更恐怖的是，这些女人最后全都消失了。艾娜看着眼前的以诺，脊背一阵发凉。为了不让这种丑事泄露出去，这个男人把所有知情者全都灭口了。现在的局面已经很清楚了，如果当场拒绝，恐怕连这间屋子都走不出去。但如果接受任务，以他的本事，最后肯定也是个死。拒绝是马上死，接受是过阵子再死，这哪是什么发财的机会，分明是催命符。艾娜死死攥着裙角，她才刚适应这里的生活，绝不能就这么交代了。眼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假装答应下来，只要能先离开这里，剩下的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这是她唯一能活下去的机会。既然要玩命，那就要先把保命符拿到手。她看着以诺，语气听起来有些为难：“殿下是听了传闻才来找我的，可我也没法保证公爵大人一定会喜欢我。万一半年后任务失败了，您不仅白忙活一场，还会损失大笔的金钱。到时候您会不会把气都撒在我身上？”以诺冷哼一声，觉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他随口承诺：“我发誓绝对不会那样做。”可伊娜根本不信这种空话，她盯着以诺胸前的项链，一字一顿地提出要求：“我要您对着皇室最神圣的东西立下绝对誓言，哪怕我最后失败了，你也绝对不能动我一根头发，这才是交易的前提。”以诺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
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竟然敢威胁皇室，甚至要他立下这种重誓。艾娜却表现得很冷静，她知道这听起来很离谱，但在这种吃人不吐骨头的局里，除了誓言，她谁也不敢相信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原著里的以诺是个极度自私的人，为了能长久地握住权力，他绝不会轻易许下任何束缚自己的誓言。以诺冷冷地盯着他，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。难道我堂堂皇太子的承诺还抵不过一个誓言吗？艾娜毫不退让，直勾勾地回敬过去。殿下，比起虚无缥缈的信任，我更喜欢确定的结果。这句话彻底点燃了火药桶。以诺猛地站起身，指着艾娜的鼻子大骂无礼，整个房间的气压低到了极点。他强撑着冷静，继续往火上浇油。殿下为什么这么生气？难道您刚才说不杀我，其实是在撒谎吗？以诺气得咬牙切齿，威胁说只要他再敢多嘴一句，现在就让他人头落地。这副凶狠的样子，哪还有半点皇太子的风度？艾娜却冷笑一声，您看，我只是想要一个不杀我的保证，您却用死亡来威胁我，这不正好说明誓言有多重要吗？如果是卡莱布公爵在这里，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答应，绝不会像您这样只会用暴力来掩饰心虚。以诺被气得浑身僵硬，他狠狠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却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。这个女人的胆识和逻辑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。他死死盯着艾娜，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话：好，我答应你。以诺这下是真的被激怒了，他当场立下帝国誓言，警告艾内别再拿他跟公爵比较。既然契约已经达成，他一刻也不想多待，丢下一句明天见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艾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这最难的一关总算是硬着头皮闯过来了。可坐在马车里的以诺现在心里全是懊恼，他觉得自己刚才实在是太冲动了，为了这么个傲慢的女人，竟然随随便便就立下了重誓。以诺刚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，那个软硬不吃的卡莱布竟然真的对一个女人动心了。手下汇报说，卡莱布不仅亲自送她回家，甚至盯着她给的一张小票券，看到整个人都入迷了。这下以诺心里有数了，既然别的女人都搞不定卡莱布，那这个艾娜就是他手里唯一的王牌。可冷静下来之后，以诺又开始心疼起自己了。刚才为了拉拢这女人，他确实有点用力过猛，甚至不惜立下重誓。这要是真出了什么差错，那可真是要把命都搭进去。事到如今，他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希望这个艾娜真的能像预想中那样顺利成功。维洛卡突然想起一件事，问艾娜之前送出去的那张票到底有没有回音。结果伊娜也很无奈，按理说票只要被用了，剧院后台肯定会收到消息，可那个男人到现在都没露面。维洛卡听完直接炸毛了，觉得那男人简直不识好歹。艾娜倒是一脸淡定，说自己连对方长什么样都快忘了。就在两人聊起昨天那个难缠的贵族时，外面突然有人大喊，说有个大人物指名道姓要见艾娜。这下真是说曹操曹操到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以诺那个家伙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？艾娜推开门一看，眼前的贵族优雅又干练，对方自我介绍叫塞尔文，是以诺派来的范德伯爵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位大名鼎鼎的伯爵竟然是一位女性。塞尔文倒是见怪不怪，直接开门见山地宣布，从这一刻起，他就是艾娜名义上的监护人。虽然艾娜心里很清楚，这种所谓的合作本质上就是一场阴暗的交易，但为了保命，她现在只能选择乖乖配合。塞尔文已经连剧本都编好了，对外就说他是被艾娜的演技打动，因为同情艾娜的遭遇，才决定伸出援手。这套说辞天衣无缝，接下来的这场大戏看来是真的要开演了。塞尔文这次可是下了血本，他承诺会让艾娜成为自己的继承人，对外就说是为了完成艾娜父母的遗愿。这身份转眼就从平民变成了贵族，不过这继承人的位子可不好做，艾娜必须先接受几周的魔鬼特训，然后被安插进皇家骑士团当助手，目的就是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接近公爵。艾娜听得心里直打鼓，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，当了助手之后还能不能继续演戏？结果塞尔文的回答让他心凉了大半截。塞尔文的态度非常强硬，要求艾娜必须彻底告别舞台，因为演员这个身份太扎眼，会直接影响到接近公爵的计划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这哪里是建议，分明就是最后通牒。如果不答应，恐怕连这个房间都走不出去。为了保住这条小命，艾娜只能咬牙答应退圈。但她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，这周六的告别演出，她必须亲手画上句号。塞尔文最后还是松了口，答应让艾娜演完最后一场，但作为交换，艾娜必须签下这份卖身契。计划的内容简单粗暴，艾娜要先混进骑士团当副官，然后在皇帝的寿宴上彻底拿下那位公爵。只要这出戏演得漂亮，事成之后，艾娜就能重获自由。看着协议上的条款，艾娜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塞尔文临走前反复叮嘱，辞职的时候千万别说漏嘴。艾娜独自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希望接下来的生活别出什么乱子。到了离开剧院的那天，艾娜本想安安静静的走，没想到维洛卡和伙伴们全都赶了过来，大家早就等在马车旁，准备送她最后一程。瑞尔快步走上前，递给艾娜一盆盛开的茉莉。虽然大家心里都万分舍不得，但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然会改变所有人的命运。瑞尔把一盆茉莉递到艾娜手里，她说花虽然还没开，但一看到这盆花就想到了她。艾娜接过花，轻声道谢，心里却泛起一阵酸楚。维洛卡在一旁急得不行，他什么礼物都没准备，只能拉着艾娜反复确认，问他以后是不是真的会回来。毕竟这些年全靠大家互相扶持。看着维洛卡难过的样子，
艾娜忍不住说了很多感谢的话，结果这下彻底捅了马蜂窝。维洛卡带着哭腔大喊：“为什么要说的像永别一样？”三个人就这样紧紧抱在一起。瑞尔和维洛卡千叮咛万嘱咐，让艾娜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一定要经常回剧团看看。这一刻，艾娜才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舍不得这里。她坐上马车，挥手告别，心里默默祈祷着，希望这次任务能平安结束，让她还有机会回到这些伙伴身边。就在马车准备出发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，那个声音听起来非常耳熟。艾娜猛地回过头去，谁能想到，就在艾娜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那个曾经求着艾娜把她的骑士赫舍尔竟然一路狂奔赶了过来。他看起来像是跑了很久，整个人上气不接下气。艾娜心里也犯嘀咕，这家伙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？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赫舍尔就急切地大声质问：“听说你要离开剧团了，这件事到底是不是真的？”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赫舍尔就开始脑补了一出大戏。他认定艾娜是因为家里欠债，才被迫要去给人当情妇，这误会可闹大了。艾娜刚想开口解释，结果对方根本不给机会，赫舍尔直接当众跪下，大声喊着要伊娜嫁给他，还保证绝对不让他受苦。这下全场都傻眼了，明明才刚认识没多久，这剧情跳跃的也太离谱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求婚，艾娜现在只想知道这烂摊子到底该从哪开始收拾。赫舍尔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，他觉得艾娜是被吓得不敢说话，转头就冲着塞尔文开火，非要给艾娜讨个公道。最离谱的是，他竟然把塞尔文当成了男人，还要用贵族的方式解决问题，也就是传说中的决斗。艾娜在旁边都看傻了，这误会简直是一个接一个，要是真打起来，那场面可就彻底收不住了。赫舍尔当众脱下手套，正式报上名号，发起挑战。看这架势，是铁了心要英雄救美。眼看事情要闹大，艾娜知道不能再沉默了，必须得想办法把这出荒唐戏给拦下来。谁能想到，赫舍尔扔出的决斗手套竟然直接砸在了艾娜脸上，这下围观的人全炸锅了。按照帝国的规矩，手套打中了谁，谁就是这次决斗的对手。赫舍尔这下彻底慌了神，他想把挑战转回给塞尔文，可伊娜根本不打算退缩，他当众承认了自己的贵族身份。这决斗一旦开始就没法回头。赫舍尔还以为艾娜在开玩笑，结果伊娜转头就找塞尔文借剑，看这架势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塞尔文倒也干脆，直接指了指马车后的佩剑。艾娜握住剑柄的那一刻，眼神里全是果断，她已经准备好要亲自给这位骑士上一课。艾那剑都拔出来了，结果赫舍尔在那纠结半天，他生怕自己一出手就会伤到心目中的女神。还没等大家看明白，赫舍尔竟然直接低头认输了，当众宣布艾娜才是赢家。这操作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塞尔文坐在马车里，看着外面那个失魂落魄的背影，只觉得这男人实在是太惨了。不过他也对艾娜的机智有了新认识。闹剧总算告一段落，艾娜跟着塞尔文来到了庄园，这里比想象中还要大得多。接下来的2周时间，她要在这里接受封闭式训练，靠着原主留下的记忆，艾娜的训练进展神速。终于到了这一天，她正式踏入了皇家骑士团的大门。塞尔文带着她引荐给团长，也就是这本小说的男主卡莱布。艾娜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心里却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可当卡莱布开口说话时，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声音听起来实在太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过无数次。塞尔文交代完事情就先离开了，卡莱布竟然主动伸出手，要亲自护送艾娜进去。这种莫名的熟悉感让艾娜坐立难安。他终于忍不住开口询问：“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”卡莱布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那眼神里似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面对艾娜的疑问，卡莱布竟然直接承认了，说他们以前确实见过面。这下轮到艾娜开始自我怀疑，她一边跟着卡莱布走，一边在脑子里拼命搜索，像卡莱布这种级别的长相，要是真见过，自己怎么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卡莱布就把他带到了办公室，指了指窗边的位置，说那是他以后的办公桌。紧接着，卡莱布搬来了一大叠文件，嘴上说着任务非常简单，可这厚度让艾娜看得直发懵。不过等他真正上手之后，发现这些活儿确实不难，甚至简单到让他觉得之前那2周的魔鬼特训简直是白费力气了。卡莱布突然提出，在骑士团里不要叫他头衔，而是要叫他埃贡爵士。这突如其来的改口让艾娜心里泛起了嘀咕。等卡莱布前脚刚走，艾娜整个人直接瘫在桌上，刚才那种莫名的压迫感总算消失了。她随手推开窗户往下一看，正好能瞧见楼下的训练场，卡莱布正带着士兵们操练，那动作干脆利落。艾娜忍不住感叹，不愧是自带光环的男主，哪怕隔着这么远，他在人群里也还是最显眼的那一个。艾娜本来只想偷偷看一眼，结果卡莱布突然抬头，两人的视线直接撞个正着，这下尴尬了。他吓得赶紧往回躲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整个人直接撞在了办公桌上，文件和墨水洒了一地。艾娜顾不上疼，赶紧蹲在地上收拾残局，生怕被卡莱布发现自己把他的桌子给掀了。可就在他捡起一张纸条时，整个人都定住了，那竟然是一张剧院的门票，上面还清清楚楚写着克洛伊，这票根竟然是自家剧团的。艾娜怎么也没想到卡莱布居然会去听戏，翻到背面一看，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自己的签名。原来当初遇到的那个骑士竟然就是他，这下所有的线索全对上了。可越是这样，艾娜心里就越乱，毕竟他是带着目的接近他的。
这种欺骗的感觉让他根本没办法冷静下来。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他自己也没了主意。艾娜正沉浸在自己的小心思里，结果塞尔文一开口，直接把他拉回了现实。塞尔文语气平淡地说：“从明天开始，你必须自己去上班了。”这消息对艾娜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，毕竟她是个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路痴，这下彻底麻烦了。果不其然，第二天刚进皇宫，艾娜就完全转了相，看着哪儿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就在她打算找人问路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艾娜小姐，真的是你啊！”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赫舍尔。这突如其来的偶遇让艾娜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。赫舍尔一见到艾娜，整个人兴奋的不行，还以为人家是专门进宫来看他的。他一边念叨着缘分，一边还管艾娜叫骑士先生，这自作多情的镜头让艾娜听得直扶额。艾娜实在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摊牌说：“你误会了，塞尔文伯爵是女孩子，而且还是我的监护人。”这话一出，赫舍尔当场就僵住了。闹了这么大个乌龙，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艾娜也没时间跟他磨叽，赶紧让他指了指禁卫队的方向，道谢之后就匆匆离开了。可谁能想到，刚走到花园附近，艾娜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这大白天的，这群人到底在搞什么名堂？看着花园里打扮花哨的贵族小姐，赫舍尔忍不住感叹：今天果然又是这个日子。艾娜听得一头雾水，赫舍尔压低声音解释说：“这些名媛可不是来骑马健身的，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费尽心思拿到许可，就是为了在禁卫队总部露个脸，好吸引那些单身军官的注意。说白了，就是来钓金龟婿的。”艾娜这下全明白了，她突然想起小说里的剧情，原著女主薇薇安似乎也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。按照剧本，薇薇安会为了吸引卡莱布而骑马，结果却被蜜蜂惊了马，直接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最关键的是，就是这一摔，才让薇薇安彻底觉醒了前世的记忆。赫舍尔随口提了一句，说4个月前就有小姐坠马了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薇薇安提前出事了？可仔细一算时间，原著里的坠马明明还要好几个月，看来是自己想多了。这剧情还没到那一步，艾娜正打算告辞，赫舍尔却突然变得支支吾吾。他红着脸问：“以后见面能不能多聊2句？”看着他那副手足无措的样子，艾娜觉得他简直像只大熊，憨得有点可爱，实在让人没法拒绝。可还没等两人多说几句，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。卡莱布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身后，他语气里带着一丝审视，像是专门来查岗的。这下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。艾娜赶紧解释自己是迷路了，才刚好碰上那位军官指路。可卡莱布显然没打算就这么算乐，他盯着艾娜，非要打听对方到底是谁。艾娜被问得有点心虚，连忙说那人叫赫舍尔，而且自己跟他一点都不熟。可话刚出口，他就想起那家伙之前的离谱行为，又是求婚又是求挨打的，那脑回路确实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。艾娜忍不住吐槽了一句，说起来他之前还跟我求过婚呢，本以为只是个玩笑话。可卡莱布听到求婚这2个字，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周围的空气像是被冻住了一样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。看着卡莱布那副要吃人的样子，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，其实她根本没必要吃醋，因为真正的女主薇薇安马上就要出现了。艾娜本想把薇薇安找出来当挡箭牌，可她在人群里扫了一圈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标志性的金发。这下奇怪了，原著女主竟然人间蒸发了。回到书房后，艾娜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薇薇安为了见卡莱布，明明每个月都会准时报到，这次怎么会没来呢？就在这时，赫舍尔之前提到的那个线索突然在脑海里炸开。4个月前，有个贵族小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。艾娜猛地停下笔，难道那个坠马的人就是薇薇安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剧情从4个月前就彻底乱套了。艾娜突然惊叫出声，艾娜正翻着文件，手指不小心被指边割了一下，这点小伤她根本没当回事。可卡莱布却紧张的不行，非要拉过她的手仔细检查。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卡莱布竟然掏出了一瓶圣水。艾娜整个人都傻了，这玩意儿可是比金子还贵的宝贝，平时救命都舍不得用。结果卡莱布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直接把圣水滴在了她的指尖。艾娜一边感叹伤口愈合得真快，一边在心里疯狂吐槽，这简直是拿大炮打蚊子，太浪费了。可还没等他把谢话说完，卡莱布突然俯下身子，整个人离得极近，他伸出手托住艾娜的脸颊，目光死死盯着她的眼睛。艾娜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定住了。卡莱布低声问了一句：“你的眼睛一直都是金色的吗？”卡莱布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这颜色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”这种被看穿的感觉让艾娜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这双眼睛的秘密连她自己都还没搞清楚，可对方靠得这么近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不对劲。艾娜刚想开口打破沉默，卡莱布却突然收回了手，他连声道歉说自己失礼了。刚才那一瞬间的暧昧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剩下2人之间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尴尬。艾娜本想说没关系，可卡莱布却像做了什么亏心事，道完歉就匆忙推门出去了，留下艾娜一个人在屋里发愣。他想起原著里说这人正直，可没想到竟然能正直成这样。仅仅是一次不经意的触碰，他居然会这么当回事。回想以前的那些日子，从来没人因为这种事向他道歉，这种突如其来的尊重反而让艾娜心里乱糟糟的。而此时躲在门外的卡莱布正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满脑子都在想刚才自己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。卡莱布还在走廊里纠结，觉得自己刚才实在是太冒失了，就算艾娜嘴上说不介意，他心里这道坎也怎么都过不去。
就在他心烦意乱的时候，副团长埃德蒙突然出现在身后。这家伙本该明天才回来，结果差事办得太顺手，竟然提前跑回了骑士团。埃德蒙看着自家团长，一脸疑惑地问他怎么在这。还没等卡莱布想好怎么解释，对方的话锋就转到了艾娜身上。埃德蒙压低声音问：“是不是因为那个当过演员的女人？”看来关于艾娜的流言蜚语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骑士团。埃德蒙还在那喋喋不休，说艾娜以前的名声有多烂，甚至提醒卡莱布要多留个心眼，免得被这个女人给害了。卡莱布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他冷冷地问了一句：“这些话你到底是听谁说的？”埃德蒙这下没词了，只能支支吾吾说是路边听来的。卡莱布没跟他废话，直接让他当场背诵骑士团守则，不准传播流言，更不准诽谤自己的同僚。这几句话像巴掌一样扇在埃德蒙脸上。等埃德蒙认错离开后，卡莱布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他想起范德伯爵曾经的嘱托，也想起几年前那场惨烈的战斗。要不是伯爵当年及时出手相救，他和他的下属们恐怕早就没命活到现在了。这份救命之恩，他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塞尔文放下茶杯，叹了口气。他直言帝国的人对女演员指指点点，如果现在就让艾娜当继承人，流言蜚语会直接毁了他的才华，所以他才拜托卡莱布帮忙照看。卡莱布听完这番话，心里那点疑虑彻底消散了。他当场给手下下了死命令，从今往后，谁要是再敢编排艾娜，就直接把人带到他面前处置。一旁的埃德蒙看气氛太僵，赶紧凑上来想打个圆场。他故意找借口说想找团长练两手，好请教一下战斗中的弱点。卡莱布一眼就看穿了这家伙，明明任务早就已经结束了，这小子还在那睁眼说瞎话，不过是为了想让他消消气罢了。卡莱布嘴上说着要冷静一下，结果转头就答应了埃德蒙的提议，打算去训练场活动筋骨。另一边的艾娜却坐不住了，她在窗边等了半天也没见人影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家伙该不会还在钻牛角尖吧？非要亲自去跟他说清楚才行。艾娜提着裙子找遍了大半个皇宫，最后顺着一阵阵欢呼声，一路寻到了骑士团的训练场。眼前的景象让他直接愣住了。场上的卡莱布简直像变了个人，手里的长剑快得让人看不清，每一招都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，压得对面根本喘不过气来。只听见哐当一声脆响，埃德蒙手里的剑直接飞了出去，整个人狼狈地摔倒在地上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这位副团长输得心服口服。艾娜看卡莱布没什么大碍，正打算趁乱悄悄溜走，结果一个没留神，直接撞在了一个骑士身上。这下训练场可炸开了锅，一群大老爷们像看稀奇一样，呼啦一下全围了上来，嘴里还嚷嚷着骑士团里怎么会有女人。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，有人认出他是新来的代理人，还有人盯着他的脸看个不停，说他以前当演员时就漂亮的不像话。艾娜被围在中间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，以前在台上演戏都没这么尴尬，现在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，正被这群人当成警官到处打量。就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卡莱布拨开人群走了过来，他低声叫住了艾娜，关切地问他有没有受伤。艾娜坐在地上摆了摆手，嘴硬说自己一点事都没有。可他刚想站起来，就因为动作太猛踩到了裙摆，整个人眼看又要摔个跟头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卡莱布一步跨上前，稳稳扶住了他。艾娜还没来得及道谢，就听见他在耳边低声说了句：“请原谅我的失礼。”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这话什么意思，卡莱布已经弯下腰，直接把他整个人横抱了起来。这下艾娜彻底懵了，卡莱布却像没事人一样，说要亲自送她回办公室。这下全场都看傻了，卡莱布竟然当众抱着艾娜，这哪里是送人回办公室，简直是在宣示主权。艾娜小声商量着想下来，卡莱布却一脸严肃，他说只有这样，以后才没人敢再欺负他。原来他一直都在自责，觉得是自己没管好手下，才让艾娜受了委屈，甚至还在为刚才的冒犯道歉。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这个看似霸道的男人，其实心思比谁都细腻，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她。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艾娜心里那点尴尬全没了，反而觉得这个团长好像也没那么冷酷。艾娜本想开个玩笑缓解尴尬，说自己早就习惯被这样对待了，可卡莱布却突然严肃起来，他说哪有人天生就该习惯这些，你根本不需要为了体谅我而委屈自己。这一句话直接戳中了艾娜心里最软的地方，她张了张嘴，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能任由这种陌生的情绪在胸口蔓延。另一边，禁卫队的骑士们全都吓坏了，刚才团长那个眼神简直是要把人活剥了，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下肯定要倒大霉了。可谁也没注意到，副团长埃德蒙正躲在暗处，死死盯着艾娜离开的方向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魔力，能让一向冷静的团长彻底失控。卡莱布带着副团长埃德蒙走了进来，本该明天才到的他提前现身，艾娜还没来得及惊讶，就因为一个称呼惹出了麻烦。艾娜顺口喊了一声卡莱布的小名，这下埃德蒙彻底坐不住了，他一脸不可置信地质问：“你居然敢直呼团长的名讳？”场面一下子变得非常尴尬。卡莱布却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是我允许他这么叫的，难道我还会拿这种事撒谎吗？”虽然埃德蒙最后道了歉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他心里那股火根本没压下去，这下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她却能感觉到这个副团长已经把她列入黑名单了。转眼几天过去了，艾娜发现这日子简直没法过，埃德蒙好像真的跟她杠上了，不管她怎么打招呼，对方都当她是空气。这种热脸贴冷屁股的感觉让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，偏偏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想躲都躲不开，这办公室的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。
眼看一向准时的卡莱布还没出现，艾娜实在忍不住了，她试探着开口打听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埃德蒙就冷冰冰的甩过来一句：“什么事？”这态度让艾娜差点没接住话。原来卡莱布去参加王室会议了，要到下午才能回来，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大半天，艾娜都得独自面对这个冰块脸。看着埃德蒙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艾娜只觉得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艾娜正愁怎么跟埃德蒙相处，结果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撞开，一名职员火急火燎地冲了进来，说上头突然改了规矩，原本下周才交的月报，今天下午1点前就要交上去。这下办公室彻底乱套了，卡莱布不在，光靠埃德蒙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。看着堆成山的公文，这个一向高傲的副团长竟然急得想直接放弃。艾娜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主动提出要帮他一起分担。谁知埃德蒙不仅不领情，还一脸轻蔑地反问：“你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，能帮上什么忙？”这话一出，艾娜的脾气也上来了。她直视着埃德蒙的眼睛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信任我，但如果现在不处理，最后倒霉的可是整个骑士团。”她告诉埃德蒙，自己以前专门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，这种程度的工作完全不在话下。看着艾娜那副自信的样子，埃德蒙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面对艾娜的提议，埃德蒙第一反应还是怀疑，他觉得这大小姐是在演戏，想通过这种方式讨好她，好换取她在团长面前的美颜。艾娜听完直接气笑了，她当场拆穿了埃德蒙的伪装，直言他本来就讨厌自己，何必再撒这种一戳就破的谎。这下轮到埃德蒙慌了，在那语无伦次的拼命否认，虽然心里1万个想罢工，但为了不给卡莱布添麻烦，艾娜还是耐着性子坐了下来。随着羽毛笔在纸上飞快划过，原本杂乱无章的数据竟然开始变得井井有条。埃德蒙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他本以为艾娜只是在装样子，没想到她不仅懂行，而且处理速度比专业人士还快。这种复杂的月报计算，很多老手都会头疼。看着艾娜专注工作的侧脸，埃德蒙心里的偏见彻底碎了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娇弱的大小姐，竟然真的有这种真本事。这打脸来的实在是太快了。看着艾娜递过来的文件，埃德蒙心里五味杂陈。以前这些活儿全是团长和他硬扛，要是没有艾娜帮忙，今天他恐怕真的要彻底搞砸了。想起自己之前听信那些传闻，觉得艾娜只是个空有美貌的花瓶，埃德蒙现在只觉得无地自容。这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让他觉得自己既狭隘又可笑。他破天荒地开口夸奖，说这份报告做得非常出色，甚至主动提出剩下的活儿他来跑，让艾娜赶紧去休息。这态度转变的让艾娜都愣住了。等埃德蒙从会议室回来，事情已经全部搞定。他告诉艾娜今天可以提前下班，这简直是意外之喜。艾娜高兴得差点没蹦起来。虽然临走时埃德蒙又恢复了那副闷葫芦的样子，一句话也不肯多说，但艾娜已经不在乎了，反正工作已经完成，剩下的她爱咋咋地吧。就在艾娜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埃德蒙突然在身后叫住了她，那语气听起来急促又紧张，像是憋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非要现在说清楚不可。艾娜停下脚步回头看去，只见埃德蒙双手撑着桌子，整个人僵在那里半天没动静。办公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，这阵仗让艾娜心里直打鼓。结果等了老半天，埃德蒙才支支吾吾地挤出一句：“祝你周末愉快。”说完这话，他整个人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。艾娜站在原地彻底凌乱了，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憋了这么久的劲儿，结果就为了说这一句客套话。虽然心里满是问号，但艾娜还是礼貌地回了一句：“你也是。”习惯这东西真是挺可怕的。明明是周末，艾娜却大清早就醒了，想睡个懒觉都睡不着。既然睡不着，她干脆起来给花浇浇水。没想到这盆茉莉花竟然已经悄悄打花苞了。看着花，她不由得想起了瑞尔和维洛卡，也不知道剧团里的大家现在过得怎么样了。既然心里这么惦记，那还犹豫什么？干脆直接去见他们好了。她换好衣服，推门而出，这才突然意识到，自从来到这里，她还没好好逛过这地方呢。艾娜正愁着去哪找马车，结果一抬头，竟然在街上撞见了卡莱布。这大周末的，他居然还在带队巡逻。还没等艾娜想好要不要打招呼，对方倒先开口了。既然碰上了，卡莱布便顺口问了一句：“他这是打算去哪？”艾娜下意识回答要去剧团，可话一出口，她就后悔了。前几天剧团的人还在议论她的身份，万一被卡莱布知道自己以前是个演员，他会怎么想？艾娜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干脆直接试探着问：“您会介意我去剧团这种地方吗？毕竟我已经不是演员了。”卡莱布停下脚步，看着他的眼睛，低声说：“而且……”艾娜心里乱糟糟的，明明并不后悔当过演员，可一想到世俗的眼光，她就开始变得畏首畏尾，甚至连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。卡莱布看出了她的顾虑，他并没有讲什么大道理，而是直接问了艾娜一个问题：“你自己讨厌演员这个职业吗？你会觉得这段经历丢人吗？”艾娜沉默了片刻，随后坚定地回答：“不，我热爱他，那是他从小到大的梦想，哪怕别人再怎么看不起，他也没法违心地说讨厌。”听到这个答案，卡莱布露出了理解的目光。他说：“既然你都不觉得羞耻，那我当然也不会介意。职业从来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”最后这句话彻底击中了艾内的心。卡莱布轻声告诉他，以后在他面前，他再也不需要隐藏真正的自己了。艾娜本想就此道别，可卡莱布却突然叫住了他，说是不放心他一个人，非要亲自送他过去。艾娜有些意外，毕竟卡莱布刚巡逻完正要回家，而且他这一去可能要待到很晚才回来。可卡莱布却表示完全没关系。
结果两人一上马车，气氛立刻就变了。这车厢比想象中要挤得多，稍微一晃动，两人就会不小心碰到一起。艾娜坐在旁边动都不敢动，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。早知道这么尴尬，刚才真该坚持自己一个人走。卡莱布似乎察觉到了他的局促，他主动往旁边挪了挪，轻声对艾娜说：“要是觉得不舒服，可以先靠在他身上休息一下。”这下艾娜更不知所措了，她赶紧摆手拒绝，生怕自己做出什么失礼的举动。好不容易到了剧团门口，艾娜赶紧拍了拍脸，提醒自己清醒一点，总不能一直这么心不在焉的。看着墙上的演出海报，艾娜想起这剧本，她以前读过，不过现在可不是怀旧的时候。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要是带着卡莱布这种大人物进去，休息室的朋友们非要吓坏不可。为了不让大家感到不自在，艾娜只能硬着头皮商量，能不能请卡莱布先去观众席坐会儿，自己想单独去见见老朋友。没想到对方答应的非常干脆。安顿好卡莱布之后，艾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她轻手轻脚地走向休息室，心里还在偷笑，待会儿大家见到她肯定会大吃一惊。推开大门，屋里坐着的正是维洛卡。艾娜笑着打了个招呼：“老朋友，我回来了。”维洛卡一见到艾娜，就激动地拉住她的手不放，抱怨她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大家。艾娜只能无奈地解释，最近实在是忙得脚不沾地。聊着聊着，维洛卡突然提到了那个讨厌的子爵，说他最近还专门跑来确认艾娜是不是真的已经辞职离开了。提起这个男人，艾娜脸上的嫌弃根本藏不住。为了换个心情，艾娜赶紧祝贺维洛卡当上了主角。两人正开着玩笑要花束呢，休息室的大门却被猛地推开，瑞尔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。还没等大家叙旧，瑞尔就带来了一个糟糕的消息，剧团的新人李娜突然晕倒了，而且她今天要演的角色非常关键，要是她上不了场，接下来的演出根本没法进行。维洛卡这下也慌了神，李娜虽然只是个配角，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事，简直是要了剧团的命。距离开演只剩15分钟，瑞尔急得团团转，这种时候取消演出，对剧团来说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，艾娜突然开口了，她不仅对剧本了如指掌，甚至连角色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看着大家惊讶的表情，艾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既然没人能上场，那就由她来顶替伊莎贝尔的角色。与此同时，坐在观众席的卡莱布正盯着墙上的时钟皱眉。艾娜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，难道是出了什么意外？他正准备起身去后台寻人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随着灯光亮起，这场备受瞩目的好戏终于开场了。艾娜站在舞台中央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角色当中。她对着空无一人的方向，声情并茂地呼唤着爱人的名字，那股子劲头瞬间就把全场观众的情绪给带走了。可就在这时，台下的卡莱布却像是发现了什么，他死死盯着台上的身影，嘴里下意识地呢喃出一个名字：艾娜小姐。舞台上的这出戏演的是一对被家族强行捆绑的怨侣。瑞尔冷冷地说：“我根本没打算娶你。”哪怕艾娜苦苦哀求，也只换来他无情的推搡。这下台下的观众都看入迷了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位冷酷的少爷心里早就有了别人。舞台上的女主角终于明白，原来对方心里早就有人了，所以才一直拒绝自己。但她没有选择报复，而是优雅的转身离开，决定回去继承家业。这剧情虽然看着解气，但在那个年代，现实往往比戏里残酷得多。台下的卡莱布已经看入迷了，他发现台上的艾娜简直跟变了个人一样。这种判若两人的演技，让他心里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这真的还是那位奥蕾小姐吗？艾娜低声问他：“你真的不介意我加入剧团吗？我还以为你会第一个反对呢。”卡莱布看着台上的艾娜，心里其实挺受震撼的。他是真的热爱演戏，可当初为什么要放弃呢？后台这边已经乐开了花，维洛卡拉着艾娜的手说：“多亏有他在，这场演出总算没搞砸。”艾娜倒是很冷静，提醒大家还没到庆祝的时候，得赶紧准备下一场。好不容易能一个人喘口气，艾娜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好像把什么大事给忘了。就在这一秒，她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坏了，卡莱布大人还在等着呢。她提着裙子就开始狂奔，这下麻烦真的大了。艾娜一路小跑赶过来，连连向卡莱布大人道歉，说是因为后台出了意外，自己临时救场才把约定给忘了。她急得不行，生怕对方觉得自己没礼貌，毕竟这事儿确实是她理亏。可没想到卡莱布一点没生气，反而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问她是不是刚下台就跑过来了。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连舞台妆都没来得及卸，现在这副样子肯定很奇怪。结果卡莱布却轻声说：“一点也不奇怪，你现在很漂亮，不仅是现在，刚才在台上的你也同样迷人。”这一击之球直接把艾娜给整不会了，她愣在原地半天没说出话，看着卡莱布那副温柔的样子，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：这位大人不仅没发火，说话还这么好听，这真的没问题吗？卡莱布大人这波攻势太猛了，他说自己不太会说话，但刚才说的每一个字全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。艾娜这下脑子全乱了，以前听到的那些夸奖大多是些油嘴滑舌的客套，可眼前这个男人的真诚让她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。就在这气氛刚要拉满的时候，维洛卡和瑞尔突然杀了出来，大老远就开始喊艾娜的名字。维洛卡这个大喇叭一眼就盯上了旁边的卡莱布，还当众调侃说：“这不是之前帮过你的那位帅哥骑士吗？”艾娜尴尬的想原地消失，赶紧拦住维洛卡：“别再说了，这要是让卡莱布大人误会，那可就真的解释不清楚了。”原本浪漫的二人世界瞬间变成了大型社死现场。艾娜一边摆手一边否认，这局面真是越抹越黑。瑞尔看着艾娜
要跟别人走，心里虽然有点不是滋味，但还是礼貌地道了别。维洛卡倒细心，提醒艾娜妆都花了，艾娜赶紧跟卡莱布大人请假，说自己去补个妆，马上就回来。卡莱布倒是很有耐心，轻声说没关系，他会一直在这里等。等艾娜收拾好准备离开，卡莱布还贴心地问了一句，就这样跟朋友分开没关系吗？艾娜笑了笑，说今天能见一面已经足够了。可就在两人转身要走的时候，瑞尔突然一路小跑追了上来，看样子是有什么急事。他停在艾娜面前，犹豫了半天才开口问，之前送你的那盆茉莉花你现在还在养着吗？艾娜愣了一下，随即温柔地回答说，放心吧，它长得很好，最近都已经开始冒花苞了。瑞尔听说花快开了，笑得特别温柔，还祝愿那些花能开得漂亮。可伊娜这会儿心思完全不在花上，她总觉得瑞尔在卡莱布面前整个人都变得拘谨了不少，这气氛实在是太尴尬了，她只想赶紧找个借口溜走。艾娜二话不说，拉起身边人的手就往外走，还不忘回头跟瑞尔告别，说下次有机会再见。可走着走着，艾娜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，手心里传来的温度怎么感觉这么烫手？她猛地低头一看，整个人直接僵在了原地，自己刚才走得太急，竟然没过脑子，直接抓住了卡莱布大人的手。艾娜吓得赶紧把手缩回来，语无伦次的拼命道歉，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可卡莱布却表现得异常淡定，不仅没生气，还温柔地叮嘱伊娜，让她在原地乖乖等自己回来。看着卡莱布大人突然走远，艾娜心里还在犯嘀咕，她平时总说自己要到处巡逻，该不会是又发现什么危险了吧？可结果呢？卡莱布竟然一转身，直接进了一家花店，这操作把艾娜彻底看懵了。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卡莱布已经捧着一大束花走到了面前，那是一束开得正好的郁金香。谁能想到，这个平时一脸严肃的男人，竟然也有这么浪漫的一面？这下艾娜是真的没话说了。她看着艾娜，语气温柔的不像话，能不能请你收下这束花？这下艾娜彻底乱了阵脚。难道卡莱布真的对自己有意思？可他明明是女主角的人啊，这种事想多了真的会出问题。卡莱布倒是很淡定，说这只是为了感谢他的精彩演出，虽然只是客套话，但艾娜还是赶紧收下花，免得自己再胡思乱想。卡莱布问，你喜欢这些花吗？艾娜点点头，说这些花真的很香。结果对方露出了一个温柔的笑，还说只要他喜欢就好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这种长相配上这种笑容，简直就是犯规。艾娜感觉自己快要招架不住了。不过这些郁金香好像有点奇怪，明明是黄色的花瓣，中心怎么会是红色的？卡莱布说，这种花叫芒果郁金香，在花店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非送给他不可。这男人又在散发魅力了。艾娜赶紧道谢，说一定会好好珍惜。随后两人准备打道回府，卡莱布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去，结果一上马车，艾娜就后悔了，这空间实在是太挤了，简直是在挑战她的心理极限。她正坐立难安呢，卡莱布突然开口了，说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他，这语气听着可不太寻常。卡莱布犹豫了半天，终于问出了口，既然那么热爱演戏，为什么要放弃事业来当助手呢？艾娜沉默了，虽然心里万般不舍，但为了继承家族的名号，她根本没有别的选择。幸好伊娜早有准备，把伯爵搬出来当挡箭牌，说是为了报答养育之恩，才不得不来当这个助手。卡莱布听完没再多问，可他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反而让艾娜心里直打鼓。难道是自己刚才语气太重了？结果卡莱布突然问起莎拉这个名字是不是昵称，因为他在剧院听别人都这么叫她。艾娜解释说那是她的艺名，其实从在孤儿院的时候起，她就一直叫这个名字了，只是这些往事没必要全说出来。卡莱布接着追问，剧团里难道没人知道她的真名吗？艾娜无奈地摇摇头，毕竟贵族演戏这种事传出去名声可不太好听，所以她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不能公开的秘密。艾娜在心里捏了一把汗，刚才差点就把皇太子的事说漏嘴了，幸好卡莱布没听出什么破绽。两人在门口客气地道了别，卡莱布表现得非常有绅士风度，非要亲眼看着艾娜进屋才肯离开，这种被人护送的感觉让艾娜心里泛起了一阵涟漪。回到房间后，艾娜迫不及待地找来剪刀，想把这束芒果郁金香插进花瓶，毕竟这是她亲手送的礼物。女仆一眼就认出了这种花，还好奇地问是不是艾娜自己买的。艾娜随口回了一句是别人送的，没想到女仆的表情突然变得很微妙。女仆压低声音说，送这种花的人可真是少见，因为黄色郁金香的花语其实代表着单恋。这下轮到艾娜愣住了，卡莱布送这种花到底是有心还是无意？原来女仆刚才话没说完，普通的黄色郁金香确实是单恋，但这种芒果郁金香花语竟然是害羞的告白，听着既可爱又有点撩人。艾娜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害羞的告白。虽然觉得卡莱布肯定没想那么多，可看着这满屋子的花，她还是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。到了第二天上班，办公室的气氛突然变得有点怪。平时那个冷冰冰的副团长埃德蒙竟然主动清了清嗓子，笑眯眯地跟伊娜打招呼。他不仅问候艾娜周末好不好，语气还客气得让人起鸡皮疙瘩。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艾娜心里瞬间有了数，看来是因为那份报告立了功，要不然以埃德蒙那性格，估计现在还把他当空气呢。这职场变脸速度也是没谁了。艾娜本来想装作若无其事，可卡莱布一走进办公室，昨晚那个害羞的告白就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乱转。她拼命想把这些念头甩掉，强迫自己盯着手里的文件，毕竟现在是办公时间，绝对不能因为一束花就乱了阵脚。
可还没等他静下心来，就感觉到背后有一道视线正死死地锁在自己身上，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他根本没法装作没发现。艾娜猛地一回头，发现盯着他的竟然是埃德蒙。这家伙不仅没有要走的意思，反而变本加厉地凑了过来，两人就这样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埃德蒙这副欲言又止的怪样子，到底又是想耍什么花招？艾娜这会儿只想赶紧溜，一上午都因为花语的事心不在焉。幸好卡莱布下午去训练场了，只要能顺利走出这道门，他就能回家好好冷静一下。谁知道刚要出门，埃德蒙竟然鬼魅般的出现在身后，这一声招呼差点没把艾娜的魂给吓飞了。这人不是应该在训练场待着吗？艾娜还没来得及发火，埃德蒙接下来的举动直接让他看傻了眼。这个平时眼高于顶的副团长竟然当场来了个90度大鞠躬，他扯着嗓子大喊，说自己之前听信谣言太无理，所有的错都在他一个人身上。这声音大的估计半个走廊的人都听见了。看着眼前这个拼命道歉的男人，艾娜彻底凌乱了。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吗？埃德蒙低声下气的道歉，看这架势，他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虽然他的态度确实变了，但上周受的那些委屈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抹掉的。他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我不接受。”这下轮到埃德蒙傻眼了。艾娜接着把话挑明：“我做这些只是为了骑士团，至于你怎么看我，根本一点都不重要。”这番话简直是杀人诛心。刚才还信誓旦旦的男人，现在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就在气氛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卡莱布突然现身，一开口就火药味十足，直接问埃德蒙在这磨蹭什么。埃德蒙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卡莱布就下了逐客令，让他赶紧回操场训练。至于艾娜，他要亲自护送回去。这下埃德蒙彻底急了，竟然想跟团长抢人，主动提出要由他来送。结果伊娜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心想让你送那不是更糟糕吗？艾娜一点面子都没给，直接拒绝了埃德蒙，说既然团长先开口了，就不麻烦副团长大人了。看着两人走远的背影，埃德蒙就算再不甘心，也只能乖乖停令回去。走在回程的路上，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，平时高冷的卡莱布今天怎么突然这么体贴，竟然还亲自送她回家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卡莱布突然停下脚步，语气平淡地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结果对方直接丢出一记重锤，说刚才在办公室的时候就发现他一直在偷偷盯着他看。这下艾娜彻底慌了，原来自己的那点小动作早就被人家抓了个正着，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。他在心里疯狂吐槽自己，明明是因为在意那束花的意思才忍不住多看了几眼，谁能想到这男人竟然观察得这么仔细。为了掩饰刚才偷看的尴尬，艾娜赶紧找了个话题，说起上周她送的那束郁金香，夸那花开得漂亮，把整个屋子都照亮了。她在心里疯狂吐槽自己，这话题转得也太生硬了，简直像个语无伦次的疯子，就等对方开口嘲笑他了。可谁知道卡莱布不仅没笑话他，反而眼神温柔地看着他，说真心希望那些花能让他每天都心情舒畅。这下艾娜彻底没招了，本以为会等来一顿冷嘲热讽，结果却撞进了对方的温柔乡里。这男人体贴起来简直让人毫无招架之力，他感觉整个人都不对劲了。这种莫名其妙的悸动让他心里乱成了一团麻，只希望这阵热度赶紧退下去，千万别是真的动了心。大清早刚到皇宫，艾娜就被埃德蒙给拦住了。这家伙手里拿着东西，非要塞给艾娜，求她务必收下。艾娜连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让他吃了闭门羹，说昨天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，现在他要进去工作，请他赶紧让路。埃德蒙这下急了，跟在后面不依不饶，说以后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把关系搞得这么僵，收个礼交个朋友不好吗？艾娜突然停下脚步，冷不丁问了他一个问题，说要是有人想动手打他，那该怎么办？这话一出，埃德蒙当场就炸毛了，扯着嗓子大喊，说哪个疯子敢动他一根汗毛，他绝对饶不了对方。看着他这副激动的样子，艾娜赶紧摆手解释，说这只是个假设而已，让他别这么大惊小怪。这男人的反应实在是有点过头了。艾娜正一脸冷静地讲道理，说自己以前帮过忙，不代表现在就要无条件原谅。他本想让埃德蒙识相点，赶紧让开别再纠缠，可谁能想到埃德蒙眼看软的不行，竟然直接使出了杀手锏。他大喊一声奥蕾小姐，然后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，这一跪力道可不小。艾娜在旁边看着都觉得膝盖疼，这男人为了求原谅，真是一点面子都不要了，跪在地上死活不肯起来。艾娜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赶紧劝他先站起来说话，结果埃德蒙竟然开始耍无赖，非要艾娜先答应原谅他，否则他就赖在地上不起来了。艾娜这下彻底崩溃了，堂堂贵族出身的骑士，竟然在大庭广众下完这一套，这男人的自尊心怕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。面对跪地不起的埃德蒙，艾娜态度依然很坚决，说不管他现在做什么，自己都绝对不会原谅。要是他当初能稍微客气点，事情也不至于闹成这样。谁知道埃德蒙这人的脑回路简直跟正常人不在一个频道，他居然一脸认真的总结说，只要从现在开始喜欢艾娜，并且加倍对她好，就能换来原谅。艾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对话方向怎么突然跑偏了？他明明是在下最后通牒，结果这家伙居然在那自我攻略，还一副找到了财富密码的样子。看着埃德蒙在那越说越起劲，艾娜干脆顺水推舟，给他画了个看得见摸不着的饼，让他试着去追求自己，说不定哪天他心情好，真的会改变主意。
其实伊娜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，她压根就没打算原谅这个混蛋。现在这么说，纯粹是想看他白忙活一场，让他也尝尝被人耍的滋味。埃德蒙这辈子都没这么纠结过。作为侯爵家的宝贝儿子，从小到大只有别人求他的份，哪有他求别人的时候？艾奈提的那个要求，简直让他怀疑人生。虽然心里100个不理解，但他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去干。毕竟之前确实是自己理亏，如果不把这事儿解决了，以后每次见到艾娜，他心里那道坎都过不去。就在他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，第二天一见面，局面就彻底失控了。艾娜一推开门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，满屋子堆成山的礼盒，闪得他眼睛都要花了。这阵仗简直像是要搬家。就在他发愣的时候，埃德蒙一脸得意地凑了过来，还邀功似的问他喜不喜欢。原来这家伙为了让他回心转意，竟然把听说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全都一股脑买了下来。艾娜听完只觉得一阵头大，这男人的直男审美简直是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他昨天只是随口一说，结果他今天就用力过猛，搞出这么个大场面。看着埃德蒙那负求表扬的表情，艾娜实在忍不住了，直接告诉他完全误会了意思，这种暴发户式的礼物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。可埃德蒙居然还觉得委屈，大喊着说连盒子都没拆，怎么就知道不喜欢呢？看着桌上这些名牌货，艾娜连拆都懒得拆，直接让埃德蒙把东西拿走，说这些香水首饰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。埃德蒙还在那委屈巴巴，觉得这些都是最火的单品，怎么就入不了他的眼呢？他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这种砸钱式的追求只会让艾娜更反感。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推开了，卡莱布团长正好装个正着，看着满屋子的粉红礼盒，他整个人都愣在了门口。这下场面可就精彩了。卡莱布指着桌子问是怎么回事，还没等艾娜开口解释，埃德蒙竟然一脸坦荡的承认，说这些全是他送的礼物。艾娜在一旁听得想撞墙，虽然这家伙说的是实话，但在上司面前搞这一出，简直就是大型修罗场现场，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看着满屋子的烂摊子，两个男人竟然抢着献起殷勤来。埃德蒙刚想动手清理，卡莱布团长也跟着凑热闹，非要一起当这个搬运工。卡莱布还特别体贴，让艾娜只管在旁边坐着休息，这种粗活累活交给他们男人来办就行。艾娜只能愣愣地坐下，看着这两个身份尊贵的男人在屋里忙前忙后，虽然坐着挺舒服，但艾娜心里的小算盘可没停。看着埃德蒙那富卖力的样子，她心里暗暗冷哼，既然这家伙想求原谅，那就让他多当一会儿苦力。反正道歉这种事可不是送几件礼物就能完的。艾娜决定先不表态，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折腾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再说。埃德蒙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那个女人对自己改观？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？刚回到家，父母还没回来，倒是先碰上了妹妹薇薇安。看她这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说是刚参加完茶会回来，还真是够巧的。可谁能想到，就在4个月前，薇薇安才刚经历过一场意外，那次坠马受伤，差点要了她的命，也成了全家人挥之不去的阴影。埃德蒙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要是再这么放任薇薇安胡闹，迟早要出大乱子。可家里人根本没当回事，父亲还劝他大方一点，毕竟那是亲妹妹，没必要为了外人太计较。谁能想到薇薇安居然胆大包天，直接闯进了骑士团，他打着哥哥的名号到处招摇，甚至惊动了整个团里的人。这下埃德蒙彻底坐不住了，他冲过去一把拦住薇薇安，当众大声质问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真以为这里是你家后花园吗？那一幕埃德蒙记得清清楚楚，当时的薇薇安简直像疯了一样，非要吵着去见公爵，甚至觉得只要见一面，对方就会无可救药的爱上他。这种不正常的执念让埃德蒙至今都感到后怕，他绝不能让妹妹再去给团长添麻烦。回到现实，薇薇安又换上了一副乖巧的面孔，主动邀请他一起吃晚饭，还想聊聊茶会上的见闻。可埃德蒙根本不想接话，他冷淡地拒绝了所有提议，只想赶紧离这个麻烦近远一点。他本以为自己已经说得够清楚了，薇薇安应该不敢再乱来，可他心里还是没底。与其在这儿浪费时间，不如赶紧去办正事。他带上一大堆精心准备的礼物，再次敲开了艾娜的房门。艾娜刚回到房间，看着整整齐齐的桌面，心情总算稍微放松了一点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，他还以为又是办事处的人过来找麻烦的，可一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了一下，门口站着的居然是一个从未见过的金发少女。对方看到艾娜的一瞬间，整个人僵在原地，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艾娜正纳闷自己有这么吓人吗？结果下一秒，这姑娘居然瞬间换了一副面孔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这变脸的速度简直比专业演员还要夸张。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看着通身的打扮和长相，绝对是个养尊处优的贵族小姐。可她无缘无故找上门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薇薇安主动开口，说自己是埃德蒙的妹妹。艾娜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礼貌地告诉他，埃德蒙这会儿正在操练，如果想见他，可以先等等。可谁知薇薇安却语出惊人，她说自己根本不是来找哥哥的。这下把艾娜彻底整糊涂了。既然不找人，那他大老远跑来干什么？还没等艾娜问个明白，埃德蒙竟然直接闯了进来。他看起来气得不轻，当众喊出了那个名字：薇薇安·维塞尔。听到这个名字的一瞬间，艾娜整个人都定住了。这个名字她听过太多次了。原来眼前这个不速之客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贵族小姐，她就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。埃德蒙一进门就炸了，他当场质问薇薇安是不是又打着他的旗号偷偷跑来见团长了。他之前明明警告过很多次，可薇薇安显然没当回事。这下埃德蒙是真的动了火，局面瞬间变得非常难看。
薇薇安眼看躲不过去，竟然开始倒打一耙。他说自己是听到了传闻，才特意跑过来确认的。他指着旁边的艾娜，非说艾娜就是哥哥的情人，甚至还把礼物的事也扯了进来。这盆脏水泼的真是猝不及防。艾娜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，自己明明只是来办正事的，怎么莫名其妙就成了别人的情人？这躺枪的速度也太快了。埃德蒙赶紧出面澄清，生怕薇薇安的胡言乱语会彻底得罪了艾娜。他现在只想知道妹妹费尽心思跑这一趟，到底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埃德蒙现在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，他只想赶紧把这个麻烦精带走，省得他在骑士团继续丢人现眼。可薇薇安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弃，他死死拽着不肯走，非说自己找艾娜有非常重要的私事，还保证绝对不会再惹麻烦。艾娜在一旁听得直纳闷，自己跟这位大小姐素不相识，她能有什么私事要跟自己谈？难道除了那些流言蜚语，她还有别的目的？埃德蒙根本不信这一套，在他看来，薇薇安这种不请自来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把他的脸丢光了。他强行拽起薇薇安就要往外走，完全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，眼看场面就要失控。就在这时，一直沉默的艾娜突然出手了，她轻轻拉住了埃德蒙，示意他先停下来。既然这姑娘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艾娜也想亲耳听听这位传说中的女主角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当哥哥的根本不想废话，直接把人丢给艾娜处理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薇薇安赶紧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说自己哥哥平时就这么冷血，要不是艾娜帮忙，他今天肯定要倒大霉了。艾娜看他哭得梨花带雨，顺口问了一句：“你跟你哥关系这么差吗？”薇薇安一边摇头否认，一边亲昵地拉住艾娜道歉，说给艾那天麻烦了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艾娜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因为她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从头到尾根本就没告诉过薇薇安，她的名字叫艾娜。艾娜直接开口试探，问她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。薇薇安这理由找得挺快，说是刚才在走廊的礼物盒上看到的，还一脸委屈地道了个歉。就在气氛最尴尬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卡莱布公爵推门而入，艾娜一眼就盯上了他腰间的剑鞘，还没等他开口说话，公爵倒先愣住了，显然没料到屋里还有别人。薇薇安的反应比谁都快，立刻换上一副笑脸，主动向公爵介绍起自己。这变脸的速度让旁边的艾娜都看呆了。卡莱布公爵可没那么好糊弄，他盯着薇薇安，直接开启了审讯模式，问他是不是为了副团长来的。薇薇安赶紧撇清关系，说自己是专程来找艾娜小姐的。可公爵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他没法接了。公爵冷冷地问：“既然你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，又没有提前预约，凭什么直接闯进来？”薇薇安支支吾吾半天，才找了个蹩脚的借口，说听说哥哥送了艾娜一份大礼，他只是好奇想来看看。这话一出，公爵的脸色彻底沉了下去。他直言这种私人恩怨根本不配带到这里来，他甚至怀疑薇薇安是怎么混过正门守卫的，最后连个台阶都没给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，让他立刻消失。艾娜在一旁看得真切，虽然在原剧情里卡莱布公爵就对薇薇安没兴趣，但现在这态度简直比冰块还要冷。薇薇安自知理亏，道了个歉就想赶紧溜，公爵倒是维持了最后的体面，问他需不需要安排护卫送回去。等薇薇安彻底离开，公爵立刻转头询问艾娜，副团长刚才有没有找他麻烦？听说对方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。艾娜赶紧摇头说没事，公爵却一脸严肃地叮嘱他，以后再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人，连见都不要见，直接让人把他们撵出去。要是对方不肯走，就直接报他的名字。艾娜听着这严厉的评价，心里却很清楚，再过几个月，公爵的想法恐怕就要大转弯了。艾娜突然想起一些奇怪的记忆，在那个所谓的前世里，评论区因为她的出现全都炸锅了，读者们都在疯狂吐槽，说她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配角，竟然抢了女主角薇薇安的风头，甚至连公爵都在护着她。大家都在担心剧情是不是要往恶毒女配的方向发展，可伊娜心里比谁都清楚，她压根没想过要插足那两人的感情，更不想当什么反派。就在她想得出神时，埃德蒙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，把她吓了一跳。艾娜无奈地摇摇头，说怎么每次见他都这么一惊一乍的？不过这都不重要。埃德蒙直接递过来一个精致的礼盒，让他收下。埃德蒙说是薇薇安托他送来的，为了昨天的冒失专门道歉。艾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试探着问他是不是和薇薇安有过节。埃德蒙叹了口气，决定不再隐瞒。他说自己去年简直遇到了噩梦，有个女人像疯了一样跟踪他，不仅私闯他的办公室乱涂乱画，甚至还在外面到处造谣。那个女人不仅自称是他的未婚妻，甚至还谎称怀了他的孩子，搞得埃德蒙现在对女人都有阴影了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父母对他昨天的反应那么敏感。埃德蒙一脸无奈的道歉，艾娜听完人都傻了，这遭遇确实够惨的，但他很快反应过来，薇薇安之前的那些行为跟那个跟踪狂简直一模一样，看来薇薇安和埃德蒙之间绝对不简单。埃德蒙随口提了一句，薇薇安在4个月前坠马受过伤，从那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，甚至还冒用埃德蒙的名字偷偷混进了骑士团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4个月前，这时间点也太巧了，看来薇薇安也觉醒了前世记忆，因为觉得以前的行为太丢人，所以才拼命躲着卡莱布公爵。可奇怪的是，既然想躲，为什么又要冒着风险去见公爵？更反常的是，卡莱布他竟然对薇薇安一点兴趣都没有，这跟原著剧本完全对不上。
看着眼前的局面，艾娜第一次感到害怕。如果这些角色都不按套路出牌，原有的剧情彻底崩坏，那她一直以来的努力可能全都要打水漂了。最糟糕的是，如果任务失败，那个阴沉的皇太子肯定会撕破脸，到时候别说完成契约，恐怕连命都要保不住了。埃德蒙发现不对劲，赶紧上前询问：“奥蕾小姐，你还好吗？”艾娜强撑着回答，说自己没事，可心里却乱成一团。如果薇薇安真的觉醒了前世记忆，那事情就彻底失控了。就在这时，艾娜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她想见见那位薇薇安小姐。埃德蒙愣住了，毕竟两人身份悬殊，怎么会突然想要见面？艾娜说是收到了对方的礼物，必须当面致谢。还没等艾娜缓过神，赫舍尔就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看他这副样子，显然是有什么急事。他二话不说，拉起艾娜的手臂就要往旁边带，结果用力过猛，反而把自己搞得手忙脚乱。赫舍尔支支吾吾的解释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想单独聊聊，还特意把人带到了僻静的花园凉亭。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艾娜也觉得奇怪，到底是什么事，非要躲着人说。赫舍尔沉默了半天，终于开口问了一句，说他听到了一个关于艾娜的传闻。这个传闻到底是什么？竟然能让一个军官紧张成这样？赫舍尔带来的消息简直离谱，他说外面都在传，艾娜马上就要结婚了。艾娜听完直接愣住，自己这个当事人怎么连个准新郎的名字都没听过？结果赫舍尔说出那个名字，竟然是埃德蒙·维塞尔。艾娜这才想起之前那堆莫名其妙的礼物，看来这事儿还真不是空穴来风。赫舍尔越说越激动，虽然埃德蒙是他的好哥们，但唯独这件事他绝对没办法原谅。就在气氛最紧张的时候，赫舍尔突然话锋一转，承认这其实只是个借口，他只是太想见艾娜了。这下轮到艾娜不知所措了。就在赫舍尔准备表白的时候，卡莱布突然出现了，这一声奥蕾小姐叫得两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卡莱布嘴上说着抱歉打扰，可眼神里全是审视，他盯着眼前的赫舍尔，直接问对方到底是谁。赫舍尔赶紧敬礼报上家门，说是第一骑士团的，可卡莱布根本不给面子，当场质问他找自己的队员干什么。这气场压制实在太强了，赫舍尔只能找个借口赶紧溜走。临走前那副局促的样子，显然是被这位团长吓得不轻。等外人一走，艾娜赶紧解释，生怕卡莱布误会了什么。结果卡莱布根本没提刚才的事，只是问他要的文件放哪了。可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，反而让艾娜心里更没底了。卡莱布嘴上说着不急，可眼神却一直盯着艾娜。他看出来艾娜正准备回家，竟然主动提出要送她一程。艾娜本来还有点犹豫，毕竟这位团长平时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可卡莱布却表现得很有耐心，甚至直言是因为刚才那个骑士才让他有机会和艾娜碰面。结果也是阴差阳错，艾娜自己的马车竟然先走了，这下没得选，只能硬着头皮坐上了卡莱布的车。狭窄的马车里，气氛安静的让人有点喘不过气。艾娜还在心里盘算着又欠了个人情，卡莱布却突然开口了。他盯着艾娜，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试探，问刚才那个叫赫舍尔的骑士是不是就是传闻中向他求婚的人。看来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这才是卡莱布真正想确认的事情。艾娜解释说自己以前在剧团待惯了，小姐这种称呼反而让她觉得别扭，还是听名字更顺耳。卡莱布听完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心思，他顺着话茬问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换个称呼？他想叫艾娜的本名，而不是那个冷冰冰的艺名。艾娜觉得这也没什么好拒绝的，毕竟人家也是为了让她自在点。可谁知道艾娜刚点头答应，卡莱布却突然没动静了，在那儿拖着下巴半天不说话。艾娜还以为他是把名字给忘了，正打算开口提醒，结果卡莱布憋了半天才说出那个让人意外的原因。原来这位威风凛凛的团长竟然从来没直呼过女性的名字，他既没有姐妹也没有女性亲戚，这方面完全就是一张白纸。这下轮到艾娜傻眼了，谁能想到平时杀伐果断的卡莱布竟然会在这种小事上卡了壳。卡莱布接着坦白，虽然他平时也会接触一些人，但从来没有谁能让他直接喊出名字。艾娜这下彻底愣住了，她在心里反复琢磨，难道自己真的是那个例外吗？她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还以为团长大人贵人多忘事，把他的名字给弄丢了。卡莱布听完立刻反驳，说那纯粹是个误会，他怎么可能记不住。就在这一刻，卡莱布终于轻声喊出了那个名字，艾娜。这一声呼唤比任何承诺都要重。卡莱布盯着他，说自己记得清清楚楚。这马车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塞尔文伯爵这次登门，表面上是老友叙旧，实际上是来打探消息的。他故意提起公爵送花的事，甚至连两人一起回家的细节都掌握得一清二楚。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自己的一举一动早就被人盯上了。这种密不透风的监视，让原本平静的茶会瞬间多了一丝寒意。看来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更加小心才行。说是秘密保护，其实就是变相的监视。塞尔文这番话根本没给艾娜拒绝的余地，他要求艾娜维持现状，不要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显然公爵府那边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。就在塞尔文准备离开时，他却突然停下脚步，问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。他盯着艾娜的眼睛，怀疑那抹金色是不是一直都存在。虽然艾娜用光线遮掩了过去，但这个细节恐怕已经引起了他的怀疑。总算把塞尔文这尊大佛送走了。艾娜刚想回书房松口气，结果屁股还没坐热，就被身后的声音吓得差点跳起来。埃德蒙这家伙走路简直跟猫一样没声音，明明敲了门，艾娜却因为伸懒腰太投入，硬是一点动静都没听见。这下尴尬了，刚才那副毫无形象的样子全被对方看在了眼里。
不过埃德蒙显然没心思开玩笑，他特意跑这一趟是为了薇薇安。薇薇安那边传回了消息，说是想跟艾娜见一面，而且诚意十足，时间地点全由艾娜说了算。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埃德蒙建议不要直接传话，而是用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，信鸽。说是信鸽，其实这小家伙长得跟麻雀似的，圆滚滚的样子，一下子就把艾娜给萌化了。埃德蒙解释说，用他传信比找人带话快得多，以后有什么秘密情报直接交给他就行。可谁能想到，艾娜居然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儿。看着他一脸认真的求教，埃德蒙也只能手把手开始演示了。埃德蒙先借了纸笔，打算现场演示一下怎么操作。他一边写一边解释，写好之后直接把信纸往小鸟嘴边送。艾娜原本还觉得这鸟挺可爱，结果下一秒这小家伙竟然张开血盆大口，咔嚓一下把整张信纸给吞了下去。这哪是信鸽啊，简直就是个活生生的碎纸机。看着小鸟鼓起来的腮帮子，艾娜整个人都看傻了。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埃德蒙说想取信也很简单，只要伸手挠挠他的肚子，这小家伙就会像反刍一样把信原封不动的吐出来。虽然这场面看着有点冲击力，但不得不说这封信确实完好无损，连个褶子都没有。只要把它放走，它就会自己飞回薇薇安手里。这种联络方式确实是既隐秘又安全。薇薇安一边演示一边解释，这种信鸽不仅聪明，而且认死理，只要在某个地方放飞过一次，它就一定会想方设法飞回来。艾娜正听得津津有味，感叹这魔法生物确实神奇。可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旁边的埃德蒙却突然换了个话题。他先是摆出一副严肃思考的架势，好像要请教什么国家大事，结果憋了半天，竟然冒出来一句：要怎么做才能让小姐喜欢我呢？这弯转的实在太快，艾娜当场就僵在了座位上。埃德蒙这一开口，直接把艾娜给整懵了。这突如其来的直球，到底是在告白还是在开玩笑？艾娜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，甚至开始怀疑这家伙是不是在故意撩人。结果看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好像是真的在发愁。原来他纠结了半天，只是想知道怎么才能被讨厌的人喜欢。这种笨拙的诚恳，反而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看着他一脸严肃的请教，艾娜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。其实根本不需要什么攻略，他大方的给出了答案。既然已经开始喜欢了，那之前的那些误会早就已经不重要了。艾娜这句喜欢，直接给埃德蒙发了一张好人卡。虽然只是朋友间的欣赏，但这家伙居然已经乐开了花。只要能维持现在的关系，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看着他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，艾娜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身体却先撑不住了，只是站了一会儿，竟然觉得腿软站不稳。看来这段时间光顾着动脑子，身体素质已经大不如前。以前在剧团的时候，可从来没这么虚过。这一步三晃的架势，让他彻底意识到，要是再不开始锻炼，这副身体迟早要出大问题。为了强身健体，艾娜决定重操旧业练剑。本以为这是最擅长的运动，结果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：这副娇生惯养的身体根本就没吃过这种苦，还没练几下，整个人就彻底累瘫了。就在他忍着浑身酸痛，打算去买点药膏的时候，埃德蒙突然冒了出来。看他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，显然心情相当不错。他还没聊几句正事，眼神就变得犀利起来，直接问艾娜是不是胳膊疼。这观察力简直让人压力山大。艾娜本来还想硬撑一下，没想到自己揉胳膊的小动作早就被对方看个正着，这下想瞒也瞒不住了。艾娜这回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刚才还硬气的拒绝了药膏，结果一转头，全身的肌肉酸痛就开始疯狂反扑。本以为书房里没人，正打算脱了鞋子放松一下，谁能想到卡莱布竟然在这个时候推门而入，这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。艾娜只能尴尬的躲在桌子后面，试图掩饰自己的狼狈。可他肌肉酸痛的事早就被埃德蒙传到了卡莱布耳朵里。卡莱布倒是没打算放过他，一脸严肃的追问到底哪里疼，甚至还提出要亲自检查一下。这关心的语气反而让艾娜心里更没底了。看着卡莱布那副认真的表情，艾娜心里直打鼓，这家伙该不会又要拿圣水来折腾他这副老骨头了吧？卡莱布这突然的一手，确实让艾娜有点措手不及。本以为只是简单的询问，结果他直接脱掉外套，这谁顶得住啊？艾娜表面上强装镇定，心里早就已经乱成了一团，只能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，千万别在这个时候露馅。卡莱布倒是心无旁骛，指挥着艾娜挪动椅子，还让她把袖子卷到肩膀。这认真的架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进行什么大手术。直到那双温热的手稳稳地按在酸痛的肌肉上，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他说的检查竟然是亲自上手按摩。这手法专业的让人意外，力道控制的刚刚好，原本紧绷的肌肉瞬间放松下来，那种酸爽又舒服的感觉，让艾娜连话都说不利索了。书房里的气氛不知不觉间变了味道，这种近在咫尺的距离，让接下来的每分每秒都变得格外漫长。艾娜发现自己根本没办法像刚才那样冷静，明明只是简单的按摩，可卡莱布的存在感实在太强。卡莱布这手法专业的让人有点不知所措。艾娜本来还觉得挺不好意思，结果人家一开口，直接把天聊死了。原来他平时在军营里也是这么照顾那帮新兵的，难怪动作这么熟练，合着这只是团长的分内工作。虽然听完心里踏实了不少，但这种被当成新兵对待的感觉，多少还是让人有点小纠结。可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卡莱布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又变了。他居然让艾娜把鞋脱了。脱鞋，艾娜整个人都懵了。虽然知道卡莱布肯定有他的理由，但这进展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卡莱布已经半蹲在面前，准备要帮他揉脚了。这下艾娜彻底坐不住了，按胳膊
还能说是帮忙？揉脚这姿势也太让人想入非非了。艾娜赶紧摆手拒绝，觉得这实在是太麻烦人家了。可卡莱布却一脸严肃说：“现在不揉开，以后只会疼得更厉害。”看着他那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艾娜只能在心里不停暗示自己：没错，他只是把我也当成了他的兵，这没什么好害羞的。当卡莱布的手稳稳拖住他脚踝的那一刻，艾娜知道这声谢谢今天是非说不可了。卡莱布突然叫了一声艾娜，原来是看他半天没反应，打算提醒他一下，接下来的操作可能更让人难为情。他想帮艾娜揉揉小腿，但这长裙实在是太碍事，只能开口问艾娜能不能把裙子往上提。艾娜这会儿脑子已经转不动了，只能机械的照做，心里还在想，要是让维洛卡看到自己这副样子，估计得被笑话一辈子。可就在他提裙子的时候，卡莱布却突然把头转了过去，语气里满是尴尬，甚至还道了个歉。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刚才那一下好像提的有点太高了，这下气氛真的是尴尬到了极点。艾娜这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，这里的规矩跟她以前想的完全不同。在这个地方，女人的裙摆从来不会短到露出大腿，哪怕是所谓的短裙，顶多也就露个脚踝。刚才那一瞬间的失误，在别人眼里恐怕已经是不得了的大事了。难怪卡莱布刚才反应那么大，甚至还一脸愧疚的不停道歉，觉得是自己太鲁莽了。等艾娜把裙子重新拉好，示意她可以继续的时候，气氛虽然缓和了一些，但另一种异样的感觉却冒了出来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艾娜总觉得卡莱布贴在她腿上的手心热得有些发烫。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卡莱布突然皱着眉头问了一句：“你这腿上的肌肉怎么会紧绷成这个样子？”面对卡莱布的疑问，艾娜只好坦白说自己最近突然练了练剑，结果身体一下子没适应过来。卡莱布显然没料到这位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大小姐竟然还会使剑。艾娜赶紧谦虚的摆摆手，说自己只是随便挥挥木剑，纯粹是为了防身。其实伊娜心里很清楚，在卡莱布这种顶级高手面前，自己那点三脚猫功夫还是别拿出来显摆了，免得让人家笑话。说起学剑的初衷，艾娜想起了自己的父母，那时候他们总是担心这世上坏人太多，女孩子家一定要有自保的能力。卡莱布听完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感叹道：“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善良，甚至连他自己也算不上什么好人。”听到这话，艾娜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她看着卡莱布认真的说：“如果你都不算好人，那这世界上恐怕就没好人了。”按摩终于大功告成，艾娜虽然感觉好多了，但看着地上的高跟鞋还是犯愁，甚至想出个馊主意，问能不能把后跟踩扁了凑合穿。卡莱布哪能看她这么糟蹋鞋，直接提了个更惊人的建议，让她穿自己的鞋试试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原来卡莱布在储藏室里还存了几双备用的平底鞋，虽然尺寸对艾娜来说大了不少，但总比那磨人的高跟鞋要舒服。艾娜有些不好意思，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添麻烦了。卡莱布倒是一点不在意，甚至还蹲下身子，亲手帮艾娜把鞋带系好，动作自然的就像在做一件小事，还一直安慰她别放在心上。艾娜换上这双宽大的男士靴子，试着走了2步，虽然看起来有点滑稽，但那种脚踏实地的舒适感让她忍不住露出了笑容。这下总算能正常走路了。就在艾娜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卡莱布又叫住了她，说还有个东西要送给她。接着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盒子，艾娜有些好奇的接过来，发现里面竟然是药膏。卡莱布解释说，这是他刚才在储藏室顺手带的，对缓解肌肉酸痛特别管用。他还不忘细心的叮嘱，让艾娜睡觉前涂在最疼的地方，这样明天起来身体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艾娜握着那盒药膏，心里一阵暖意。她再次轻声向他道谢。眼前的这个男人虽然话不多，但心思却比谁都细腻。看着卡莱布离去的背影，艾娜在心里默默感叹，果然没看错，他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。就在这时，窗外传来了动静，艾娜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不是给薇薇安送信的那只鸟吗？看来对方收到了暗号，信件被保存得非常完美，连一点水汽都没有沾上。薇薇安在信里说，听说要见面，她简直高兴坏了，正等着定下最后的时间和地点。看来这次主动出击比预想的还要顺利。约定的时间一到，艾娜准时出现在了咖啡馆，薇薇安早就等在那了，一见面就表现得特别热情。她说虽然在信里聊过，但还是没想到艾娜竟然会主动约她出来。艾娜也客气的回应，感谢对方能这么爽快的赴约。表面上看是名媛聚会，但真正的较量现在才正式开始。薇薇安一眼就看到艾娜胸前戴着的丝带，正是自己之前送的那条，这让她心情大好。艾娜一边应付着，一边在心里犯嘀咕，眼前的薇薇安跟以前那个胆小内向的女孩简直判若两人。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让艾娜不得不怀疑，难道对方也觉醒了前世记忆？就在这时，薇薇安突然提到了她哥哥，说是因为这次见面，那个平时冷冰冰的哥哥竟然破天荒的跟他聊了很多。看来这次聚会牵动的人可不止他们2个。薇薇安接着说，只要聊起艾娜，他那个平时话少的哥哥竟然能滔滔不绝讲上好几个小时。紧接着他话锋一转，艾娜提到了几个月前坠马的事，语气里满是担心，生怕留下什么后遗症。艾娜一边礼貌的回应，一边在心里盘算，虽然薇薇安看起来很正常，但还是得找个机会确认一下，看他到底记不记得前世的事情。于是艾娜顺着话茬问，康复的那段日子一定过得很无聊吧？这一句看似随口的关心，其实是他精心准备的试探。薇薇安笑着说，身体康复后他交了不少新朋友，
日子过得比以前热闹多了。艾娜顺势把话题引向深入，问他平时除了聚会，会不会去郊游或者看戏。这可不是随口一问，因为在艾娜的记忆里，薇薇安只有在觉醒前世记忆后，才会变得疯狂迷恋戏剧。只要薇薇安一点头，就能确定她也是个重生者，甚至能推断出原有的故事线到底有没有跑偏。薇薇安沉默了片刻，回答说：“虽然经常出门，但确实很久没去看过戏了。”听到薇薇安亲口承认喜欢看戏，艾娜终于确定对方确实带着前世的记忆。这下她总算松了一口气，虽然有些细节发生了变动，但大方向还没乱，该发生的剧情一个都没少。薇薇安起身后礼貌告别，说今天聊得非常愉快，随后便匆匆赶往下一个约会。这意味着所有人都会各就各位，皇太子也不会随便毁约，自己那条小命总算是保住了。看着空荡荡的座位，艾娜本该感到庆幸，可心里却莫名涌上一股苦涩，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是为了什么。路过的守卫随口提到，宫廷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这句话让艾娜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自从那天之后，他就一直刻意躲着卡莱布，要是现在撞个正着，两人肯定的结伴回去。他实在不想再面对那份温柔，更不想让自己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再次产生动摇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艾娜决定绕个远路，却意外闯进了一片隐秘的花园。看着满园盛开的鲜花，她紧绷的神经总算放松了下来。早知道有这么个好地方，一开始就该往这边走。难得有这么清静的时刻，艾娜正打算在花园里多待一会儿，好好享受这片刻的安宁。可还没等她走上几步，不远处的树丛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艾娜赶紧蹲下身子，躲进草丛，定睛一看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谁能想到，本该在参加会议的皇太子以诺，竟然会独自出现在这里？擅闯皇家禁地可不是小事。艾娜赶紧道歉，说自己真不知道这里是皇太子的私人花园。以诺却根本不打算罢休，他冷冷地说：“既然没经过允许就敢进来，就算现在要了你的命，也没人敢说什么。”气氛一下子降到了冰点。艾娜干脆直接问他：“所以你真的要杀了我吗？”没想到以诺却突然笑了，他说：“当然不会，毕竟你还有利用价值，怎么可能为了这点小事就除掉你？”本想找个借口赶紧溜走，结果以诺根本不放人，非要拉着艾娜去喝杯茶，这下想拒绝都难了。两人在花园坐下后，艾娜一口茶都没心思喝，直接开门见山的问：“殿下到底想找我谈什么？”以诺轻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既然你这么焦急，那我也没必要绕圈子了，确实有件事需要确认一下。”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，让艾娜把头往左边转一点。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以诺像摆弄玩偶一样，指挥着艾娜一会儿往左，一会儿往右，甚至还要她把头低下去一点。艾娜完全搞不懂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观察了半天，以诺终于开口了。原来他发现艾娜的眼睛在阳光照射下竟然会变成金色。艾娜觉得这理由简直离谱，既然想确认同色，当初在花园见面时直接问不就行了，何必现在搞得这么麻烦？以诺却解释说，当时光线太暗没看清。接着他又抛出一个更严肃的问题：这双眼睛是天生就会变色吗？艾娜摇了摇头说，并不是，这种奇怪的变化其实是这几个月才开始的。听到是这几个月才开始变色，以诺追问之前有没有什么征兆。艾娜摇了摇头，其实她心里很清楚，这变化就是从她变成艾娜那天开始的。以诺提议让她去神殿看看，艾娜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他说像自己这种身份，就算去了神殿，估计连祭司的面都见不到。这话一出，以诺的表情瞬间变得很严肃，他盯着艾娜问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为什么会觉得见个祭司很难？艾娜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自己真是脑子没转过弯，坐在对面的可是皇太子啊，对他这种大人物来说，见个祭司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？艾娜继续找借口解释，说自己没去神殿，是因为听说见祭司的大排场，反正身体也没什么不舒服，干脆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。看以诺半天没说话，艾娜试探着问还有没有别的事，结果以诺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直接拆穿说，你看起来真的很急着走啊。艾娜赶紧打哈哈，说家里还有一堆活儿等着呢。没想到以诺反手就是一个吐槽，既然家里这么忙，那你还有闲工夫出来散步？这一句话把艾娜噎得没话说。就在她尴尬的想找地缝钻时，以诺突然从怀里掏着什么，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，让艾娜先把手伸出来。艾娜正纳闷要手干什么，结果以诺拿出了一件东西，那是一个闪着微光的月亮吊坠。艾娜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竟然是传说中的圣物伊扎卡。看着以诺递过来的圣物，艾娜满脸疑惑地问，为什么要突然把这个给我？以诺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圣物在两人指间发光。可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以诺就迅速收回了手，语气冷淡的像变了个人。他说事情已经办完了，艾娜现在可以离开了。这逐客令下得太突然，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忍不住反问一句，这就结束了？难道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以诺却一脸平静的反问，不然你还想要什么反应？艾娜犹豫了一下说，刚才那个东西看起来分明就是神殿的圣物。以诺听完冷笑了一声，并没有否认，只是随口回了一句，你记性倒是不错，看来他这次试探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。以诺终于给出了交代，他说刚才那番试探只是为了确认一件事，那就是神之祝福是否还留在艾娜的身上。圣物刚才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以诺看着艾娜说，你之前提到眼睛会变色，其实这就是获得祝福的证明，只不过这种案例太少，普通人根本没机会听说。
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以诺干脆把真相全盘托出。他放下手中的茶杯，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，像是在交代一件关乎性命的大事。他盯着艾娜叮嘱道：“从这一刻开始，关于你眼睛变色的秘密必须烂在肚子里，绝对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。”就在艾娜准备离开时，以诺突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，他让艾娜留下一根头发。艾娜一头雾水，完全搞不懂要头发能干什么。以诺解释说，他打算用这根头发配合圣物伊扎卡做成一枚戒指，只要戴上它，艾娜的眼睛就不会再随便变色了。艾娜听得一愣一愣的，没想到世上竟然还有这种宝贝。以诺叮嘱她，过几天会找伯爵把戒指送过去，到时候一定要随身带着。以诺看着艾娜，语气里带着一丝后怕。他说，艾娜能平安活到现在，简直就是一个奇迹，因为这皇宫里到处都是疯子。那些所谓的学者和炼金术士，只要看到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就会不择手段的抓去研究。如果艾娜的秘密暴露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以诺的话越说越离谱，他说，如果被神殿发现这个秘密，艾娜很可能会被抓去关禁闭，从此变成一个没有自由的工具，只有在重大祭典的时候才会被拉出来露个脸。毕竟现在整个帝国只有大神官才拥有这种祝福，如果艾娜不想被当成囚犯对待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戴上那枚戒指，这样神殿的人顶多会好奇，却不敢随随便便动它。听到这里，以诺还不忘补上一刀，他说，如果艾娜更喜欢被关起来，那他也不介意被拒绝。这番话听得艾娜当场无语，这哪里是给建议，分明就是赤裸裸的威胁。艾娜在心里疯狂吐槽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自己哪里还有拒绝的余地？这根本就是没得选，她只能乖乖拔下一根头发，放在了以诺面前的手帕上。看着这根深紫色的发丝，以诺若有所思的感叹，自从收到伯爵的消息后，他就一直觉得不可思议，没想到这世上真的有人眼睛会变色。以诺心里很清楚，通常得到神之祝福的人，眼睛都会变成银色，可伊娜的眼睛却是独一份的金色。这种意象只有一种解释，那就是他曾向圣物许过愿，而且那个愿望已经实现了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事情的性质就完全变了。以诺没有片刻犹豫，立刻写好信件，并盖上了火漆印章。这个秘密必须马上送出去，而且动作要快。他冷声吩咐随从，找最稳妥的渠道，用最快的速度把信送走，绝对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随从低头询问，这封信要送到哪位大人手上？以诺看着窗外，语气里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果断。他说，送到阿特尔公爵里。马车一路颠簸，艾娜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这里的一切还是老样子。他盯着手上的戒指，虽然早就听说过他的传闻，但亲眼见到还是觉得不可思议。毕竟盯着这宝贝的人可不少，还好有他在，这一趟心里总算踏实点。马车缓缓停稳，看着眼前这片熟悉的建筑，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在哪见过这里。谁能想到，刚下车就撞上个老人家。艾娜赶紧伸手去扶，看到对方手背渗出了血，她想都没想，直接递出了自己的手帕。老人家连声感谢，却心疼弄脏了这么贵的料子。艾娜摆摆手，现在哪是顾着手帕的时候？看对方站都站不稳，艾娜提议带他去找医生，老人家却坚持说是老毛病，回家躺2天就好。这突如其来的小插曲，总让人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艾娜看老人家行动不便，主动提出送他回家，老人家笑眯眯的答应了，只夸她是个心善的好姑娘。可走着走着，艾娜发现周围越来越冷清，早就离热闹的集市好远了，这路越走越偏，根本不像是有住户的样子。她忍不住开口询问，老人家却只是指着前面，说转过这个巷口就到了。看着眼前黑漆漆的小路，艾娜心里直打鼓，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吗？这种地方真的会有人住吗？老人家突然停下脚步，语气瞬间变得冰冷。他说，地方到了。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巷子里走出来2个男人，一边数着赏钱，一边嘲笑他太容易上当。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是掉进贼窝了，而且看这架势，对方明显是冲着他来的。带头的男人冷笑着打招呼，说好久不见。艾娜却一脸茫然，根本想不起在哪见过他们。男人这下彻底火了，怎么，你居然把我们给忘了？对方越说越激动，原来这俩人以前被艾娜送进过大牢，现在是专门来寻仇的。他们看准了艾娜身边没人，觉得这荒郊野岭的连卫兵都救不了她，这次绝对逃不掉。艾娜终于想起来了，原来是这几个老熟人。可她心里一点都不慌，反而觉得这帮人挺可悲的，做了坏事不反省，居然还敢跑回来欺软怕硬，简直是卑鄙到了极点。看着对方那副嚣张的嘴脸，艾娜忍不住冷笑出声，这下轮到那俩混混猛了，死到临头了，这女人居然还笑得出来。谁说落单的贵族小姐好欺负？艾娜直接用行动告诉他们，到底是谁没搞清楚状况。她抡起手里的包，对着这俩混混就是一顿猛砸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把对方打得满地找牙。这俩人原本以为他是只呆宰的小羊，结果踢到了铁板上，被打得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地上掉出来一把匕首，艾娜眼神一冷，原来这帮人还带了凶器。这下她是彻底没耐心了，既然你们死不悔改，那今天就干脆一点，好好帮你们改改这臭毛病。看着艾娜一步步逼近，刚才还嚣张的混混这下彻底吓傻了，战斗结束的比想象中还快。艾娜拍了拍手，看着地上那俩倒霉蛋，一脸嫌弃地说，对付你们这种货色，连衣服都不用脱。她现在最心疼的是自己那双心爱的鞋子，刚才用力过猛，这双鞋估计是彻底报废了。正纠结要不要去叫卫兵，巷子外头突然传来了喊声，听动静是有人报了案，正带着人往这边赶。这下尴尬了，艾娜手里
还拎着缴获的凶器，要是被卫兵撞个正着，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，巷子口出现了一个神秘的身影，正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切。看着满地狼藉，艾娜赶紧先发制人，摆出一副受惊的样子，解释说：“声明一下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。”可话还没说完，对方竟然直接喊出了他的名字：“艾娜！”这下真是撞个正着。艾娜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卡莱布就出现在了身后。他说是巡逻时听见有人求救，才赶过来的。结果低头一看，地上躺着的正是上次找麻烦的那2个。卡莱布语气瞬间冷了下来，问这帮混蛋是不是又来威胁他了？艾娜愣了一下，没想到平时稳重的团长竟然也会说出这种狠话。看着地上的武器，卡莱布突然问了一句：“这帮人是不是拿刀威胁你了？”艾娜实话实说，东西是被抢了，但对方还没来得及动刀，就被他给放倒了。他心里正犯嘀咕，万一被当成暴力袭击者就麻烦了。没想到卡莱布直接弯腰捡起武器，提议要帮他改口供。他打算把这事儿全揽在自己身上，就说是他巡逻时出手教训了这帮人。毕竟他是禁卫队团长，这种事由他出面就是公事公办。要是换成艾娜，恐怕会被扣上防卫过当的帽子。艾娜最后还是决定听他的，但有个细节，他觉得必须得先交代清楚。他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终于坦白，刚才动手的时候，他往那人的命根子上狠狠踢了一脚。本以为卡莱布会觉得他下手太狠，谁知道他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：“干得漂亮。”在他看来，既然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，那这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了。就在这时，巡逻队的人终于赶到了，领头的戴夫一眼就认出了卡莱布，整个人都傻了。谁能想到，堂堂禁卫队团长，大半夜的竟然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？戴夫队长一见是卡莱布，立马站得笔直，大声报上了自己的名号。原来他是刚调来1个月的后辈，一直把卡莱布当成偶像，这会儿见到真人，激动的话匣子都关不上了。卡莱布倒是很冷静，直接打断了他的追星发言，让他先看看地上那2个惯犯。他特意交代，这2人有前科，必须得特殊照顾一下。戴夫拍着胸脯保证，绝对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随后便风风火火地把人带走了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守卫却还在纠结一件事，那2个混倒下的姿势，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？走在街上，卡莱布突然开口问他，是不是正打算去那家鸟笼店？艾娜愣了一下，心想他怎么连这都知道？结果卡莱布淡淡的提醒，是你刚才自己说漏嘴了。他看艾娜一副不太认路的样子，索性提议要带她去镇上最大的那家店看看。艾娜下意识就答应了，可刚走没2步，她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明明应该离这个男人远点，怎么现在反而跟他聊得这么顺畅了？艾娜现在心里后悔的不行，之前费了那么大劲想躲着他，结果现在倒好，竟然主动跟着人家走了。他一路上都在盘算，等到了鸟笼店，一定要立刻找个借口跟他告别，绝对不能再这么纠缠下去。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刚到店门口，卡莱布就先开口了。他说那帮混混可能有同伙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打算一直陪着艾娜，直到他回家。艾娜虽然嘴上答应了，但心里却乱成一团。明明只要坚定一点就能拒绝，可为什么一面对这个男人，自己就总是没法说个不字？卡莱布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，转过头低声问了一句：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其实伊娜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自己之所以没法拒绝卡莱布，说白了还是因为这张脸实在太有杀伤力。2人刚走进店里，热情的店主就立刻迎了上来，问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鸟笼。艾娜本想着随便逛逛，挑个顺眼的就行，谁知这句话直接戳中了店主的职业病。他一脸严肃地告诉伊娜，鸟类可是非常敏感的生物，光看外表挑笼子绝对是大忌。接着这位卖了17年鸟笼的专家就开始了滔滔不绝的专业讲座，非要艾娜报出鸟的品种，好让她大展身手。艾娜被这顿输出搞得头晕脑胀，本以为买个笼子挺简单，没想到这店主是个顶级话痨，简直比刚才打架还要累人。就在艾娜等得无聊时，墙上一张戏剧海报吸引了她的注意，那是《爱的赞歌》，演出时间正好在1个半月后。店主看她盯着海报出神，便凑过来压低声音爆了个料，说这出戏虽然被皇宫给禁了，但在民间可是火得一塌糊涂。大家都说这次的演出水平极高，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精彩好戏。艾娜听着店主的介绍，心思却早就飞到了别处。她突然想起，在原著的故事里，这出戏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因为在那场演出中，卡莱布会带着女主角薇薇安一同出席。想到这里，艾娜的心情莫名变得有些沉重。如果剧情没有改变，那这一幕是不是很快就要发生了？店主接下来的话简直是乱点鸳鸯谱。他笑眯眯地看着2人说，既然这出戏最适合情侣看，那你们2位不如就一起去吧。艾娜听完直接愣在原地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情侣这个词像倒响雷一样，在她脑子里彻底炸开了锅。艾娜现在脑子里乱成一团，想解释却半天说不出一句整话，这气氛尴尬的让人脚趾抠地。卡莱布倒是淡定的很，不仅没反驳，还礼貌的谢过店员的建议，拿上找铃就准备带他离开。直到走出店门，艾娜才反应过来，刚才为什么不直接否认呢？这下好了，误会不仅没解开，反而越抹越黑了。卡莱布问他是不是要回家，艾娜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脚上的鞋穿着不舒服，打算去附近的鞋店转转。本以为2人就此别过，谁知道卡莱布不仅知道那家店，还主动提出要送他过去。走在路上，他突然提起了刚才在店里的事，说很抱歉，自作主张替他回答。原来他当时没否认，是怕店员继续追问那些尴尬的问题，才故意顺着对方的话说。艾娜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家伙
看着冷冰冰的，反应倒是挺快。卡莱布突然停下脚步，为刚才在店里的自作主张正式道歉，说自己表现得太失礼了。艾娜愣了一下，心里自嘲，真是想多了，到底在期待什么呢？她想起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总是习惯性的体贴每一个人，温柔到让人觉得有些过头。艾娜很快调整好情绪，客气的回了一句，说多亏他帮忙才能顺利脱身，自己真的很感激。艾娜现在尴尬的要命，觉得自己现在的表情一定很滑稽，恨不得赶紧换个话题。卡莱布倒是心细，一眼瞄到了他包里的传单，问他是不是打算去看晚上的演出。艾娜顺势聊了起来，说自己以前虽然在台上演过，但还从来没当过观众，想去台下感受一下。卡莱布好奇地问他演过谁，得知艾娜竟然演的是主角后，他认真地感叹了一句，怪不得，总觉得那个角色非你莫属。卡莱布突然冒出一句，虽然现在说可能有点晚，但这真的很适合你。艾娜一头雾水，结果他接着补充，说的是他今天的发型。他坦白自己其实一直都觉得好看，只是之前没找到机会开口。这直球打得艾娜措手不及，他小声说了句谢谢，正打算自己走完剩下的路，卡莱布却突然叫住了他，艾娜，你等一下。卡莱布突然掏出一枚徽章，问艾娜愿不愿意收下，这可是禁卫队的身份证明。他叮嘱艾娜以后出门就带着他，要是再遇到今天这种麻烦，直接亮给卫兵看就行。艾娜听得一愣一愣的，这不就是明摆着让他滥用职权吗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人真的没问题。卡莱布解释说，下周他就要出远门，去领地那边处理魔兽，不在他身边的日子里，这枚徽章就是他的护身符。艾娜问他这次要去多久，卡莱布估摸着的2-3周，他怕耽误艾娜休息，交代完就催他赶紧回屋。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，艾娜还是忍不住喊了一句，让他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，毕竟卡莱布可是这故事里的男主角，在原著的设定里，他从来就没受过伤，这次任务肯定也能毫发无伤的搞定。虽然理智告诉艾娜，卡莱布无论面对什么危险都能搞定，但他还是忍不住开口叮嘱，让他千万别受伤，更不要太勉强自己。卡莱布听完停下了脚步，他郑重地给出了承诺，说自己一定会毫发无伤的回来。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艾娜这才彻底看清了自己的心，原来他已经这么喜欢卡莱布了。艾娜坐在书桌前，心里却一直惦记着那个人，不知道这次他又要走多久。就在他走神的时候，手里的东西突然飞了出去，这下可把他吓坏了。埃德蒙正好把东西给接住了，艾娜赶紧站起来问，你没事吧？埃德蒙有些尴尬的回答，啊，没事。埃德蒙揉着被砸疼的脑袋，虽然嘴上说着没事，但显然这一下挨得不轻。艾娜赶紧道歉，说自己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可埃德蒙的注意力全被手里那个徽章吸引了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只有团长才能佩戴的标志。他满脸不可思议地问，这种东西怎么会在你手里？艾娜倒是一脸淡定，说是埃贡大人临走前送给他的。这话一出，埃德蒙彻底坐不住了，团长竟然会把这种东西送人。艾娜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难道有什么不对吗？埃德蒙解释说，这东西在骑士团里就像身份证，虽然平时不常见，但拿着它就等于是团长亲临。艾娜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试探着问，如果我拿着它假传圣旨，大家也会照做吗？埃德蒙点点头说，没错，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收好，要是落到坏人手里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艾娜看着手里的徽章，原本以为只是个纪念品，没想到这分量重的吓人。她开始怀疑自己真的拿得稳这么重要的东西吗？这可是个烫手山芋。艾娜反复告诫自己，绝对不能把它弄丢了。她带着徽章来到集市，本想低调行事，可身体却出了点小状况。原来这副身体非常娇贵，只能用固定的一种香水，换成别的，皮肤根本受不了。艾娜原本还抱有幻想，觉得既然灵魂都换了，体质应该也会跟着改变。结果现实却泼了盆冷水，灵魂是新的，但这麻烦的身体还是一点没变。看着复杂的香水成分表，艾娜忍不住感叹，还是以前的日子好过，至少不用为了这点小事发愁。就在这时，她在人群中发现了一个小女孩，看年纪，这孩子不该一个人在街上乱跑。艾娜心里泛起了嘀咕，这孩子好像在故意躲着她，难道又是谁挖好的坑，等着她往里跳？还没等她想清楚，小女孩就撞上了一个路人，对方不仅没扶，反而一脸嫌弃地骂她挡路。艾娜终究还是没忍住，快步走上前询问情况。可当小女孩抬起头，两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，对方竟然脱口而出叫她姐姐，原来是空欢喜一场。米拉发现自己认错了人，赶紧低头道歉。艾娜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温柔地蹲下身子，问她是不是和姐姐走散了。得知女孩叫米拉后，艾娜试着打听她姐姐的名字，可娜塔莉这个名字她从来都没听说过。米拉委屈地说，刚才发夹掉在了地上，她只是弯腰捡个东西的功夫，一抬头姐姐就彻底消失在人群里了。在这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？看着米拉一直摸着发夹，艾娜提议带她去找卫兵，毕竟人多力量大，找起人来也快。可一听到要找卫兵，米拉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整个人显得非常抗拒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反应明显不对劲，难道她姐姐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人，所以才不敢跟官家打交道？她本想笑自己脑洞太大，可转念一想，自己现在就在小说世界里，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离谱，这种狗血剧本
还真有可能发生。艾娜赶紧追问姐姐到底是怎么交代的，米拉这才小声说出了真相。姐姐告诉她，这城里的卫兵一个都不能信。米拉一本正经的转述说，姐姐觉得卫兵全是些光拿钱不干活的草包，信他们还不如信自己。艾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当姐姐的也太硬核了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教给孩子这种生存法则？虽然心里在疯狂吐槽，但艾娜还是得把米拉劝住，毕竟现在想找人，就要把动静闹得越大越好。只要知道米拉在哪的人够多，她姐姐自然就能找过来，这就是最简单的逻辑。看着米拉还是半信半疑，艾娜露出了一个自信的微笑。放心吧，这次他们绝对会乖乖听话，因为她手里可是握着能让卫兵卖命的杀手锏。热闹的集市里，米拉正好骑地到处张望。艾娜笑着问他是不是第一次来城里。米拉摇了摇头说，很久以前，她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家4口来过这里，只是现在的感觉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姐姐平时一直很忙，好不容易才抽空带她出来。艾娜随口问了一句，那怎么没和父母一起出来呢？米拉沉默了一下，语气平静地说，爸爸妈妈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去天上陪神明了。艾娜愣了一下，天上的国家？米拉却一脸认真地说，姐姐告诉她，父母是去帮神明干活了，等活儿干完了，他们就会回来，只是任务实在太多，可能要等米拉长大才行。艾娜心里顿时明白了，这哪里是什么任务，分明是姐姐为了保护妹妹编出来的一个温柔谎话。看来必须得快点找到米拉的姐姐了。两人来到一处官邸前，推开门一看，守在那里的洛根正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根本没把来人当回事。艾娜带着米拉走进治安队，结果推开门一看，这帮人根本没在办公，反而聚在一起打牌偷懒。洛根正躺在沙发上休息，听到有人打扰，一脸不耐烦的抱怨，到底是谁这么没眼力见？可当他看清艾娜的长相，整个人瞬间定住了，刚才那副嚣张的样子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他赶紧整理了一下衣服，语气变得极其温柔，问艾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。这变脸速度让艾娜都看傻了。艾娜说明了来意，想帮米拉找失散的姐姐，结果洛根根本没听进去，反而开始各种献殷勤。艾娜反驳道，更重要的是，我想找到她的姐姐。洛根摆了摆手，让艾娜把孩子留下就行，说反正过不了多久，家里人自然会找过来的。艾娜简直不敢相信，难道治安队平时就是这么敷衍了事的吗？洛根却一脸理所当然，说这种小事没必要大惊小怪，而且现在人手不够，根本抽不出人去帮忙。艾娜指着旁边那桌正在大声吆喝打牌的守卫，问他们又是在干什么。洛根连头都没回，面不改色的胡扯说他们正在执行特殊任务，谁也没空去管个小鬼。艾娜这下彻底无语了，把打牌当成执行任务，这治安队简直烂透了。她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米拉的姐姐会提到这帮人就一肚子火。洛根斜着眼问艾娜，难道你还真指望我们亲自去帮你找人？艾那一步也不肯退让，反问他难道不应该吗？谁知洛根话锋一转，说只要美女开口，他当然可以破例帮这个忙。艾娜只觉得一阵恶心，刚才还说人手不够，现在又说能帮，这男人显然是在玩文字游戏。洛根凑近了一点，笑嘻嘻地提出一个条件，只要艾娜愿意配合一下，他下班后可以单独聊聊。艾娜冷冷地看着他，问这算是在约他吗？没想到洛根竟然直接承认了，甚至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越来越没大没小。艾娜强压起火气，问他到底叫什么名字。洛根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以为自己魅力大爆发。艾娜盯着眼前的男人，语气平静地问出了他的名字。洛根还以为自己交了好运，得意洋洋地报上了大名。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，艾娜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他冷笑着问洛根：“你的废话到底说完了没有？”洛根当场就听傻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艾娜接着一顿毒舌输出，说拿他的话跟狗比，简直是在侮辱狗。洛根在心里暗骂，这女人长得挺漂亮，怎么是个疯子？可他显然低估了艾娜的脾气。艾娜猛地一拍桌子，巨大的响声把所有人都吓住了。她眼神冰冷地盯着洛根，直接下达了最后的命令：“叫你们的长官出来见我。”洛根听完，直接笑出了声，嘲讽艾娜根本搞不清状况，觉得她是在痴人说梦。长官怎么可能随叫随到？旁边的守卫也跟着起哄，说刚才忍着她只是看她漂亮，现在居然还敢蹬鼻子上脸。艾娜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默默亮出了手里的徽章。原本还在叫嚣的守卫们看清上面的文章后，瞬间全都僵在了原地。有人认了出来，那是皇家骑士团的标志，这可是皇室直属的权力象征。艾娜语气冰冷的发话，既然看明白了，还不赶紧去把人叫来？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守卫，这吓魂都要吓飞了，连滚带爬的冲出去找长官，生怕晚一秒就要掉脑袋。刚才那一记响亮的拍桌，虽然把守卫吓得够呛，但米拉却心疼坏了。她拉住艾娜的手，小声问姐姐疼不疼。艾娜有些不好意思的承认，刚才确实用力过猛，手心现在还火辣辣的。本以为只是小伤，米拉却一脸认真的让她伸手。就在米拉握住艾娜的一瞬间，一股奇妙的暖流竟然顺着指尖传了过来。艾娜愣住了，这种感觉绝对不是错觉。她惊讶地问米拉做了什么。小姑娘甜甜的一笑，说自己只是在向神祈祷，因为姐姐曾经教过她，只要诚心祈祷，痛苦就会消失不见。这真的只是普通的祈祷吗？还是说米拉身上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力量？艾娜看着眼前的米拉，陷入了沉思。艾娜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刚才拍桌子留下的淤青竟然彻底消失了。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心理安慰，而是真正的神圣力量。艾娜意识到米拉的身份恐怕非同寻常，为了保护这个孩子，她决定把这个秘密烂在心里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猛地推开，米拉寻找已久的亲姐姐
娜塔莉，终于心急如焚地赶到了。姐妹俩紧紧相拥，娜塔莉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米拉竟然会出现在保安处。米拉指着身边的艾娜，向姐姐介绍这位救命恩人。既然家人已经找来，艾娜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。本以为姐妹重逢是皆大欢喜，可娜塔莉接下来的反应却让气氛降到了冰点。她紧紧搂住怀里的米拉，看向艾娜的眼神里全是戒备。娜塔莉压低声音反问：“竟然是那个女人把你带回来的？”娜塔莉总算找回了妹妹，她赶紧向艾娜道谢，甚至还行了个大礼。艾娜想给点报酬，结果被娜塔莉一口回绝。她说这只是举手之劳。可当艾娜提到守卫的时候，娜塔莉的反应明显不对劲，看来她对这些人很有成见。米拉还想拉着姐姐去逛集市，但艾娜显然还有别的事要忙，只能先给小家伙一个承诺。艾娜看着眼前的训练场，心里那叫一个后悔，事情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？都怪埃德蒙那个家伙，当初非要拉着他过来凑热闹。就在他发愁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，娜塔莉居然主动找了过来。两人这回算是正式碰面了。娜塔莉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毕竟之前才刚帮他找回妹妹。娜塔莉这回正式亮了相，原来他也是骑士团的人，难怪之前见到艾娜时反应那么大。虽然娜塔莉表现得很随和，想让大家直接姐妹相称，但艾娜还是坚持要守规矩。两人就这么坐在台阶上，聊起了那个走丢的小家伙，气氛总算没刚才那么紧绷了。娜塔莉提起了之前的事，说艾娜为乐救米拉，竟然当众拍桌子教训守卫。艾娜听完尴尬的不行，觉得自己当时太没礼貌，可娜塔莉却打心底里感激。原来那些守卫全是老油条，平时最擅长推卸责任，要不是艾娜硬刚，他们根本不会动弹。娜塔莉以前就在这行干过，太清楚这帮人欺软怕硬的德行，所以她才一直叮嘱妹妹，千万别相信这帮穿制服的。这下艾娜总算明白了，有时候讲道理真的没用。娜塔莉再次表达了谢意，还担心自家妹妹太调皮，会给艾娜添麻烦。艾娜倒是觉得米拉很乖，甚至还夸她长得特别可爱，这下可把娜塔莉给撩美了。看着对方那副宠妹的样子，艾娜心里也觉得挺暖，两人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不少。就在气氛最轻松的时候，娜塔莉突然变得有些犹豫，说有个不情之请想拜托艾娜。米拉一见到艾娜就迫不及待地扑了上去，艾娜心里也一直惦记着，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平安聚在一起不容易。原来他们正准备去参加当地最盛大的丰收祭，这可不是普通的凑热闹。在粮食短缺的这个地方，祭祀丰饶女神是头等大事，全城的人都在指望这次祭典。娜塔莉把米拉托付给艾娜，就先去忙公务了。毕竟今天的祭典非同小可，连皇室都亲自派人监督，甚至还动用了皇家骑士团。艾娜想让米拉穿得更漂亮点，特意带她去挑选衣服，毕竟这种大日子可不能马虎。看着镜子里焕然一新的自己，艾娜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，还以为米拉不喜欢呢。原来米拉是因为视力不好，看东西的时候必须得使劲盯着，这让艾娜想起上次也是这样。在这个连手表都造不出来的时代，想要配副眼镜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艾娜只能在心里替她发愁。米拉却突然变得特别紧张，生怕艾娜会因为这个讨厌她，甚至还急得快要哭出来了。原来别的小孩都嫌她长得凶，觉得她整天皱着眉头很可怕，所以米拉一直活得很自卑。艾娜听完赶紧把她搂在怀里，说她在自己眼里最漂亮了。这孩子总算露出了点笑容。艾娜紧紧搂住米拉，给了她最肯定的回答，这孩子总算能把心放回肚子里。看着米拉这么受委屈，艾娜心里已经有了打算，既然普通办法治不好眼睛，那就只能去寻找那些拥有强大神力的祭司了。庆典现场到处都是人，米拉兴奋的不行，一直拉着艾娜往前跑。虽然脑子里有关于庆典的记忆，但自从父母去世后，这还是伊娜第一次亲身感受这种热闹。看着米拉指着远处的棉花糖，一脸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艾娜忍不住笑了。既然都来了，那就彻底放松一下。走，姐姐带你去买好吃的。艾娜说到做到，直接给米拉买了一个超大号的棉花糖。米拉捧着这团云朵，眼睛都看直了，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，这味道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看米拉吃得这么开心，艾娜问：“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”米拉赶紧递过去，非要让姐姐也尝尝。这种甜到心里的感觉，确实让人暂时忘了所有的烦恼。不过米拉吃着吃着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她在想，娜塔莉有没有吃过这么好玩的东西呢？米拉还在念叨着娜塔莉，希望下次大家能一起出来玩。艾娜温柔地安慰妹妹，这一天肯定不会太远。话音刚落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竟然娜塔莉。她正急匆匆地朝这边跑来。艾娜有些纳闷，这个时间她不是应该在巡逻吗？结果娜塔莉一脸无奈的解释，原本轮换的搭档临时变卦了，说是刚跟女朋友吵架分手，现在根本没心思干活。看着娜塔莉这副样子，米拉倒是挺大方，直接邀请她一起逛庆典，还把手里的棉花糖分给她吃。原本的姐妹约会，这下变成了三人行。看着娜塔莉已经回来了，艾娜心里开始打退堂鼓。她觉得自己本来就是来顶班的。就在她胡思乱想的时候，米拉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，兴奋地喊着：“姐姐快走！”这一拽直接把艾娜从纠结中拉了回来。看着米拉纯真的笑脸，她突然释怀了。既然大家现在相处的这么好，又何必非要刻意疏远呢？想通了这一点，艾娜不再犹豫，跟着米拉和娜塔莉一起彻底融入了庆典的欢呼声中。三个人走在热闹的大街上，一会儿看看路边的摊位，一会儿尝尝新鲜的小吃。这种久违的轻松感让艾娜暂时放下了所有的包袱。
就在逛得正起劲时，艾娜突然定住了。她在人群中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银色背影，下意识喊出了卡莱布的名字。娜塔莉被吓了一跳，赶紧问出了什么事。艾娜指着那个方向说：“刚才好像看到卡莱布大人了。”可等娜塔莉看过去的时候，那里除了路人什么都没有。她无奈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指挥官明明2天后才到。”调侃艾娜是不是因为太想念，所以才出现了幻觉。艾娜尴尬地笑了笑，没再多说什么。也许真的是自己看走眼了。她提议大家继续往前走。这时米拉指着前面的人群，好奇地问大家在围观什么。原来那里正聚着一堆戴面具的人，准备开始选拔歌唱比赛的冠军。米拉小年纪竟然还记得这个比赛的头衔，娜塔莉忍不住夸她聪明。原本有些微妙的气氛一下子又变得欢快起来。不过那个一闪而过的背影，真的只是艾娜的错觉吗？米拉看折满大街的面具，好奇地问为什么要遮住脸。娜塔莉解释说，这是为了选拔的公平，不看长相只听歌声，主打一个凭实力说话。米拉听得心痒痒，拉着内塔莉想留下来看个究竟，毕竟以前每次庆典他们都没能待到最后。没想到艾娜也跟着点头，说自己也从来没见过决赛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有兴致，娜塔莉大手一挥，决定带他们去凑这个热闹。而此时在街道的另一边，娜塔莉正拿着面具若有所思。原来想要参加这场选拔，光有面具还不够，还得喝下一种神秘药水，让头发瞬间变换颜色，最后再用空瓶子换取面具，彻底隐藏身份。娜塔莉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这场神秘的歌唱大赛到底会发生什么意外呢？其实娜塔莉也是第一次来，对这里的规矩一窍不通。看着姐姐们都变了发色，年纪还小的米拉有点委屈，她也想换个颜色新鲜一下。娜塔莉赶紧蹲下安慰说，这种变色药水有年龄限制，必须满16岁才能喝。她拉着米拉的手承诺，等米拉长大了，一定亲自带她来体验。庆典现场的人越来越多，娜塔莉紧紧护着米拉，生怕在人堆里走散了。她转头问娜塔莉，知不知道这比赛到底怎么选冠军？娜塔莉刚想开口解释，台上的主持人突然大声宣布，接下来的最终选择将交给神秘的索雷尼亚。重头戏终于来了，索尔小姐要开始选人了。随着漫天的花瓣落下，全场的气氛被推向了最高点。米拉好奇地问，那是什么啊？娜塔莉低声解释说，那是能改变命运的香气，只要能拿到它，就能成为候选人，也就是传闻中被女神选中的宠儿。这种全凭运气的机会，到底会落在谁的手里呢？看着周围疯狂的人群，艾娜忍不住感慨，这场面也太夸张了，大家怎么都跟疯了一样。娜塔莉在一旁解释说，那是因为当上候选人的好处，实在是太诱人了。艾娜有些好奇，到底能有什么好处？娜塔莉压低声音说，听说只要能选上，整整1年的时间里，除了大祭司本人，剩下的祭司都能为你免费治病。这种逆天的待遇，难怪所有人都要抢破头了。就在这时，神圣的光芒瞬间笼罩了全场。艾娜有些不敢相信，难道这种福利只有自己能享受吗？娜塔莉摇了摇头说，听说连家属和亲戚都能跟着沾光，而且最后拿到的奖金更是多得吓人。听到这儿，艾娜也心动了，这种好事谁能拒绝啊？可看着周围这群抢疯了的人，她自嘲地笑了笑，觉得这种运气肯定轮不到自己。谁能想到，就在她准备看戏的时候，那个发光的香气球竟然直勾勾地朝她飞了过来。在一片惊呼声中，这泼天的富贵就这么稳稳地落在了她手里。米拉兴奋地尖叫起来，艾娜，你真的拿到了！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周围的人群就开始起哄了，大家七手八脚地推着她，催她赶紧上台，毕竟这可是女神选中的人，谁都不敢耽误这件大事。艾娜急得直摆手，想说自己还有同伴在一起，可根本没人听她的解释。娜塔莉抱着孩子在后面挥手，大声喊着让她快去。米拉也在一边拼命加油。就这样，艾娜在众人的簇拥下，稀里糊涂地被推向了高台。站在高台上的那一刻，艾娜的心态彻底变了。原本只是被推上来凑数，可听说比试项目竟然是唱歌，这下她真的想要赢了。因为只要能拿到名次，或许就能请祭司。这好米拉的眼睛，虽然米拉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他都想去试一试。台下的米拉还在拼命喊着加油，这让艾娜更加坚定了决心。侍从走过来收走了香气球，递给她一个圆圆的牌子，让她别在胸口。看着手里的16号，艾娜知道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。工作人员走过来问艾娜，选好要唱哪首歌了吗？艾娜心里也没底，赶紧打听别人平时都唱什么，毕竟这种选拔她也是头一回见。对方告诉她，大部分人都会选稳妥的赞美诗，只要歌词不冒犯神灵，其实唱什么都行。听到这儿，艾娜凑到对方耳边，悄悄说出了自己的曲目。没想到对方听完直接愣了，反复确认她是不是认真的，因为这首歌的风格跟其他人简直是天差地别。艾娜有些担心会出问题，可对方只是笑了笑，让她尽管去唱。看来这场表演注定要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了。随着主持人的一声令下，终于轮到16号候选人登场了。艾娜轻声应了一句，迈步走向了舞台中央。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，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她看。这种场面换做谁都会觉得压力山大。艾娜在台中心站定，没有立刻开口，而是先让自己平静下来。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艾娜一开口，空灵的歌声瞬间传遍全场，她唱着星辰与思念，每一个音符都直击人心。台下的观众开始小声议论，这根本不是大家预想中的赞美诗。可奇怪的是，这旋律听起来竟然格外耳熟，大家都在互相打听这首歌到底在哪里听过，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如此亲切。艾娜完全沉浸在歌声里，她唱着对未来的祈祷，声音里充满了力量。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表演，反而
让所有人都移不开眼了。表演总算结束了，艾娜回到后台坐下，整个人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。刚才在台上的时候，她发现其他选手唱的全是赞美诗，只有她选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歌，心里一直打鼓，生怕大家会讨厌这种风格。毕竟在这种场合，太突出往往意味着风险。不过回想起刚才那一刻，艾娜嘴角还是忍不住上扬。虽然压力很大，但那种全身心投入去歌唱的感觉，真的让她觉得非常痛快。不管结果怎么样，至少这一场表演，她没有留下任何遗憾。刚才那种感觉，就像是久违的登台演了一场戏。虽然艾娜从来没拿过什么角色，但因为太喜欢这首歌，她早就把每一个字都刻在了脑子里。就在她独自出神的时候，旁边一个银发少女凑了过来，有些迟疑地问了一句：“请问你认识一个叫艾内的人吗？”艾娜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，在这个大家都戴着面具的地方，怎么会有人突然提起她的名字？还没等她反应过来，对方就兴奋地叫出了声：“我就知道你就是艾娜！”艾娜这下彻底懵了，她压低声音问对方：“你居然知道我是谁？”女孩肯定地点了点头，那语气听起来就像是见到了老熟人一样。可伊娜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明明遮得严严实实，这个陌生女孩到底是怎么一眼认出她的？女孩激动的不行，拉着艾娜的手说自己可是她的超级粉丝。她说刚才一听到那独特的唱腔，心里就有预感了。当初艾娜突然隐退，粉丝们都失望坏了，谁能想到竟然会在这种地方重新见到偶像。女孩一边说着，一边小心翼翼地递上纸笔，问艾娜能不能给她签个名。艾娜坐在长椅上，认认真真地写下了名字。她心里也挺感慨的，本以为戴上面具就没人认识了，结果仅凭歌声就被对方一眼认了出来。看来这姑娘绝对是那种追随已久的铁粉。艾娜把签好名的纸递过去，看着女孩开心的样子，心里也暖洋洋的。不过这也给她提了个醒，在这个地方盯着她的人恐怕比想象中还要多。看着女孩离开的背影，艾娜心里还有点恍惚，真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这么忠实的粉丝。还没等他多想，不远处就传来了报幕员的声音。结果公布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所有参赛选手现在必须立刻到台前集合。艾娜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礼服。艾娜一句话也没说，成败就在这一哆嗦。大祭司亲自上台，拿出了那份决定命运的名单。今年的获胜者到底会是谁？16号这个名字响彻全场。艾娜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还是旁边的人推了她一把，才赶紧走上前去。大祭司亲手为她戴上王冠，这不仅仅是荣誉，更是对她实力的绝对认可。大祭司低声称赞：“你的表演确实让人眼前一亮。”艾娜礼貌回应。这一刻，她终于站到了最高处。大祭司示意艾娜伸出手，要为她刻下神圣的文章。哪只手都行吗？艾娜还在想，最好刻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。随着一道光芒闪过，仪式正式完成。大祭司送上了最后的祝福。走下祭坛的时候，艾娜还有点不真实感，自己竟然真的赢了。可低头一看，手上竟然干干净净，刚才说的文章去哪了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台下的欢呼声已经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喊着同一个名字。这一刻，他成了全场唯一的焦点。这哪是庆功宴，简直就是大型抢人现场。各家府邸的仆人吵得不可开交，都想把这位新晋女神请回家。艾娜被挤在中间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这样下去非出事不可。她趁着人群混乱，猫着腰想偷偷溜走，结果还没走2步，就听到身后一声大喊：“齐塔拉在那儿，别让她跑了！”计划赶不上变化，艾娜只能拔腿就跑。刚才还客客气气请人唱歌，现在怎么变成全城通缉了？这下麻烦大了！我都跑成这样了，这群人怎么还没点眼色？谁要跟你们回家啊？艾娜在巷子里拼命穿梭，眼看就要被追上了，心里正盘算着怎么甩掉这群跟屁虫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突然从暗处伸出来，猛地将他拽了过去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已经撞进了一个宽阔的怀抱。这又是从哪杀出来的神秘人？外面的追兵还在四处搜寻，却怎么也想不到，人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消失了。虽然暂时脱了险，让艾娜心里更没底了。艾娜在心里暗暗发狠，要是这家伙敢动什么歪心思，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别紧张，他们已经走远了。男人低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这声音听着太耳熟了。艾娜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卡莱布大人，真的是你吗？”卡莱布摘下脸上的面具，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身份：“没错，是我。”艾娜盯着他看了半天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你的头发怎么变颜色了？原来是喝了改变外貌的药水。虽然声音没变，但换了这身深色的打扮，整个人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以前被他那头银发晃了眼，现在换成深色，反而显得这眼神更有杀气了，简直就是气场全开。艾娜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卡莱布被看得有点莫名其妙，低声问他是不是哪里不对劲。其实他是担心卡莱布刚执行完任务，身上会不会带着伤。结果卡莱布语气平淡地回了一句：“我很好，一点事都没有。”艾娜还有点不相信，真的假的？那种任务能全身而退？卡莱布看着他的眼睛，认真地补了一句：“因为我答应过你，不是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这个男人拼了命没让自己受伤，全是为了遵守那个约定？原来他一直把那句承诺记在心里，我会平安回来的。这种被人在乎的感觉，让艾娜一时间有点招架不住。她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其实你没必要对我这么温柔。”甚至还想把这莫名的心动。两人在巷子里对视，气氛变得有些微妙，谁也没有先开口打破这份安静。结果卡莱布突然话锋一转，提醒他离开这片区域之前，最好先把脸上的面具摘掉。艾娜愣了一下，还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要这么做，难道戴着面具反而会引起更大的麻烦？
卡莱布提醒他，虽然守卫已经把人群疏散了，但这身衣服实在太扎眼，要是被人认出来，恐怕又得被围个水泄不通。艾娜顺手摘下面具，心里却纳闷的不行，自己又是戴面具，又是换发色，全副武装成这样，她到底是怎么认出来的？卡莱布语气平静地给出了答案：我是听出了你的歌声，这声音和样子跟那天在剧院舞台上一模一样。艾娜听完直接愣住了，明明只有过一面之缘，而且都过去好几个月了，这家伙的记性也太好了吧？她只能尴尬地夸了一句：大人的观察力还真是敏锐，心里却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。卡莱布没在这个话题上纠结，转头问他是不是一个人来的。艾娜摇了摇头，说自己是跟着内塔莉和米拉一起来的。艾娜心想内塔莉肯定急坏了，得赶紧回去跟大部队会合。她嘴上说着要原路返回，表现的那叫一个自信满满。结果卡莱布冷不丁问了一句：你真的认识路吗？这一问直接把艾娜问懵了。她环顾四周，发现这地方看着眼熟，但自己到底在哪儿，心里是一点底都没有。看着她这副迷茫的样子，卡莱布主动提出要送她回去。艾娜虽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为了不继续瞎转悠，也只能点头答应了。就在两人准备出发的时候，艾娜突然停下动作，说还有件东西要给她。艾娜赶紧把徽章递了回去，说这东西帮了大忙，多亏了她，才让娜塔莉姐妹俩顺利团聚。可卡莱布却表现得异常大方，甚至让她再多留一段时间。艾娜哪敢接着烫手山芋，直言自己怕把她弄丢了。谁知道卡莱布更绝，直接回了一句丢了也没关系。这下轮到艾娜无语了，这可是团长的信物，万一落到坏人手里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。原则性极强的艾娜一边念叨着不行，一边坚持要把徽章塞回他手里。结果就在这一拉一扯之间，艾娜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重心不稳向后倒去。卡莱布眼疾手快，一把将她稳稳接住。这突如其来的近距离接触，让原本就微妙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加说不清楚了。坏了，徽章掉地上了，艾娜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这要是被谁一脚踩上去，那可就全完了。她顾不上那么多，做事就要冲过去捡。卡莱布却在身后大声阻止，让她千万别乱动。戒指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最后终于停在了远处。艾娜刚想松口气，结果一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抢先一步把戒指捡了起来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抬头一看，半路杀出来的竟然是薇薇安小姐。薇薇安一脸温柔的把徽章递还，嘴上说着没关系。这局面真是绝了。艾娜怎么也没想到，原本只是还个东西，结果现在居然成了三人行。埃德蒙倒是挺自来熟，一边走一边解释，说自己只是顺路过来打个招呼。埃德蒙突然好奇地问：你们两个又是怎么认识的？艾娜尴尬地笑了笑，这事儿说起来可就复杂了。埃德蒙一眼就认了出来，问他是不是那个16号选手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没想到自己的名声传得这么快。旁边的薇薇安也跟着搭话，说虽然错过了比赛，但满大街都在转，今年优胜者的嗓子简直绝了。埃德蒙倒是挺细心，说一般拿了奖的人都会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亏他能这么快从人堆里挤出来。艾娜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当时确实差点没跑掉，多亏了卡莱布出手相助，他才总算捡回一条命。艾娜低声说了句受累了。埃德蒙随口问了一句，说艾娜是不是一个人出来的？毕竟在那种混乱的场面，一个女孩子确实不太安全。艾娜摇了摇头，说原本是和内塔莉还有米拉一起的，结果刚才人实在太多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提起米拉，埃德蒙显然也有所耳闻，说那位娜塔莉小姐简直把亲妹妹宠上了天。艾娜笑着点头附和，娜塔莉对妹妹的照顾确实细心的没话说。一直听着大家聊天的薇薇安，眼神里突然闪过一丝落寞，低声感叹了一句，这种被家人捧在手心的感觉真让人羡慕。这句话一出，原本热闹的气氛瞬间多了一丝说不清的意味。为了缓解刚才那股尴尬劲，艾娜赶紧打了个哈哈，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顺手一指旁边的帐篷，提议大家去那儿转转。埃德蒙顺着看过去，发现那竟然是个算命摊子。他一脸不可思议地问：你平时还信这种迷信的东西？艾娜尴尬地笑了笑，说也就是图个乐子。其实他心里也没底，谁能想到这地方居然还有算命的？没想到薇薇安倒是挺支持，觉得偶尔玩玩也挺有意思。卡莱布率先掀开帘子走了进去，看着屋里这阵仗，随口说了句生意还挺红火。那个披着斗篷的占卜师头也没抬，只是语气平淡的请他们坐下，双手在水晶球上缓缓摩挲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有些诡异。谁知占卜师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让在场的人变了脸色。他说这里坐着的人里有一个原本跟这段命运毫无瓜葛，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，占卜师又补了一句，说这里还有2个人，现在根本不在他们该在的位置上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原本以为只有自己是那个异类，怎么会是2个？难道除了他，这屋里还有另一个不属于这里的灵魂？占卜师那双藏在阴影里的眼睛扫过面前的4个人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，问他们到底想求点什么。艾娜硬着头皮承认，说是自己提议要过来的。占卜师听完笑了笑，让他尽管开口，说自己能给出所有的答案。还没等艾娜想好怎么问，占卜师就主动提议，要不先看看你的姻缘，比如未来的丈夫是谁，或者谁才是你真正的命定之人。艾娜一下子愣住了，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一个名字，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卡莱布确实有那种心思。可在这个神秘的占卜师面前，这份藏在心底的秘密真的能换来一个好结果吗？
艾娜心里很清楚，她和卡莱布之间根本没可能。与其这么没名没分地耗着，不如趁这个机会给自己找个台阶下。她甚至在想，如果占卜师说他的真命天子另有其人，或许他对卡莱布的那份心思慢慢也就跟着淡了。可就在他准备开口询问的时候，面前的水晶球突然光芒大作，映照出一幅极其恐怖的画面。艾娜整个人都僵住了。画面里那个倒在地上的人竟然是薇薇安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原本平静的占卜屋瞬间乱作一团。这到底是还没发生的预言，还是已经降临的灾难？薇薇安突然昏倒，埃德蒙整个人都慌了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卡莱布还算冷静，让他先别自乱阵脚，赶紧把人带到安静的地方检查伤势。埃德蒙连声答应，抱起薇薇安就往外走。艾娜看着这一幕，心里乱糟糟的，只想赶紧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。可还没等他迈开腿，一只冰冷的手突然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。占卜师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让他先别急着走，说刚才看到的那些画面只是为了帮他避开麻烦。占卜师叮嘱他千万别被看到的预言困住，可这话听在艾娜耳朵里，反而让他心里更没底了。占卜师催促着艾娜赶紧离开，说他的同伴们肯定等急了。艾娜心不在焉的应了一声，慢慢松开了那只冰冷的手。走出帐篷，卡莱布果然已经在外面候着了。两人没多说什么，并肩消失在夜色中。可他们谁都没发现，占卜师正躲在暗处，用一种极其诡异的眼神死死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。与此同时，在不远处的衣物帐篷里，埃德蒙正守在薇薇安床前。他仔细检查了一圈，发现薇薇安身上并没有外伤，看样子他似乎只是陷入了深度昏迷。埃德蒙叹了口气，现在除了等他自己醒过来，谁也拿不准到底发生了什么。送走祭司后，埃德蒙转过头，直接对艾娜和卡莱布下了逐客令，让他们现在就离开。艾娜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薇薇安还没醒，这种时候怎么能走呢？埃德蒙无奈的解释，谁也不知道薇薇安什么时候能醒，总不能让大家都在这儿干耗着，他作为哥哥必须留下来守着。艾娜还是有些不放心，问他是不是打算一个人在这儿硬扛。埃德蒙点了点头，说这是母亲临终前的嘱托，照顾妹妹是他一个人的责任。他把话说明了，这是他们兄妹俩的私事，不想再给外人添麻烦。埃德蒙再次开口，劝他们别在这儿耗着了，趁着庆典还没结束，赶紧去外面逛逛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如果自己这时候坚持留下，只会让埃德蒙觉得更麻烦。他只能点点头，叮嘱埃德蒙也别太累着。埃德蒙客气递到了线，看着两人转身离开，帐篷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走出医务室，艾娜却一点逛街的心思都没有。刚才在占卜屋看到的那些画面，像块石头一样压在心头，看的东西已经够多了。他停下脚步，转头看向身边的卡莱布。现在这种局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回家。艾娜突然叫住了卡莱布，他看起来有些犹豫，轻声请求卡莱布先伸下手。卡莱布虽然有些疑惑，但还是照做了。就在两人的手掌交错时，艾娜把一枚徽章放了回去。他是特意来还东西的，既然要走，就不想再留下任何牵扯。卡莱布接过徽章，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女人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的烟花突然炸响，借着微弱的光亮，卡莱布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，他盯着艾娜，语气里满是不可思议，因为艾娜的头发颜色竟然在这一刻发生了变化。就在两人准备离开时，远处突然升起了一股浓烟。艾娜停下脚步，有些疑惑地看着天边。卡莱布看了一眼，语气平淡地解释说，那是宣告游行开始的信号弹。他转过头，目光落在艾娜身上，轻声问了一句，你想留下来看看吗？原本急着要走的艾娜，这一刻却犹豫了，看着卡莱布认真的样子，她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卡莱布主动开口邀请，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游行。艾娜这下纠结了，要是答应了，不就成了两个人的约会吗？可要是现在不去，下次机会就要等明年了。最后他还是点头答应了。卡莱布走在前面带路，表现得非常绅士，甚至还有点客气。这种礼貌反而让艾娜心里没底。以前他总是直接拉起她的手，现在却连碰都不碰一下。艾娜现在心里乱成一团，明明游行可以一个人看，为什么他非要陪在身边？甚至连那么重要的勋章丢了，他都表现得完全不在乎。这种温柔反而让他不敢靠近。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不该产生那些多余的念头，可越是想克制，就越是忍不住。眼看卡莱布就要走远，他下意识伸手拽住了他的衣角。卡莱布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他，语气里带着一丝疑惑。艾娜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怕一不小心就会跟他走散。艾娜心里直犯嘀咕，刚才那个借口是不是太烂了？明眼人一下就能看穿。结果卡莱布不但没拆穿，反而顺着他的话说，既然怕走散，干脆直接牵手吧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稳稳地握住了他的手，还郑重地许下承诺，绝对不会把他弄丢。这下艾娜整个人都乱了，耳边全是控制不住的心跳声，这种心动的感觉根本藏不住。虽然嘴上只是小声应了一句，但他并没有松开手，任由他牵着自己走进了人群。街道上的游行比想象中还要热闹，到处都是鲜花和欢呼声。艾娜看着眼前的盛况，感叹神殿办的活动竟然这么大场面。卡莱布在一旁轻声问他，是不是第一次看游行？艾娜笑着点了点头，以前他总是提前离开，甚至连之前的比赛也是第一次见。他好奇地反问卡莱布，以前有没有完整的看完过？卡莱布沉默了一下，回答说，确实看过几次，但那都是因为执行巡逻任务，不得不守在这里。原来在别人享受庆典的时候，他一直都在默默履行职责。卡莱布突然停下脚步，低声问艾娜，是不是觉得冷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他就已经看穿他在强撑了。
眼看他要脱下斗篷借给自己，艾内吓得赶紧摆手拒绝。这种突如其来的体贴让他一时间有点招架不住。其实他心里更纠结的是那只手，虽然很想就这样一直牵着，但又怕自己紧张的样子被发现，只能在心里不停地提醒自己，千万别太贪心了。为了掩饰这份慌乱，他干脆伸手抓住了他的斗篷，结果卡莱布却冒出一句，说他是不是又在里面穿多了。原本暧昧的气氛瞬间被这一句话给带偏了。艾奈气得大声反驳，事情根本就不是他想的那样。卡莱布没再多说什么，直接把艾娜的手揣进了自己的口袋，轻声安慰她说，这样很快就能暖和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温柔让艾娜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。她心里很清楚，他这人一向体贴，更何况自己现在名义上还是他的人。可越是这样，她心里就越觉得不安。这种温暖是有期限的，一旦契约到期，所有的特殊待遇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让他知道自己来这里的真实目的，那份温柔恐怕会瞬间变成失望和愤怒，到时候恐怕连朋友都没得做。看着两人重叠在一起的背影，艾娜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如果时间能永远停在这一刻，该有多好。娜塔莉一见到艾娜就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这突如其来的道歉把艾娜给整懵了。原来是因为之前的庆典，娜塔莉本该第一时间去护送，结果因为人潮太拥挤，两人就这么走散了。娜塔莉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说自己当时顺着方向找了好久，最后实在没找到，只能带着遗憾先回家了。艾娜听完赶紧安慰她，说那天人确实多得离谱，根本没必要把这事放在心上。可娜塔莉还是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职，才害得艾娜没能好好享受节日，甚至耽误了她和米拉相处的时间。直到听说内塔莉后来带着米拉玩得非常尽兴，艾娜悬着的心才总算放了下来。这场小小的误会也算是有了一个温馨的结局。娜塔莉还在为之前的事感到庆幸，艾娜却突然话锋一转，说有件非常重要的事，是关于米拉的眼睛。娜塔莉一下子没反应过来，不知道她到底想说什么。艾娜接着提醒她，之前不是说米拉视力不好，还总被其他小朋友排挤吗？娜塔莉无奈地承认了，这件事一直是她心里的一个疙瘩。可接下来的话却让她彻底愣在了原地。艾娜笑着说，既然自己现在成了圣女，那肯定不能坐视不管，她已经专门请了祭司去帮米拉看眼睛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娜塔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困扰了他们许久的难题，难道真的要有救了吗？艾娜心里其实有点打鼓，她怕自己没打招呼就请来祭司，会让奈塔莉觉得被冒犯了，毕竟这关乎米拉的隐私。可奈塔莉哪会介意这个？她感激的连连摆手，说艾娜能把米拉的事放在心上，就已经让她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有些紧张的追问道，那祭司大人看完乐之后到底是怎么说的？艾娜想起当时在神殿门口，祭司们那副严肃又专业的模样，心里其实已经有了底。她看着奈塔莉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转述了那个好消息。祭司们亲口承诺，他们一定会尽全力彻底治好米拉的眼睛。娜塔莉简直不敢相信，祭司竟然真的答应要亲自给米拉看眼睛了。她激动的不知道该怎么道谢，生怕米拉会给艾娜添麻烦。艾娜赶紧让她放宽心，其实为了这件事，她原本已经做好了放弃自己所有特权的打算。可谁能想到，神殿那边不仅答应救人，甚至还保留了她的一切待遇，这简直就是白捡的大便宜。既然事情办得这么顺，艾娜提议这周末就直接带米拉去神殿。娜塔莉当然没意见，只要能治好病，让她做什么都行。正聊着呢，埃德蒙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说是团长埃贡正到处找艾娜，看那架势，好像出了什么急事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卡莱布那边又出什么岔子了？眼看情况不对，艾娜只能先跟内塔莉告别，反正该交代的也都差不多了。两人打算先离开这再说。可还没等他们走远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卡莱布竟然亲自找上门了。卡莱布这一露面，埃德蒙和奈塔莉立马就懂了，这两个电灯泡倒也识趣，随便找了个借口，一溜烟就全跑没影了。艾娜还以为真出了什么大事，赶紧问卡莱布是不是领地那边出问题了。结果卡莱布憋了半天，才冷冰冰的冒出一句，他只是听说艾娜去了训练场，怕那帮粗鲁的大兵冲撞了他。闹了半天，这位冷面团长是护妻心切，生怕艾娜在外面受一点委屈，这反差感真是让人没话说了。艾娜这下是真的无语了，大费周章跑这一趟，结果卡莱布就为了这点小事，简直是虚惊一场。不过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一张演出传单就这么飘到了卡莱布手里。卡莱布看着手里的海报，随口问了一句，是不是打算去凑个热闹？艾娜点点头，说只要演出开始，他肯定会准时到场。可他没注意到，卡莱布正盯着传单若有所思。卡莱布原本以为，既然艾娜已经决定退圈，那这场戏的主角肯定换人了，甚至他都不敢确定艾娜今天到底会不会露面。可谁能想到，打脸来得这么快，随着大幕拉开，全场的掌声瞬间雷动。舞台上的艾娜一身华服，简直让人挪不开眼，那种由内而外散发的自信，仿佛她天生就该站在光里，稳稳地坐住这个 C 位。卡莱布坐在台下看得出神，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法移开视线，虽然嘴上说着不在意，但艾娜的一举一动早就已经刻在他脑子里了。这场演出简直绝了，全场观众都在为他疯狂，而卡莱布心里很清楚，从这一刻起，有些事情再也回不去了。谁能想到，堂堂卡莱布团长竟然也有认错人的时候。他一把拽住眼前的金发美女，脱口而出竟然是艾娜的名字，这下气氛可太尴尬了。卡莱布赶紧松手道歉，好在对方是薇薇安，不仅没生气，还大方的给了他个台阶下。卡莱布反应也快，立马认出这是自己副官的妹妹，顺势客套了几句，总算把这出乌龙给圆了过去。
薇薇安嘴上说着荣幸，心里却开始犯嘀咕：卡莱布刚才那声艾娜叫的也太顺口了，要知道那可是奥雷夫夫人的闺名，这两个人的关系恐怕比传闻中还要深啊。薇薇安忍不住问了一句：自己真的和艾娜长得像吗？卡莱布心里很清楚，这两个人压根就不是一个风格。为了掩饰尴尬，卡莱布随口找了个借口，说是两人的香水味太像了，这才让他晃了神。薇薇安虽然觉得有点奇怪，毕竟他的香水可是稀罕货，但他更关心的是艾娜现在到底在哪儿。结果卡莱布直接来了个自爆，说自己今天是一个人来的。这下轮到薇薇安傻眼了，堂堂公爵居然没带随从。更巧的是，薇薇安今天也是单枪匹马，连个护卫骑士都没带。薇薇安这招确实高明，她先是找了个完美的借口，说自己是为了给演员送花，才特意甩掉了那些碍事的护卫。卡莱布听完也没多想，只是礼貌性的客气了一句，夸他考虑的周到。眼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，薇薇安立马顺杆爬，装出一副柔弱的样子，问公爵能不能亲自送她回家。他解释说自己现在孤身一人，心里实在是有点打鼓，最后还不忘试探性的补一句，问卡莱布是不是不方便。这下子难题直接抛给了卡莱布。薇薇安这招以退为进，说要是卡莱布太忙，完全可以拒绝他，毕竟他也不想太为难人。谁能想到卡莱布竟然直接点头答应了，这下薇薇安可乐坏了，赶紧跑去把花送掉，生怕错过了这个难得的独处机会。等他急匆匆赶回来，卡莱布果然还在原地，这局面似乎正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。薇薇安还在这儿演呢，说自己只是想把花送出去，没别的意思。卡莱布听完也没废话，直接说要送他回去。薇薇安心里估计都乐开花了，以为这下总算能单独相处，结果走着走着，他发现这路怎么越走越不对劲。等停下脚步一看，这哪是回家的路啊，这分明是首都警卫站的大门口。卡莱布这招是真的狠，他说比起自己亲自送，还是找专业的警卫护送更合适。这下子薇薇安的算盘是彻底落空了，薇薇安这下没话说了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卡莱布把他带进了警卫站。这男人是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，屋里的警卫头都没抬，还在这儿摆谱呢，让卡莱布先去那边填表。结果一抬头，整个人直接僵在原地。这可是皇家骑士团团长，警卫哪还敢怠慢？卡莱布也懒得废话，直接交代说这位小姐走丢了，让警卫务必把人安全送回去。警卫拍着胸脯保证绝对完成任务。可等他转过头想找人时，警卫看着眼前的薇薇安，心里还在犯嘀咕，明明上次团长身边跟着的是另一位漂亮的女士，难道是自己记错了？卡莱布可没心思管他在想什么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给薇薇安定了个位，说这只是副团长的妹妹，让警卫多费心照顾一下。这话一出口，关系撇的那叫一个干净。交代完任务，卡莱布连多待1秒的意思都没有，客套了2句就准备走人。薇薇安虽然嘴上说着谢谢，可看着卡莱布头也不回的背影，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男人比他预想的还要难对付得多。塞尔文带着一大束花找上门，开口就祝贺艾娜成为乐心的基塔拉。这消息传得比想象中还要快，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可是他一直想隐藏的秘密。塞尔文却只是神秘一笑，说他自有打听消息的门路。他甚至还带来了殿下的问候，说那位大人物也很惊讶，特意让他代为祝贺。可伊娜心里清楚，那个男人怎么可能真心替他高兴？塞尔文接着提醒他，现在的身份已经完全不同了，接下来的日子，各种社交邀请函会像雪片一样飞来，那些爱凑热闹的贵族们恐怕早就排着队，等着看这位新晋级塔拉的笑话了。艾娜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这个秘密身份到底是怎么传出去的？难道那些贵族都有顺风耳吗？塞尔文却看得透彻，他说这世上根本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尤其是盯着基塔拉的人多到数不过来，只要派人盯着神殿的祭司，看他们平时都往哪儿跑，顺藤摸瓜。塞尔文最后收起了笑脸，严肃地提醒伊娜，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，可是什么阴招都使得出来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社交问题了。艾娜带着奈塔莉和米拉准时出现在了神殿门口，守门的祭司还没搞清楚状况，随口问了一句，说大老远的过来是有什么事？艾娜也没废话，直接了当地说明了来意，说是之前预约好了，专门过来接受治疗的。就在他抬起手的那一刻，手背上突然亮起了金色的印记，那是身份的象征，也是一张谁都拒绝不了的通行证。祭司看清印记后，态度立马来了180度大转弯，连腰都弯下去了几分，赶紧在前面带路，说神殿早就已经准备好了。可让艾娜没想到的是，推开那扇沉重的大门，里面坐着的竟然是大祭司本人。这位神殿的最高掌权者居然会亲自在这里等他。大祭司看着眼前的米拉，确认这就是要治疗的孩子后，语气温和的让他闭上眼，接着一道柔和的神力覆盖了上去。谁也没想到奇迹真的发生了，米拉再次睁开眼时，竟然兴奋地喊出声来，说她终于能看清这个世界了。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，米拉突然指着艾娜的手大叫，说姐姐的手正在闪闪发光。这话一出，艾娜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要知道，那个基塔拉的专属印记，普通人根本就看不见，只有拥有神力的人才能察觉。艾娜赶紧拉住身边的内塔莉，心里乱成了一团。如果只有神职人员能看到印记，那年幼的米拉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看着艾娜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，大祭司反而觉得有些奇怪，他反问道：难道你一直都不知道吗？紧接着，大祭司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，原来米拉这个看似普通的小女孩，身体里竟然蕴含着神力。谁能想到，神殿竟然主动抛出了橄榄枝。大祭司亲切地问米拉，愿不愿意去神殿学习？
米拉想都没想，只问了一个问题：是不是只要去了，就能像爷爷一样治好别人的眼睛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这孩子眼里全是光，大声喊着自己一定要去。这下米拉的命运算是彻底改变了。就在大家以为皆大欢喜时，大祭司却突然叫住了艾娜，问艾娜和皇室到底什么关系？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对方就指了指她手上的戒指，原来这玩意儿竟然是神殿的圣物。艾娜只能硬着头皮解释，说是熟人送的。大祭司听完也没多说，摆摆手就让他先回去，和这大费周章见这一面，就为了确认这枚戒指。走出神殿，艾娜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虽然靠这东西治好了米拉的眼睛，但一想到是欠了以诺的人情，她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这下麻烦了，拿人手短的滋味可真是不好受啊！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逛书店果然是最好的解压方式。艾娜看着满屋子的新书，感觉整个人都活过来了。随手翻开一本书，里面的台词简直浪漫的过头。读着这些肉麻的句子，艾娜忍不住感叹：这世上果然还是美好的事物最治愈。既然都到这儿了，她决定顺便去见见老朋友，反正离得也不远，时间还挺充裕。艾娜挑了一大堆书，全塞给了店员，让他帮忙把这些书都送过去，自己则抱着花先走一步。看者台上的表演，艾娜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，那是她第一次以爱内的身份登台，也是在那场戏里和瑞尔完成了初次相遇。可眼前的景象却让艾娜心里泛起了嘀咕，难道这两个人背地里已经提前见过了？台上的李内正全情投入，说着那句经典的台词：即便我再怎么美，也不值得你这样屈尊下跪。艾娜在台下听得仔细，虽然李娜的技巧还不算顶尖，但胜在声音清晰顺滑，听起来让人觉得特别舒服。随着表演结束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看来这场戏确实抓住了所有人的心。看完表演，艾娜忍不住感叹，这剧情简直让她想起了当年的自己，那种青涩的感觉还挺让人怀念。她抱着花推开后台的门，本想打个招呼，结果李内一看到她，整个人直接愣住了，脱口就喊出了她的名字。李娜表现得特别兴奋，拉着艾娜问东问西，还以为艾娜是专门来找她的。这下轮到艾娜懵了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咱们以前见过吗？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李娜就热情地把她拽进了屋。就在这时，维洛卡也推门走了进来，看到艾娜出现在这儿，也是一脸的不可思议。艾娜笑着把花递过去，说自己是专门来看表演的。艾娜本想夸夸维洛卡的表演，结果对方笑着问，是不是特意来送花祝贺的？艾娜手里这束花原本是打算送给瑞尔的，可看着里内那副期待的样子，她现在是骑虎难下，根本没法解释。维洛卡倒是没察觉到尴尬，拉着李娜介绍起来，说这是趁艾娜不在时新招进来的潜力股。原来李娜这次是临危受命，顶替了生病的演员，还直接拿下了主角的位置，表现确实没话说。事到如今，艾娜只能硬着头皮客气两句。李娜听完更是激动的不行，当场发誓要以前辈为目标。这误会可真是越来越深了，2辈子加起来，艾娜还是头一回被人当成前辈，这种被偶像化的感觉让她多少有点不好意思。维洛卡在一旁疯狂爆料，说李娜自从在节庆上见过艾娜，就一直到处炫耀，还把艾娜当成了奋斗的目标。听到这儿，艾娜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，终于对上号了，原来那个戴面具的女孩就是李娜。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艾娜觉得不能再瞒下去，不然这良心上实在是过不去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决定摊牌。她看着李娜，很抱歉地解释说，其实刚才根本没认出你是谁，而且今天过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瑞尔和维洛卡。最扎心的是，艾娜最后补了一句，这束花是专门给瑞尔准备的，所以真的不能送给你。这气氛一下子变得太尴尬了。虽然花不能给李娜，但艾娜还是想补偿一下。她温柔地提议，等会儿带李娜去花店重新挑一束，就当是精彩演出的奖励。李娜一听这话，刚才的失落瞬间全没了，兴奋地直接跳了起来，一溜烟跑去换衣服，那速度快得让艾娜都没反应过来。看着李娜风风火火的背影，维洛卡忍不住感叹，这孩子虽然性格有点急躁，但心思确实挺单纯的。随后他顺手接过了艾娜送的花。闲聊间，维洛卡提到刚才有个贵妇人送了他一大束罕见的大丽花，而且在那位夫人身边，他还看到了一个老熟人。维洛卡描述说，那是个子很高、留着一头银发的冷峻男人，之前还跟艾娜一起出现过。艾娜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就是卡莱布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，还跟什么贵妇人在一起？事情一下子变得复杂了。维洛卡肯定的回答，像是一记重锤，卡莱布果然是陪着那个女人来的，这让艾娜心里五味杂陈。眼下的发展跟原著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，虽然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安全有保障，可伊娜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维洛卡突然盯着她的脖子看，好奇的问了一句，怎么今天也没戴那条项链？艾娜听得一头雾水，什么项链？维洛卡却说的有板有眼，那是艾娜以前从不离身的宝贝，据说那是一块像石头的吊坠，虽然看着不值钱，但艾娜曾亲口说过，那是她在孤儿院被抛弃时唯一的信物。这下轮到艾娜彻底傻眼了，在她的记忆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这个关键的线索她竟然完全不记得了。维洛卡还在那儿琢磨，觉得艾娜没戴项链这事儿太反常，甚至怀疑是不是藏在领子里了。艾娜这下是真的慌了，要是直接说自己不记得，维洛卡肯定会觉得她在撒谎，这身份怕是要保不住了。就在这尴尬的节骨眼上，李娜突然推门冲了出来，大喊着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这嗓门简直是救命的铃声。
李娜也看出了气氛不对，顺势帮艾娜打了个圆场，让她赶紧带李娜去花店。艾娜总算是松了一口气，心里暗自庆幸李娜出来的真及时，再待下去非要露馅不可。李娜抱着花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今天这一顿饭看来是把她彻底哄开心了。她扭捏了半天，小声问艾娜：“以后能不能直接叫姐姐？”艾娜笑着点点头，还以为她要说什么大事呢。看着李娜远去的背影，艾娜脸上的笑意却慢慢消失了，因为有一件事始终让她放不下，那个护身符项链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艾娜这辈子藏得最深的秘密就是她孤儿的身份，除了剧团里最亲近的那几个人，根本没人知道她的过去。可现在最让她头疼的是维洛卡提到的那条项链，如果大家都说她以前一直戴着，为什么她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就在她想得出神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艾娜停下脚步，脸上的表情瞬间冷了下来。她转过身，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跟陌生人说话。她说：“你认错人了，我叫莎拉。”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这个男人到底是谁？他手里拿的又是什么东西？还没等艾娜走远，那家伙竟然直接追上来，一把拽住了她的胳膊，问她到底想往哪跑。他手里拿着一张画像，对着伊娜仔细比对，说她长得跟画里的人一模一样。这下想赖都赖不掉了。画像上的女人一头红发，虽然发色不同，但五官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局面瞬间变得非常危险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艾娜根本不吃这一套。她冷冷地看着男人说：“不管是谁派你来的，都让他给我下地狱去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她直接反手一挥，把男人手里的东西狠狠甩飞。这下双方是彻底撕破脸了。艾娜现在顾不上什么形象了，她必须在被抓到之前拼命赶到警卫室，那是她唯一的生还机会。身后那帮人紧追不舍，一边跑一边疯狂叫喊。幸好这一带的地形他还算熟悉，在巷子里左躲右闪，眼看就要甩掉对方了，只要再坚持一下就好。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这该死的高跟鞋掉了链子，他脚下一个踉跄，动作稍微慢了那么几秒，就被对方发现了踪迹。这下麻烦大了，几个男人迅速围了上来，把路堵得死死的。他们一边喘气一边嘲讽，说他跑得再快也没用。对方冷笑着说：“何必费这么大劲逃跑呢？乖乖跟我们走，不就没这么多罪受了？”就在艾娜最绝望的时候，她只能闭上眼拼命求救，希望有人能听见她的声音，救救这个走投无路的女孩。突然间，一个熟悉又冷静的声音响了起来。那人轻声说：“请等一下。”艾娜愣住了，这个声音她绝对不会听错。她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是埃贡爵士吗？”卡莱布背对着她，语气里透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。他说：“别担心，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。”等艾娜回过神来，发现刚才还凶神恶煞的那帮人，现在全都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，动都动弹不得。她看着这满地的狼藉，小声问卡莱布：“这些人难道都死了吗？”卡莱布一边整理手套，一边平静地回答：“放心吧，我还没打算要他们的命。”卡莱布扶着艾娜，低声问她能不能站起来。艾娜试了试，却疼得直皱眉，说脚踝好像扭伤了，根本使不上劲。埃德蒙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，他说：“这伤的可不轻，剩下的烂摊子交给骑士团就行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处理伤口。”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卡莱布轻声说了句冒犯了，接着双臂一用力，直接把她整个人横抱了起来，让她搂紧自己的脖子。刚才光顾着逃命，艾娜还没觉得怎么样，现在精神一放松，钻心的疼痛瞬间钻了上来，疼得她连话都说不连贯了。她有些不好意思地靠在卡莱布怀里，小声说了句：“麻烦你了。”卡莱布没说话，只是稳稳地抱着她，快步走向远处的安置点。卡莱布轻声呼唤着艾娜的名字，确认她是不是还清醒。艾娜虚弱地应了一声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只是扭个脚，竟然能疼到这种地步。卡莱布看着她的伤势，语气严肃地说：“要帮她正骨。”艾娜一听，整个人都懵了。正骨那得有多疼啊？卡莱布安慰她说：“别怕，一下就好。”艾娜心里清楚，他肯定是在哄自己，可现在这种局面，除了相信他，好像也没别的招了。她只能咬着牙点头答应。卡莱布说了句失礼了，接着动作利落地掏出短刀，直接割开了那层层叠叠的裙摆，露出受伤的脚踝。这种时候已经顾不上什么礼仪不礼仪了，他把药水顺着伤口倒了下去。艾娜只觉得一阵清凉，原本钻心的疼痛好像一下子减轻了不少，甚至已经开始感觉不到腿的存在了。药水的效果比想象中还要快，艾娜甚至感觉不到卡莱布在用力，可那骨头复位的声音却一声接一声，听得他心里直发毛。卡莱布停下动作，轻声夸了一句，说他表现得很好。艾娜这才稍微松了口气，可紧接着他就发现哪里不太对劲。他低头一看，整个人瞬间僵住了，自己竟然正死死抓着卡莱布的手，而且还抓得特别紧。这下尴尬了，他脑子里乱成一团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虽然是卡莱布先动的手，可自己刚才竟然一点都没反抗，甚至还觉得挺有安全感。艾娜现在后悔的要命，早知道今天出门就该把手套戴上的。他就这么愣愣地看着卡莱布，松手也不是，不松手也不是，这种莫名其妙的亲密感，到底该怎么解释才自然啊？卡莱布关心地问他感觉怎么样。艾娜一边道谢，一边悄悄松开了抓着他衣服的手。她不想再给卡莱布添麻烦了，只想赶紧回房间休息。就在两人准备告别的时候，埃德蒙突然推门走了进来，说那几个闹事的家伙已经抓住了。可麻烦的是，那些人一醒过来就吵着要见艾娜。埃德蒙一脸为难地解释，说那些人坚持要当面交代动机，不见艾娜就一个字也不肯说。这下局面变得有点僵，谁知道那些疯子又在打什么主意？
艾娜一听，心里是100个不愿意，她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那些人，更不想再去回忆刚才的噩梦。卡莱布看出了她的抗拒，语气坚定地告诉她，不想去就不用去，没必要为了那些人勉强自己，剩下的事情他会处理好。艾娜刚才还在心里打退堂鼓，结果一不小心把实话给说秃噜了，她赶紧捂住嘴，试探着问埃德蒙，是不是只要自己露面，那些犯人就真的肯招供？卡莱布在旁边听得冷哼一声，语气里满是霸道，说如果那些人敢不开口，他自然有的是手段让他们张嘴。可伊娜想了想，觉得还是得亲自去一趟，看看这帮人到底在玩什么花样。埃德蒙听了直皱眉头，劝他别为了这点事儿太拼命。可伊娜这会儿好奇心上来了，觉得早点解决早点省心，只是低头看看自己这只脚，包得跟个大粽子似的，连地都下不了。就在艾娜发愁怎么走过去的时候，卡莱布突然冒出一句，我抱你去。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他已经二话不说，直接一个公主抱把她横着抄了起来。艾那下的魂儿都快飞了，一边挣扎一边喊着要拐杖，可卡莱布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抱着他就往外走。艾娜主动开口打破沉默，感谢卡莱布刚才帮他整理裙摆，觉得他这人还挺细心的。卡莱布反倒有点意外，问他是不是没经过同意，心里觉得冒犯了。结果伊娜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笑着叫住他，说自己绝对信得过他。这一句话直接把两人的关系拉近了。卡莱布这下彻底没话说了。卡莱布突然冒出一句，说要给艾娜赔偿，把艾娜整得一头雾水。等听明白是说丝袜的事，艾娜赶紧摆手拒绝，觉得这点小事真没必要。可卡莱布一言不发，手死死攥着拳头，那架势看着特别吓人。艾娜一看这气氛，知道再拒绝就要出事了，只能改口顺着他。等他一个人走在外面，才发现这天是真的变冷了。艾娜总算查清楚了，那帮绑匪背后指使的人就是索尔家族。不管对方是为了什么，既然敢让他担惊受怕，他就绝对不会手软。好在脚伤已经全好了，塞尔文还专门安排了护卫在暗中盯着。艾娜本以为有了保镖，日子总算能消停一会儿了，可谁能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，麻烦马上就要来了。塞尔文一边喝茶一边打听，问公爵是不是出差去了。艾娜也没多想，点头说确实要走2周。塞尔文听完就开始算日子，说要是公爵回来晚了，恐怕连皇帝的生日宴会都没法参加了。他紧接着话锋一转，问公爵有没有提过舞伴的事。艾娜这下被问住了，只能尴尬地摇了摇头。塞尔文一看机会来了，直接给艾娜出主意，说既然公爵没主动开口，那你就干脆直接找过去，去他出差的地方，当面问个清楚，看他到底愿不愿意当你的舞伴。听完塞尔文的主意，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大喊着问他是不是疯了，居然要他主动去找卡莱布。艾娜心里直打鼓，觉得自己又没公事在身，平白无故跑过去，这借口也太难找了。结果塞尔文早就想好了，他一脸淡定的开始编瞎话，说只要假装文件丢了，必须找卡莱布重新盖章就行。他还故意装出一副没人可用的样子，说二把手刚好也出差了，现在能跑腿的只有艾娜。艾娜还想最后挣扎一下，提议说能不能用信鸽送，结果塞尔文想都没想，直接把这条路也给堵死了。他说信鸽会被猎人打下来，万一丢了谁也担不起责。这下艾娜彻底没话说了，只能眼睁睁掉进坑里。塞尔文还在那儿劝，说派别人去根本没用，必须得艾娜亲自出马，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。艾娜虽然心里明白，但还是有点打退堂鼓，毕竟城外到处是怪物，他一个平民跑过去，确实显得有点扎眼。塞尔文看出了他的顾虑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给他编了个谁也挑不出毛病的理由。他说就对外宣称管账的把骑士团的文件丢了，现在急需重新补办，可偏偏团长和副团长这会儿全都不在，这下理由可就正当了，只要艾娜在路上把文件写好，再打着情况紧急的旗号，就没人敢拦着他去找卡莱布了。艾娜觉得这计划听着还行，但还是怕万一有人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到时候该怎么收场。塞尔文倒是一点不慌，说他手里还有个杀手锏，只要把这句话甩出来，保证谁也不敢再多嘴。艾娜还傻傻的凑过去听，结果塞尔文直接语出惊人，说要是真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是因为太想公爵了。这话一出，艾娜差点没当场背过气去。塞尔文还在那儿一本正经，说爱情这东西最不讲理，只要打着想念的旗号，再没脑子的事儿都能说通。艾娜听得心都凉了，这种羞耻的话怎么说得出口？她还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招，结果塞尔文直接开始装死。他一边优雅的喝着茶，一边把球又踢回给艾娜，意思很明显，要么按他说的办，要么就彻底没戏了。塞尔文还在那儿不依不饶，说反正以后也见不着了，趁现在演个戏告个别，对他来说不是手到擒来吗？可伊娜心里早就乱成一团，最麻烦的根本不是演戏，而是他发现自己竟然真的对卡莱布动了心。他拼命告诉自己要冷静，现在绝对不能说实话，毕竟在这些大人物眼里，他只是个去勾引卡莱布的棋子，万一被他们发现自己这颗棋子竟然假戏真做，天知道这帮人会为了大局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来。塞尔文还在那儿自顾自的幻想，说不定卡莱布听了那些情话，还会请艾娜去参加生日宴，到时候局面就彻底打开了。艾娜只能在心里苦笑，虽然大家都觉得她能把卡莱布拿捏得死死的，艾娜最后还是松了口，答应按塞尔文说的去办，但她心里还是直打鼓，万一路上真碰见怪物，那不是白白去送死吗？塞尔文倒是一脸淡定，说公爵大人刚走过那条路，肯定早就清理干净了，而且为了保住艾娜的小命，他这次可是下了血本，
他不光要派2个顶级保镖，还要再加3个普通骑士，甚至打算去找皇太子借人，把皇家骑士团也给搬出来。艾娜听得整个人都傻了，这哪是去送的文件啊？这阵仗简直比皇室出巡还大，看来塞尔文这次是铁了心，非要把他送过去不可。既然对方连这种话都说了，艾娜知道自己再怎么找借口也根本没法拒绝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问什么时候走。塞尔文这下总算满意了，说今天就去把手续办好，让艾娜赶紧回去打包行李。艾娜最后确认了一遍，这次就是拿送文件当幌子，去打听清楚生日宴会的事。塞尔文笑着夸他反应快。就在塞尔文准备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特意叮嘱艾娜，出发之前一定要多练练。艾娜听得一头雾水，这送个文件还要练什么？难道还要练怎么走路吗？结果塞尔文坏笑着说，当然是练那句肉麻的话呀，万一到时候真见了公爵，你总不能当场卡壳吧？艾娜这下彻底没话说了，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这种丢人现天的事可千万别让他给碰上。马车已经在大门口等候，这阵仗可真不小，连平时难得一见的女骑士这次都成群结队的出现了。艾娜看着这场面，心里也直犯嘀咕，看来伯爵魏勒这次任务真是把家底都掏出来了。弗雷亚主动走上前确认了艾内的身份，他是第一帝国骑士团的精英，专门负责这次的护送。不过现在还不能立刻出发。弗雷亚有些为难地开口说，还有一个人没到。另一个骑士指着远处喊道，他来了。最后一名成员总算是在出发前赶到了，他一边跑一边大声道歉，说自己来晚了。旁边的树林里突然传出一阵诡异的动静，金鸟四散，一只巨大的黑狼正死死盯着他们。卡莱布利落的收剑入鞘，这只魔兽总算是彻底断气了。马丁在一旁看得直后怕，谁能想到上次明明已经清理过一遍，竟然还藏着这么个漏网之鱼。要不是因为发现了一根断掉的树枝，让他们在这儿死磕了整整4天，这东西要是突然窜出来，后果简直不敢想。虽然眼前的威胁解决了，但卡莱布的神情看起来并没有放松多少。这片森林里恐怕还藏着别的秘密。马丁想拿条毛巾给卡莱布擦擦，但卡莱布现在没心思管这些，他直接要了火柴和信号弹，打算先叫人过来处理现场。随着红色烟雾升起，支援部队很快就会赶到。卡莱布让马丁先去休息，自己却蹲在了那具魔兽尸体旁。他越看越觉得哪里不对劲，这种魔兽虽然凶悍，但眼前的这一只实在是瘦得有点离谱了。按理说，成年魔兽不该是这个样子，除非他已经饿了很久很久。这森林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竟然能把这种怪物逼到这种地步？卡莱布叫住了马丁，问他还能不能继续行动。他打算趁热打铁，带人去森林更深处看看。旁边的几个士兵一听，心都凉了半截，壮着胆子问队长，那他们这帮人该怎么办？卡莱布看出了大家的疲惫，直接下令，接下来的追击只有他和马丁2个人去，至于其他人，原地休息，等大部队汇合，再把魔兽尸体运回去就行。听到这个决定，士兵们简直像捡回了一条命，总算不用再跟着去玩命了。交代完这些，卡莱布和马丁骑上马，头也不回地扎进了森林深处。马丁跟着卡莱布进了一个山洞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里面还藏着不少怪物。卡莱布看着地上的残骸，心里越来越沉。现在明明不是魔兽的繁殖期，这里竟然出现了幼崽，而且这些幼崽的个头大得有点不正常，眼看就要长成麻烦的成年梯了。这种反常的情况，说明森林里的平衡已经彻底崩了。如果不趁现在把它们处理掉，以后绝对是个大隐患。卡莱布握紧了剑柄，既然撞见了，那就一个也别想活命。谁也没想到，黑暗中竟然还藏着一只。马丁还没来得及反应，魔兽的血盆大口已经到了跟前。就在这要命的瞬间，卡莱布直接冲了上去，用手臂硬生生扛住了这一咬，鲜血瞬间溅了一地。马丁吓得大喊队长，可卡莱布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反手就是一剑，直接把这畜生给解决了。看着卡莱布脸上的血迹，马丁说话都带了哭腔，赶紧问他有没有事。卡莱布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我没事。这种程度的伤对他来说似乎根本算不了什么，刚才那只怪物趁乱跑了。马丁急得不行，一边道歉一边自责，觉得是自己拖了后腿。卡莱布顾不上这些，只想立刻追上去，可马丁看着他那条血淋淋的手臂，死活拦着不让他走。卡莱布低头看了一眼伤口，情况确实不太妙，光靠圣水只能止住外伤，如果不赶紧把里面的碎片挑出来，整条胳膊可能都要废了。这种时候硬撑就是送死。卡莱布冷静下来，转头看向马丁，他问马丁能不能一个人去把那畜生解决掉。马丁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神变得坚定起来，大声答应了下来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要独自去面对这种危险。卡莱布独自骑马往回赶，看着手臂上这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艾娜。当初临走的时候，艾娜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他千万别受伤，别太勉强。结果现在搞成这样，他真不知道该怎么交代。本来以为这次又要半个月见不到面，只能靠写信来打发日子，谁知道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可一回到艾娜身边，气氛就变得有点不对劲。艾娜一句话也不说，就这么直勾勾地盯着他看。卡莱布被盯得心里发毛，只能主动开口问他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想说，毕竟被这么盯着看，换谁都会觉得自己的秘密是不是已经穿帮了。艾娜赶紧开口道歉，说刚才盯着他看是因为怕以后再也见不到了，毕竟他这个副官只是临时的，等这阵子忙完，他就打算回剧团继续演戏。卡莱布听完问了一句，难道你不想继承伯爵的爵位吗？艾娜沉默了一下，还是说出了心里话，比起顺从养父母的安排，她更想去追求自己的梦想，去做那些真正让她开心的事。
本以为卡莱布会觉得他胡闹，没想到他却表现得很平静，甚至还温柔地鼓励他，说只要是他想做的，就一定能做得很好。不仅如此，卡莱布还给了他一个定心丸，说这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见面。他当场许下承诺，在生日庆典开始之前，他一定会平安回来。这一番话让原本不安的艾娜彻底定下心来，只要能守住这个约定，一切就都值得，反正很快就能回去了。埃德蒙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吃了个闭门羹。这扇门平时从不落锁，今天却关得死死的，难道是去了训练场？他虽然觉得有点反常，但还是打算过去碰碰运气。结果刚到地方，他就彻底傻眼了，想找的人根本不在。守卫无奈地告诉他，人早就已经出发了。听完守卫的解释，埃德蒙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艾娜竟然以补办手续为借口，直接赶往了前线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身边只带了一个娜塔莉，这两个人要是撞上那些余孽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他一边飞快地写信求援，一边在心里盘算，那个地方可是怪物的老巢，哪怕娜塔莉再怎么能打，现在也变了性质。毕竟一个人战斗和保护着别人战斗完全是两码事。如果那些家伙还没清理干净，他们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地上的血迹还没干透，空气里全是危险的味道。埃德蒙已经把求救信发了出去，现在只能祈祷一切还来得及。可此时的艾娜还完全被蒙在鼓里，她坐在摇晃的马车里，甚至觉得心情不错。她笑着说，昨天的文件总算处理完了，今晚到了旅馆，一定要舒舒服服睡个好觉。她甚至还随身带了剧本，打算在路上打发时间。就在这时，马车外突然传来一声道歉。原本以为能住进旅馆，结果娜塔莉一开口就给艾娜泼了一盆冷水，今晚竟然要在荒郊野外露营。娜塔莉解释说，前面的山路根本没有村庄，虽然明早就能赶到，但这一路并不太平。她看着艾娜，试探着提议说，既然文件已经准备好了，不如由她先送过去，这里经常有怪物出没，艾娜又没吃过这种苦，现在跟着大部队回去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谁知道艾娜竟然一点没打算打退堂鼓，她态度非常坚决，这次必须亲自见到卡莱布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虽然娜塔莉实力强悍，但让她一个人去冒险，自己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心。面对娜塔莉的劝阻，艾娜直接搬出了杀手锏。她说，如果让你一个人去，万一真出了什么意外，我以后还怎么去见米拉？这句话一出，娜塔莉顿时没话说了，只能收回刚才的建议，乖乖陪在艾娜身边。看到对方终于妥协，艾娜这才总算松了口气，只要能一起行动，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夜幕很快降临，荒郊野外的营地里火光晃动，林子里静得有些诡异。艾娜突然停下脚步，总觉得身后有什么动静，正悄悄地盯着自己。她原本以为是疑神疑鬼，可那种被窥视的感觉却变得越来越强烈，绝对有什么东西刚刚经过。娜塔莉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上前询问情况，得知后方有异样后，她没有任何犹豫，她说自己过去看看，让艾娜留在原地别动。看着娜塔莉消失在黑暗中的背影，艾娜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。这种地方到底藏着什么东西？在骑士们眼里，娜塔莉简直就是偶像级别，大家排着队想找她请教剑术，这让她心里还有点小自豪。正感慨着呢，忒弥斯突然走了过来，还破天荒的主动开口，问能不能坐在他身边。艾娜虽然觉得意外，但还是点头答应了。结果这两个人并排坐着，半天连个屁都没放，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。艾娜实在是受不了了，只能硬着头皮没话找话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说。谁知道忒弥斯头也不回，冷冰冰的丢下一句没有。忒弥斯看着远方，心里满是不甘和无奈。他觉得在真正的天才面前，普通人就算再怎么拼命，也根本没法跨越那道鸿沟。艾娜听出了他话里的自卑，忍不住反问了一句，难道你为了走到今天付出的那些汗水和努力全都不算数了吗？这句话直接戳中了忒弥斯，他没想到艾娜会这么看他，原本冰冷的心一下子被这几句温柔的话给捂热了。艾娜看着他的样子，心里却突然咯噔一下，明明告诉自己要保持距离，结果刚才还是没忍住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贴心话。忒弥斯也察觉到了气氛的变化，他低下头自嘲地笑了笑，说自己确实失态了，不该让艾娜感到这么为难。忒弥斯握紧了双手，他向艾娜保证不用担心，虽然现在还有点难受，但他会尽全力让一切都翻篇。他甚至还在为刚才的失态道歉，可伊娜根本没心思听这些，因为那个奇怪的声音又一次从身后的草丛里传了出来。起初他还以为只是风声，试图说服自己别疑神疑鬼，可下一秒，两道血红色的光芒在暗处一闪而过，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瞬间炸开。艾内吓得直接站了起来，急忙询问特弥斯有没有看到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可忒弥斯却一脸茫然，好像刚才那两道红光只有伊内一个人能看见。艾娜指着不远处的草丛，还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一道凌厉的红光就带着杀气直接劈了过来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娜塔莉大喊着让他趴下，整个人猛地扑了过去，死死的将伊娜护在怀里。刚才那一下要是躲闪不及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还没等两人站稳脚跟，周围的空气就彻底凝固了。草丛里传出低沉的嘶吼，一个巨大的黑影缓缓现身，那双血红色的眼睛正是传说中的凶兽莱克尔。近距离看，这家伙比想象中还要庞大。艾娜愣在原地，要不是内塔莉及时挡在前面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就在怪物张开血盆大口时，一道剑光闪过，真正的反击现在才开始。坏了，普通攻击根本没用，没有灵气加持，这怪物就像有不死之身一样。艾娜看出了端倪，再这么耗下去，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。娜塔莉挥剑挡在最前面，但这畜生越杀越疯，鲜血溅了一地，眼看局面
就要失控。娜塔莉大声吼道：“快跑！”所有人立刻撤退。艾娜还在犹豫，她放心不下娜塔莉，但旁边的人根本不废话，直接吼了一句快点，随后把手里的东西扔向火堆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浓烟瞬间炸开，把整个营地都给吞没了。艾娜被呛得直咳嗽，在一片混乱中，她只能拼命呼喊娜塔莉的名字，到处都是浓烟，艾娜什么也看不清，只能凭直觉往前冲，但这根本没用。身后那沉重的撞击声，每一下都像踩在她的心口上。艾娜彻底乱了阵脚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原地踏步。这种体型差距，光靠跑真的能活命吗？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利爪已经悄然落下，死亡的阴影彻底把它淹没了。完了，这下真的死定了！巨兽张开血盆大口，艾娜甚至能感觉到死亡的降临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突然闪现，忒弥斯拔剑而起，死死顶住了怪物的獠牙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怎么也没想到忒弥斯会在这时候出现，但现在根本不是叙旧的时候。忒弥斯咬牙撑住长剑，头也不回地吼道：“快跑！”又是逃跑。艾娜已经听够了这两个字，每次遇到危险，她似乎永远是那个被保护的累赘。她很清楚自己的剑术只是花架子，根本不是为了杀戮而练的。但如果这次再转身离开，同样的噩梦只会不断重演。她不想再躲在别人身后了。就在忒弥斯拼死抵抗的时候，艾娜眼神一变，猛地握紧了腰间的剑柄。她没有逃走，反而迎着怪物的獠牙冲了上去。忒弥斯整个人都懵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一直被保护的女孩竟然有胆量主动出击。谁能想到这怪物的攻势越来越猛，忒弥斯已经快到极限了。他原本以为能多撑一会儿，结果局面崩得比想象中还快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忒弥斯突然松开了手，他语气决绝，让艾娜一定要活下去，他这是要拿命去填坑。艾娜急得大喊，想让他停下这种自杀行为，但忒弥斯根本没回头，他最后吼了一嗓子，催促艾娜赶紧走。紧接着，他一个人冲向了那头巨兽，长剑再次卡在獠牙之间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为艾娜挡下攻击了。坏了！忒弥斯被正面击飞，重重的摔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怪物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直接扭头扑了过去。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眼看忒弥斯就要没命，她下意识地抓起地上的石头，用尽全身力气砸了过去。这一下竟然真的砸中了，怪物吃痛停下了动作。艾娜大喊着吸引他的注意，他成功了。但结果呢？怪物被彻底激怒，那双血红色的眼睛死死盯住了手无寸铁的艾娜。艾娜拼了命地往外跑，以为只要跑得足够远，就能甩掉身后的噩梦。结果脚下一滑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就在她挣扎着想要站起来时，手却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，那是一把剑。看着眼前熟悉的萤火，艾娜彻底愣住了。折腾了半天，她竟然绕了一大圈，又回到了这个鬼地方。还没等她缓过神来，迷雾中缓缓浮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。还没等艾娜看清对方是谁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她直接重重地倒在地上，鲜血瞬间染红了礼服。这下彻底完了，艾娜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只巨大的利爪扣住了她的脚踝。怪物开始发力，拖着她往迷雾深处走去，地面上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痕。艾娜心里很清楚，如果就这样被拖进黑暗，等待她的将是无法想象的结局。死亡的阴影已经彻底笼罩。艾娜看着近在咫尺的怪物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这次真的要没命了。但求生的本能让她不愿放弃。就在怪物张开血盆大口的一瞬间，她猛地抓住了地上的长剑，拼尽全力向上刺去。谁也没想到，就在这生死关头，原本普通的剑身竟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强光，这股力量直接顶住了怪物的獠牙，耀眼的光芒瞬间贯穿了黑暗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股突然觉醒的力量，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灵气？咔嚓一声，手中的长剑竟然被怪物生生咬断，最后的防线彻底崩了。艾娜已经到了极限，身体沉重的像灌了铅，再也使不出一丝力气。既然已经无路可退，那就只能豁出去了。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一个身影突然冲破黑暗，不由分说的将她死死护在怀里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整个人都懵了，原本以为等来的是怪物的獠牙，没想到却是一个温暖的依靠。艾娜愣愣的抬起头，看清了那头熟悉的银发，竟然是卡莱布。在这生死一瞬的关头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要是再晚来一步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卡莱布紧紧抱住怀里的人，差一点他就真的要失去艾娜了。艾娜的情况非常糟糕，伤口处渗出的血迹触目惊心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的伤，而是中了莱克尔的剧毒。卡莱布立刻出手稳住伤势，但毒素扩散的太快，如果不马上进行彻底治疗，艾娜恐怕撑不了多久。马丁带着人马匆匆赶到，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了原地，满地的魔兽尸体和一片狼藉，显然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。卡莱布没有废话，直接向赶来的马丁下令，让他们立刻处理伤员和魔兽残骸，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。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艾娜，情况已经刻不容缓，他决定先带艾娜离开这里，去寻找更安全的治疗地点。深夜的庄园里，医生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虽然很不忍心，但他还是说出了那个最坏的消息。现在的他对艾娜的伤势也无能为力，这种毒素实在太霸道了，如果不能先从体内提取出一部分，任何解药或者圣水都起不到作用，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。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城堡里唯一的排毒仪器前几天坏了，虽然已经找铁匠紧急定制，但最快也要好几天才能送达。艾娜现在的状态根本撑不到那个时候，这下事情彻底陷入了死胡同。难道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医生叹了口气，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顶级圣水，可这地方太偏僻了，最近的圣殿起码也要跑上3天。艾娜根本等不了那么久，
就在这时，医生突然想起前几天给过卡莱布一瓶，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结果卡莱布沉默了半天，低声说那瓶水早就已经用光了。医生听完差点当场崩溃，那么珍贵的东西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用掉了，这下连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没了，难道真的只能眼睁睁看着吗？沉默了片刻，医生压低声音说：“死马当活马医的话，其实还有一个压箱底的法子，但这事儿他办不到，必须得公爵大人亲自出手。”卡莱布立刻追问是什么办法。医生扶了扶眼镜，一字一顿地说出了2个字：灵力。医生说出的法子听着就让人心惊，他要求施救者必须用灵力护住嘴，然后亲自从伤口里把毒素吸出来。光是护住还不够，还得持续不断地引导灵力把毒聚在一起。卡莱布听得眉头紧锁，这种事真的能办到吗？医生摇了摇头说他也不敢保证，毕竟医生里几乎没人拥有灵力，更何况谁会愿意为了救人去冒这种生命危险？虽然现在已经别无选择，但这个法子简直就是在拿命去赌，一旦灵力稍微出点岔子，施救者自己也会立刻中毒身亡。卡莱布沉默了片刻，突然开口，请医生先去门外回避一下。医生愣了愣，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，默默转身退出了房间。医生离开后，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卡莱布站在床边，低声呼唤着艾娜的名字，可他现在根本给不了任何回应。看着他越来越虚弱的样子，卡莱布知道他快撑不住了。为了把那该死的毒素排出来，他必须得动手了。虽然接下来的举动可能会有些冒犯，甚至会让他觉得不舒服，但现在每一秒钟都在和死神赛跑，他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。卡莱布低声说了句对不住，随后缓缓伸出手，揭开了那件被鲜血浸透的衣裳，露出了触目惊心的伤口。这一步一旦开始就没法回头了，毕竟在这座庄园里，他是唯一拥有灵力的人，也是唯一能把艾娜从鬼门关拉回来的人。现在已经没时间犹豫了。卡莱布很清楚，躺在床上的艾娜才是最害怕的那个人，可他的手却怎么也落不下去。万一失手了怎么办？万一这一步走错，他可能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这种失去的恐惧几乎要将他彻底压垮。就在他内心反复挣扎的时候，一只冰冷的小手突然轻轻抓住了他的指尖。艾娜竟然在昏迷中睁开了眼，她声音微弱的几乎听不见，却断断续续的说着没关系。她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听到艾娜那声微弱的安慰，卡莱布沉默了片刻，他终于不再动摇，低声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了。”这一刻，他眼里只剩下救人这一件事。他拿出了准备好的药剂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：“我一定能行。”这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，而是他必须成功，因为他绝对承受不起失败的代价。他俯下身子，轻声叮嘱艾娜再坚持一会儿，接下来的过程会很痛苦，但只要熬过去，就能把命从死神手里抢回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进了窗户，漫长的黑夜总算熬过去了。艾娜迷迷糊糊地抬起手遮住眼睛，只觉得这阳光亮得有些晃眼。卡莱布的声音立刻在耳边响起，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焦急。他急切地询问伊娜能不能听到他说话，意识是不是已经清醒了。艾娜迷迷糊糊地睁开眼，发现守在床边的竟然是卡莱布。他显然还没搞清楚状况，下意识地问他怎么会在这里。卡莱布语气里满是担心，说他已经整整昏睡了1天1夜。艾娜听完直接愣住了，他本以为自己只是稍微眯了一会儿，没想到竟然睡了这么久。看到艾娜醒了，卡莱布赶紧询问她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。艾娜仔细感受了一下，确定自己没什么大碍，埃贡悬着的心这才总算落了地。可还没等气氛轻松下来，卡莱布的神色突然变得有些凝重，他低声叫住艾娜，说有件事必须得向她道歉。看他这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昨晚在那个房间里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。卡莱布突然一脸沉重地低下头，说自己坏了艾娜的名声。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完全没听懂他到底在说什么。紧接着，卡莱布共臂着眼坦白了一件大事。他说趁着艾娜昏迷没意识的时候，自己对她动手动脚了。艾娜心里其实很清楚，昨天那是为了救命才不得不碰她，可她怎么也没想到，卡莱布竟然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，甚至还带了一点负罪感。艾娜刚想开口解释，说自己并不在意这些细节，结果卡莱布根本没给她说话的机会。他神情严肃地抬起头，语气坚定的像是在宣誓。他说如果艾娜愿意的话，他想对她负责到底。这突如其来的求婚式发言直接把艾娜给整不会了。卡莱布又重复了一遍，说他一定要对艾娜负责。他解释说昨天情况实在太紧急，根本没时间考虑什么礼节，但现在回想起来，那种行为确实是太没规矩了。他一脸严肃地看着艾娜，请求艾娜能给他一个机会。艾娜听得云里雾里的，试探着问他所谓的负责到底是指什么。结果卡莱布连眼都不眨一下，直接蹦出2个字：结婚。这2个字就像平地惊雷，把艾娜震得半天没回过神来。她怎么也没想到卡莱布竟然会直接跳到这一步，这下艾娜的大脑彻底死机了，她心里乱成了一团麻。这算什么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当众求婚吗？等一下，卡莱布刚才是在向我求婚吗？这进展也太快了。艾娜冷静下来一想，不对，他肯定不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，只是觉得对我负有责任而已。他越想越觉得别扭，直接开口说我觉得这样不太对。结果卡莱布一听，居然当场道歉了。他说自己太心急，如果不小心冒犯了就当没说过。这下误会可大了，艾娜整个人都傻了，明明不是那个意思，怎么局面突然变得这么尴尬？卡莱布的脑回路也是没谁了，他以为艾娜不答应是因为求婚的过程太草率，居然当场保证回京城后
要准备一份正式的厚礼，在这儿巴金的求一次婚。艾娜听得整个人都麻了，她赶紧解释说不用再求婚了，结果卡莱布又误会了，他觉得艾娜是在提醒他必须按照贵族的规矩，先去拜访老丈人商量婚期。眼看话题已经聊到了准备婚礼，卡莱布甚至开始询问具体的日子。艾娜终于忍到了极限，她大声喊了出来：“我根本就没打算接受你的求婚！”这下轮到卡莱布愣住了，原本热络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确认娜塔莉没有生命危险后，艾娜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但刚才发生的那场闹剧还在她脑子里转个不停。虽然刚才拒绝的有点生硬，但那确实是她的心里话。在她看来，婚姻必须是因为爱情，而不是因为什么狗屁责任感。她希望卡莱布能明白，不要为了补偿而搭上自己的一辈子，去和真正爱的人在一起，那才是对彼此负责。卡莱布听完这些话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一个人默默离开了。艾娜怎么也没想到会在走廊里和卡莱布撞个正着，虽然他脸上挂着笑，但那眼神却冷得让人脊背发凉。卡莱布开口问他：“不在房间好好待着，跑出来干什么？”艾娜赶紧解释，说自己只是去看了看伤员，身体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卡莱布听完点了点头，还嘱咐他要多休息，别把自己累坏了。表面上看这只是普通的关心，但艾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果然，卡莱布突然往前迈了一步，整个人直接逼到了他面前。他压低声音问：“能不能告诉我，这段时间你到底都在忙些什么？”卡莱布开始一笔一笔的算账，从找医生到处理公文，甚至连检查尸体的时间都算进去了。最后他盯着艾娜说：“刚才我去房间找你，结果你根本不在。”这下谎话彻底露馅了，艾娜尴尬的不行，只能硬着头皮转移话题，反问卡莱布的房间在哪。卡莱布随口回了一句：“就在楼上走廊的尽头。”艾娜突然伸手一把死死扣住了卡莱布的手腕，她说有个地方必须马上过去，让卡莱布现在就陪她走一趟。卡莱布被拽得一个踉跄，只能一边跟着跑，一边不安的追问：“这到底是要去哪？”艾娜还在那卖关子，直说到了地方自然就明白了。卡莱布只能一头雾水的跟着他，一路走到了楼上的走廊。等看清眼前的房门，卡莱布彻底愣住了，这不就是他自己的卧室吗？艾娜笑着推开门，说治愈师都告诉他了。卡莱布为了守着他醒过来，整整一个晚上都没合眼，所以他才急着把人带回来，想让他赶紧进去补个觉，别把身体给搞垮了。面对艾娜这份突如其来的体贴，卡莱布沉默了片刻，但他并没有领情，只是冷淡的回了一句：“还有工作没处理完。”这下轮到艾娜尴尬了。艾娜这次可不打算轻易放弃，她盯着卡莱布问：“那些工作是不是非要今天做完？”卡莱布自知理亏，小声嘟囔了一句：“晚点也行。”听到这话，艾娜直接上手把人往屋里推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既然不急，就赶紧进去睡觉。”卡莱布还想再挣扎一下，说自己身体好得很，结果伊娜直接使出了杀手锏。他说尽职尽责固然重要，但要是卡莱布真累倒了，他会觉得全是自己的错，心里会一辈子过意不去。这一通软硬兼施下来，卡莱布彻底没辙了，只能无奈的答应去休息。看着这个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大男人，现在竟然被自己说的乖乖听话，艾娜这才满意的把他送进了房间。卡莱布本以为进屋就能清静了，结果回头一看，艾娜竟然还站在门口没打算走。他一脸疑惑的问：“你怎么还不回去休息？”艾娜这回是铁了心要监工，他说自己太了解卡莱布了，要是现在就走，这人肯定会偷偷爬起来继续加班，所以他必须亲眼看着卡莱布睡着才行。还没等卡莱布反应过来，艾娜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，他指着卡莱布的衣服说：“现在你可以把它脱掉了。”这话一出，屋里的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，卡莱布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艾娜倒是一脸坦荡，解释说穿着这身硬邦邦的制服睡觉肯定不舒服，让他赶紧把外套和领巾都解开。看着艾娜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卡莱布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能默默地把头转到一边。艾娜还没意识到哪里不对劲，甚至还一脸无辜的追问：“难道自己说错什么了吗？”直到这一刻，艾娜的大脑才终于重新开机，她猛地意识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自己居然还主动让人家脱衣服，这换谁听了都得想歪。看着眼前这张宽敞的大床，艾娜尴尬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赶紧摆着手解释，说自己刚才真的只是单纯的关心，绝对没有半点非分之想。卡莱布倒是表现得挺淡定，顺着他的话说，知道他只是担心自己睡得不舒服。艾娜一秒钟都不敢多待，找了个借口就想赶紧开溜，连头都不敢回。可还没等他走到门口，卡莱布就直接伸手拦住了他，语气里还带着一丝玩味。他反问道：“刚才不是还说要亲眼看着我睡着才肯走吗？”还没等艾娜反应过来，卡莱布突然从身后一把抱住了她。艾娜在心里疯狂呐喊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？是该推开他，还是就这样任由他抱着？这屋里静得连脱衣服的声音听起来都像是在打雷。他低着头，根本不敢乱看，生怕下一秒气氛就彻底失控。卡莱布看出了他的局促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艾娜，要是觉得不舒服，就先回去吧。”这话一出，他反而更慌了，为了掩饰尴尬，居然脱口而出要给他唱摇篮曲。这借口找的，连他自己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可话都说出口了，接下来的场面该怎么收场？这下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他恨不得把刚才那句话收回来，可谁能想到卡莱布居然当真了。他靠在枕头上低声说：“既然要唱，那就唱唱以前在那儿唱过的那首吧。”原来那段旋律他一直都记在心里，甚至偶尔还会回想起来。这突如其来的坦诚让屋里的气氛瞬间变了样。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，
他哪还说得出拒绝的话？毕竟这火是他自己点的，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唱下去了。他原本以为那只是随口一说，没想到卡莱布却盯着他，语气坚定的让人心跳漏了一拍。他说那种旋律，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。这一句话直接把艾娜整不会了，他只能一边语无伦次的掩饰，一边赶紧找个借口说要换种轻柔的方式唱给他听。卡莱布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静静的躺在那，等着他开口。随着歌声在房间里慢慢散开，那些关于繁星和思念的歌词听起来不像是在唱摇篮曲，倒更像是一场迟到的告白。看着卡莱布在歌声中睡熟，他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很清楚，这种难得的温柔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了。只要那个真相被揭开，他一定会对自己彻底失望，甚至会恨透了他。与其等着那一刻发生，不如趁现在还没闹僵，给自己留最后一点体面。他没再停留，转身走出了房间，随着房门轻轻关上，这短暂的宁静也跟着彻底断了线。皇宫里的气氛总是这么压抑，哪怕阳光再好，也挡不住这股扑面而来的火药味。以诺突然叫住了卡莱布，虽然卡莱布礼数周全，但以诺显然没心思听这些客套话。他摆了摆手，直接提出要单独聊聊。这种身份的人主动找上门，准没好事。果然，以诺一开口就直奔主题。他盯着卡莱布说：“这次找你是为了你骑士团里的那个临时成员。”这话一出，局面瞬间变得微妙了。看来有些人的行踪早就被盯得死死的了。当以诺嘴里吐出艾娜的名字，卡莱布整个人都僵了一下。虽然他极力保持冷静，但对方显然是有备而来。以诺笑着提起了那场意外，说魔兽袭击的事闹得满城风雨，尤其是那位年轻小姐受了伤，这让范德伯爵非常不高兴。卡莱布只能低头认错，承认是自己的失职。可这正是以诺想要的。他一边假装大度地安慰卡莱布，一边又抛出了一个更狠的消息。他说范德伯爵现在非常震惊，甚至已经开始后悔当初把人交给卡莱布的决定。这话听着是在关心，实际上是在下最后通牒。如果卡莱布再护不住人，这局棋他就要彻底出局了。卡莱布还想把这事儿当成公事处理，他低声保证以后绝对会加强看管，不会再让这种意外发生。可以诺根本不打算放过他，他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你这么紧张，到底是因为公职在身，还是因为你自己的私欲？”这话直接把卡莱布问住了，场面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。卡莱布还没来得及反驳，以诺就露出了那种让人发毛的微笑。他慢条斯理地补了一刀，说自己从卡莱布的话里听出了一股浓浓的私人感情。卡莱布最想藏住的软肋，竟然被以诺当面给挑明了。卡莱布还在据理力争，他说自己身为负责人，担心每个人的安全是理所应当，关心艾娜小姐当然也再正常不过。可这些话在以诺听来全是漏洞。以诺一直收到关于卡莱布的报告，但他以前压根儿不信，因为在他印象里，卡莱布绝不是这种会被感情左右的人。可看着眼前卡莱布反常的反应，以诺心里咯噔一下。如果放在以前，他会很高兴看到对手有了弱点，但现在这种失控的感觉让他脊背发凉。事情要从几天前说起，那时候以诺还在处理政务，属下突然送来一封密信，信封上的火漆印非常扎眼，那是来自阿德尔公国的信，而且寄信人竟然是卡莱布大公本人。这封信到底写了什么，能让皇太子如此忌惮？说起这个阿德尔公国，那可是个特殊的存在，虽然独立于帝国之外，但卡莱布大公和当今皇帝克莱夫可是亲的不能再亲的表兄弟。可谁能想到，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公心里一直有个结，20年前的一场意外让他失去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儿。从那以后，卡莱布就彻底把自己关在宫国里，再也不过问外面的事。直到最近，一件圣物突然产生了感应，看着眼前的艾娜，以诺心里开始打鼓。难道那个失踪多年的孩子真的还活着？他拆开卡莱布寄来的密信，上面的内容让他屏住了呼吸。信里说，虽然还没100%确定，但种种迹象都指向了一个人，艾娜极有可能就是那位失踪的公国继承人。以诺原本算盘打得挺响，他打算等契约一结束，就把艾娜送回剧团，到时候让大公夫妇直接去领人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女儿带走。谁能想到卡莱布竟然对艾娜动了真感情？要是让大公夫妇在剧团撞见卡莱布，再察觉到他对艾娜的那点心思，这事儿可就彻底闹大了。看着卡莱布那副认真的样子，以诺意识到绝对不能再按原计划走了。为了不让这滩水变得更浑，他必须推倒重来，重新布一个更大的局。以诺这招以退为进，玩的确实够狠。他表面上是在为刚才的誓言道歉，可话里话外全是在往艾娜身上泼脏水。他故意提起艾娜在剧团时的往事，说那些传闻传得有鼻子有眼，甚至当着卡莱布的面直接说艾娜是个到处勾引人的狐狸精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试探了，这是赤裸裸的羞辱。空气在那一刻仿佛都凝固了，可卡莱布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了以诺的预料。他没有发火，只是平静地回了一句：传闻终究只是传闻。他甚至还帮艾娜说起了话，说即便外界对演员有偏见，但依然有人在为了梦想拼命。看来想让卡莱布自乱阵脚，这几句垃圾话还远远不够。以诺还是不死心，他盯着卡莱布问：难道即便背负着那样的骂名，你也要认定她就是那位小姐吗？谁都没想到，卡莱布竟然大大方方地承认了。他说传闻是真是假，自己确实不清楚，甚至有可能那些难听的话全都是真的。但紧接着，他冷冷地丢下一句：我不在乎。他说自己从不看重过去，评价一个人，他只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和亲身感受到的。塞尔文放下茶杯说：艾娜小姐，能看到你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，毕竟你这次算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。
艾娜无奈地笑了笑，确实是捡回了一条命，回来的路上倒还算太平，没出什么意外。塞尔文话锋一转，那件事你有没有跟公爵大人提起过？艾娜愣了一下，问哪件事？塞尔文压低声音说，就是那个关于魔法文章的秘密。卡莱布突然叫住艾娜，说有件事想问个清楚，这语气听着简直就像是在查户口。他盯着艾娜问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在首都吗？为什么要跟着骑士团大老远跑到这儿来？艾娜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是有一份文件急着要审批，只能亲自送过来。结果卡莱布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步步紧逼，如果只是为了送文件，随便派个人不就行了？何必非要你亲自跑一趟？艾娜还在努力圆场，说是时间太紧，只能在赶路的途中起草，所以才没来得及交给别人。卡莱布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既然你在路上就写完了，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骑士带回去，自己却还要跟着过来？卡莱布这一连串的质问，艾娜被堵得没话说了，只能在心里疯狂想对策。他突然想起塞尔文教他的招数，说是如果被逼问的没办法，就直接告诉公爵，是因为太想见他才跟过来的。艾娜光是想想那个画面，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。这种肉麻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当着卡莱布的面说出口？回到茶桌前，艾娜没好气的对塞尔文说：“我才没用你那个馊主意，那种话谁说得出来啊？”塞尔文笑着问：“那公爵大人当时是什么反应？”艾娜摆摆手说：“能有什么反应？”结果还是被塞尔文一眼看穿了。塞尔文一脸坏笑的说：“行吧，既然你非要这么说，那我就勉强相信你好了。”艾娜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这表情哪像是相信的样子。紧接着，塞尔文又抛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他问艾娜有没有找公爵大人谈过关于生日宴会舞伴的事情。艾娜叹了口气说：“还没机会开口，毕竟刚出了意外，现在哪有心思说这个？”结果塞尔文接下来的话简直像是个重磅炸弹。他收起笑容说：“你恐怕没机会去问了，因为下周一就是你在骑士团工作的最后一天。”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明明说好是到生日宴会结束，怎么突然就要卷铺盖走人了？塞尔文无奈地摊了摊手，看来是公爵大人变卦了，等合同一到期，他就要把你送回剧团去。塞尔文接着补充道：“公爵大人已经顺水推舟同意了你调职的申请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。”艾娜一个人走在长廊上，心里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明明之前一直盼着合同到期，好赶紧回剧团去，可真到了要离开的时候，心里反而觉得空落落的，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后悔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推开了那扇熟悉的办公室大门，这应该是最后一次在这里见到卡莱布了。卡莱布正坐在桌前忙碌，听到动静，他缓缓抬起了头。艾娜主动跟卡莱布打了个招呼，对方也只是礼貌地回了一句，这气氛简直尴尬到了极点，两人谁都不知道该在说什么。卡莱布打破了沉默，他公事公办地通知伊娜，从明天开始，他就要去帝国行政部报道了。艾娜点了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卡莱布又问他要不要去训练场跟其他人告个别，毕竟大家也相处了这么久。艾娜想都没想就拒绝了，她说自己还是悄悄走人吧，省得见面了更尴尬。这种离别的方式最适合他。他开始整理桌上最后的文件，把所有经手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。只要把这些东西带走，他在这里的一切就彻底结束了。艾娜看着空荡荡的桌面，心想自己当初来的时候就两手空空，现在走也算走得干净。就在他出神的时候，维塞尔突然出现在身后，这一声招呼把艾娜吓了一跳。他赶紧稳住心神，问维塞尔是什么时候过来的。维塞尔看着他手里的一堆文件，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要动这些东西。艾娜解释说自己明天就要调去行政部了，这里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。维塞尔听完愣了一下，问这难道就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？艾娜笑了笑说生日宴会上肯定还能再见的。可维塞尔的反应却很奇怪，他沉思了一下说这件事现在还真不一定。艾娜听出了他话里有话，赶紧追问是不是公爵大人说了什么。维塞尔却摇了摇头说公爵那边还没给个准信，这让艾娜心里又开始打鼓了。维塞尔还是觉得不可思议，公爵作为监护人怎么可能不带他去参加生日宴会？艾娜却表现得很淡定，说这事儿得看公爵的意思，反正自己也没舞伴，去不去都无所谓。其实伊娜心里清楚得很，在原本的故事线里，卡莱布和薇薇安会在宴会上感情升温，她可一点都不想去现场吃狗粮，看那两人在自己面前秀恩爱。谁知道维塞尔突然提议，既然大家都没有舞伴，不如让他来当艾娜的护花使者。这话一出，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赶紧委婉地拒绝，说两人一起出席恐怕不太合适。维塞尔却不依不饶，非要问出个所以然来。艾娜心里简直在咆哮，之前为了撇清关系费了那么大劲，现在要是答应了，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为了化解尴尬，艾娜赶紧把话题扯到了别人身上，问维塞尔的妹妹定好舞伴没有，这才勉强把这茬给接了过去。维塞尔想了想，觉得艾娜说的有道理，既然妹妹薇薇安还没定下舞伴，那他这个当哥哥的确实该出面。他礼貌地道了个别，总算是转身离开了。看着他走远，艾娜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可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，按理说卡莱布应该会去接薇薇安，毕竟在原著的故事里，两人的感情就是在这次宴会上爆发的。艾娜努力回忆着剧情，他们上次一起去看戏，进展应该已经比原著快了不少，可接下来的发展她却怎么也记不清楚了。她突然反应过来，自己之所以对后面的事一无所知，是因为在原著剧情进展到这儿的时候，她在现实世界刚好出了车祸，导致她的记忆在这里彻底断片了。薇薇安和卡莱布会永远幸福，这件事在原著里是板上钉钉的，甚至因为读者太
太担心卡莱布被报复，作者还专门出来发过声明，保证这绝对是一个圆满的结局。有了作者的这颗定心丸，当时还在现实世界的艾娜打心底里为他们感到高兴。可现在，当他真正站在这里，看着远处的卡莱布，心里却莫名其妙地泛起一阵苦涩。曾经那份欣慰的感觉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剩下的只有一种说不出的不是滋味。趁着大家都在操场训练，走廊里安静的落针可闻。艾娜拎着行李，独自走过这片熟悉的走廊。这一步跨出去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理由重新回到这个地方了。既然决定要走，那就走得彻底一点。本以为能悄悄离开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艾娜停下脚步，发现卡莱布正站在楼梯口。她有些意外地问：“你现在不是应该在训练吗？”卡莱布走上前轻声说：“我是特意来送你的。”艾娜怕给他添麻烦，可对方的态度却异常坚决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就这样安静的并肩走着，感觉就像回到了他们见面的第一天。艾娜看着身边的卡莱布，不由得想起以前，那时候连最简单的接触都觉得尴尬。当时他伸出手，自己甚至还在纠结要不要握住，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。时间这东西，有时候真挺吓人的。谁能想到，曾经那种手足无措的陌生感，如今竟然变成了这种让人心安的默契。原来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可以走得这么踏实了。哪怕是现在心里对他的那点感情，恐怕随着时间推移，慢慢也就淡了，终究会变成一段再也回不去的记忆。马车已经等在门口，这一段路终究还是走到了头。艾娜停下脚步，轻声对他道谢：“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必须出发了。”这一声告别比想象中要平静得多。就在艾娜转身要走的一瞬间，卡莱布突然开口喊住了他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手腕就被对方一把拉住。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艾娜整个人都懵了，她下意识的回头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卡莱布就这样盯着她，手上的力道根本没有松开的意思，总觉得他今天有点反常，这种感觉和以前任何时候都不一样。艾娜被他拉着手，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试探着喊了他一声。就在这尴尬的时候，旁边突然传来了说话声。塞尔文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笑着跟卡莱布打了个招呼：“公爵大人，好久不见，最近过得怎么样？”这不速之客一露面，原本僵持的气氛瞬间变得更复杂了。刚才那一下，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，他在强行打断两人的谈话。塞尔文看着卡莱布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挑衅，问他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，如果不方便，他可以在旁边慢慢等。卡莱布沉默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开了口，说没关系，既然没话说了。塞尔文直接提出要把艾娜带走，卡莱布没有理由再拒绝，只能低声答应。他慢慢松开了手，任由艾娜从他身边离开。这一松手，两人之间好不容易拉近的距离再次被彻底隔开。谁能想到，以诺竟然提出了一个让人完全没法拒绝的要求，他要伊娜在接下来的寿宴上当着皇帝的面公开献唱。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甚至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但以诺却觉得理所当然。他说每年都送那些金银珠宝，实在是太没意思了。他走到艾娜面前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傲慢：“既然你是帝都最出色的歌者，那这份礼物就非你莫属了。”以诺觉得这个主意简直完美，既能发挥艾内的长处，又能给皇帝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。他笑着问艾娜，是不是也觉得这个提议很棒？没想到艾娜根本不领情，直接开口拒绝了，说自己没办法接受这个安排。为了让对方死心，艾娜特意提到了自己唱的那首歌，那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赞美诗，而是戏剧里的一段曲子。可谁知道以诺根本不在乎这些细节，他甚至没等艾娜把话说完，就直接冷冷地打断了。他说既然这样，那就没问题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了，必须按他的计划来。艾娜还是觉得不妥，毕竟这首歌出自戏剧，身份实在太敏感了。可以诺却一脸无所谓，他说又不是让你去演戏，只是唱首歌而已，这能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艾娜赶紧提醒他，皇帝陛下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跟戏剧沾边的一切。结果以诺不仅没收手，反而露出一副玩味的表情，反问他，难道这不值得试试看吗？值得一试。艾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竟然想拿这种掉脑袋的事情去玩一场所谓的尝试。以诺还在不停地劝说，他说只要在宴会上唱了这首歌，那些贵族肯定会感兴趣，这可是推广戏剧的绝佳机会。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，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恩赐。可伊娜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根本不是什么机会，而是一场豪赌。就算自己手里握着免死金牌，就算有大皇子在背后撑腰，可人言可畏，一旦场面失控，那些突如其来的意外和指责，根本没人能替他挡得住。艾娜还在犹豫，虽然嘴上想说点什么，但心里那个声音却越来越响。她告诉自己，绝对不能因为害怕就错过这个翻身的好机会。于是她深吸一口气，直接给出了肯定的答复。她说：“我答应了。”以诺倒也干脆，直接问他需要什么配合。既然决定要做了，艾娜也不再客气，她要求提前把乐谱发给乐师，毕竟没有伴奏，这场演出确实有点吃力。艾娜本来都打算走了，还好旁边的侍从多嘴问了一句，她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连像样的礼服和首饰都没有。紧接着，以诺又提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，他让艾娜从明天开始直接去他的私人办公室报到。艾娜整个人都听懵了，去办公室练歌，这地方怎么开嗓啊？以诺倒是一脸淡定，随口回了一句：“你声音小点不就行了？”艾娜还在委婉的提醒，说自己一个女孩子频繁出入办公室，外人肯定会觉得奇怪。以诺倒是直白的吓人，直接问他是不是怕被当成情人。艾娜尴尬的笑了笑，心想既然你都懂了，那就赶紧把这个离谱的决定收回去吧。
谁知道以诺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他居然一脸淡定地说他不介意这种传闻，反正他也不是什么洁身自好的圣人，就算真有个演员出身的情人，也没人敢当面说三道四。艾娜这下彻底急了，大声提醒他自己还没结婚呢。结果一诺轻飘飘回了一句：“巧了，我也没结。”这根本不是结没结婚的问题。艾娜很清楚，一旦被贴上皇子情人的标签，这辈子就彻底洗不掉了，以后还怎么找人家结婚啊？看着艾娜急得团团转，以诺却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。面对艾娜对未来的担忧，以诺不仅没有退缩，反而往前走了一步。他看着艾娜，语气平静的让人心跳加速：“我会负责到底的，甚至是婚姻。”随着侍卫的一声高喊，全场的目光瞬间聚拢。以诺竟然带着艾娜就这样大摇大摆的入场了，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让艾娜浑身不自在。难道大家都在看这位身份尊贵的皇太子吗？以诺低声提醒他，抬头挺胸看前面，别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他接着又补了一句，说他走路重心都不稳了。以诺这嘴是真的损，他让艾娜表现得体一点，还说如果艾娜应付不来，他可以亲自帮忙。艾娜这下彻底炸毛了，明明是这家伙先提结婚，才害得自己这么不自在，现在居然还倒打一耙。就在两人斗嘴的时候，艾娜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卡莱布，他正朝着这边看过来，难道是来找皇太子的？可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还没等艾娜想明白，侍卫的声音再次响彻大殿，皇帝和皇后竟然也到了。皇帝和皇后正式露面，这气场直接把全场镇住了。随着音乐声响起，舞会总算是进入了正题。以诺转过头，突然邀请艾娜共舞一曲，艾娜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时候不是该先去献礼吗？结果这位皇太子倒好，说自己打算先跳3场再说，甚至还提前放了狠话，让艾娜千万别踩到他的脚。他说要是被踩了，那可就算藐视皇室了。艾娜也是无语了，就踩一下脚至于吗？但以诺的意思很明确，这场舞他必须跳得完美无缺，看来这第一支舞注定不会太轻松了。艾娜嘴上说着会尽力，保证不踩到他那尊贵的脚，心里其实一直在犯嘀咕，因为这位皇太子从刚才起就一直在那儿莫名其妙的偷笑。艾娜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吸了什么笑气，怎么整个人看起来都不太对劲。不过有一说一，两人的舞步配合的确实完美，以诺还挺自恋，觉得这全是自己训练有方。一曲跳完，以诺显然还没尽兴，拉着艾娜的手就要跳第二支，这下艾娜可坐不住了，她赶紧找了个借口，说自己有点累了，还得为接下来的表演攒点体力。这分明是想赶紧逃离现场，毕竟再这么跳下去，谁知道这位阴晴不定的皇太子待会又要整出什么幺蛾子。以诺虽然一脸不情愿，但还是松口放人了。艾娜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心里其实早就想开溜了，跟这家伙跳舞简直是种折磨。可谁能想到，他刚从舞池里退出来，还没走2步呢，就跟迎面走来的人撞了个满怀。撞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薇薇安。两人这一碰面，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微妙。还没等他们多说2句，埃德蒙也凑了过来，他盯着艾娜看了半天，调侃说变化太大，差点没认出来。艾娜也是个不吃亏的主，直接笑着回对了一句，就把这尴尬的场面给化解了。埃德蒙这人还挺细心，特意过来问艾娜待会的乐器表演能不能行，毕竟要在皇帝面前露一手，压力确实不是一般的大。艾娜嘴上说着担心，怕自己表现不好让陛下失望，埃德蒙倒是一脸轻松，觉得他肯定没问题，顺手还把旁边的卡莱布也拉了过来，他非要让自家团长也给艾娜说2句鼓励的话。艾娜还没来得及拒绝，卡莱布就真的开口了，他让艾娜别想太多，只要像平时那样发挥就行。就在艾娜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卡莱布突然补了一句，他说艾娜今天真的很美。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夸奖直接把气氛给带偏了，原本只是单纯的赛前鼓励，怎么这会儿空气里全是暧昧的味道了？面对卡莱布的夸奖，艾娜礼貌的回了一句谢谢，可她心里早就乱成一团了，明明知道对方可能只是客套，自己却还是忍不住开始紧张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皇太子的侍从就找上门了，说是殿下在那边等着，指名道姓要见奥尔小姐。这下暧昧气氛瞬间全无，艾娜只能赶紧跟朋友们告别。薇薇安和埃德蒙还挺舍不得，觉得他走的实在太早了。就在艾娜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卡莱布又一次叫住了他，他语气温柔地叮嘱了一句，让艾娜别太担心。艾娜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跟着侍从就往大殿走，可她心里其实一直在打鼓，总觉得得找个机会先溜开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一拍脑门，借口说自己忘了拿水，想趁机把身边的侍从给支开。这侍从也是个死脑筋，非要主动帮他去取。艾娜赶紧摆手拒绝，坚持说就在旁边，自己过去拿一下就行。好不容易甩开了跟班，艾娜刚想松口气，耳边却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，那语气听着特别耳熟，她整个人僵在原地，连头都不敢回了。这个节骨眼上，到底是谁出现在了她身后？艾娜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只是想躲个清静，结果一转头，竟然撞见了卡莱布和薇薇安，正躲在柱子后面说悄悄话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就听见薇薇安亲口承认，说他确实对卡莱布动了心。这句话就像一道惊雷，震得艾娜半天没回过神。她手里的杯子差点滑落，整个人僵在阴影里，生怕发出一丁点动静。这种撞破别人秘密的尴尬，让她只想立刻消失。趁着那2人还没发现，艾娜提着裙子转身就跑，她一路跌跌撞撞，直到冲到无人的露台上，才敢大口呼吸。艾娜站在露台上，拼命想把刚才那一幕从脑子里赶出去。她不断告诉自己，反正早就知道
会是这个结果，没什么好意外的。就在他心情低落到极点时，一道亮光突然冲上云霄，紧接着巨大的烟花在夜空中彻底炸开，把整个黑夜都照亮了。看着满天的灿烂，艾娜忍不住自言自语，感叹着烟花真漂亮，仿佛这一刻的绚丽能让她暂时忘掉那些烦心事。她看着天空低声说，当年的烟花也像现在这么美。艾娜独自站在露台边上，看着远处的夜色，心里正感叹自己孤身一人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可就在她出神的时候，背后突然伸出一只手，对准她的后背，猛地发力推了过去。这一下来的太突然，艾奈根本来不及反应，整个人瞬间失去平衡，直接翻过了露台栏杆。还没等他看清是谁下的黑手，身体就重重的摔进水里，溅起巨大的水花，冰冷的水流一下子把他淹没。掉进水里的那一刻，艾娜感觉整个人都要散架了，意识越来越模糊，这下真的要没命了。就在快要彻底沉下去的时候，水里突然伸过来一只手，那是他最后的希望。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竟然躺在床上，原来刚才那不是梦，是死里逃生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旁边就传来了询问声，看来这事还没完。艾内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竟然在皇宫里，而且还是皇太子亲自下的命令，让人在这儿守着他。他最关心的还是到底是谁把自己从水里捞上来的。结果对方给出的名字让他吃了一惊，原来救命恩人是卡莱布，那个在水里紧紧抱住他的人，竟然真的是他。既然人就在宫里，现在就是最好的道谢机会，要是错过了这次，以后想见他可就难了。他顾不上休息，直接推开了房门，打算立刻去见卡莱布。听说救命恩人就在隔壁，艾娜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，大半夜的直接闯进去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？就在他打算转身回去的时候，房门突然从里面打开了，两人直接撞了个正着。卡莱布显然也没想到，这个刚捡回一条命的女人竟然会出现在自己门口。艾娜赶紧说明来意，说是特意过来谢谢公爵的救命之恩。可对方听完之后，眼神却变得有些玩味。他低声反问道：“大半夜跑过来，难道就为了说这句话？”看着眼前的艾娜，卡莱布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危险。他说他实在太容易相信别人了，大半夜跑到一个男人房间，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艾娜还没反应过来，对方接下来的话更让他不知道该怎么接。他说如果他知道他现在的念头，恐怕会立刻离他远远的。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压抑。艾娜想解释自己只是来道谢，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卡莱布给打断了。他往前走了一步，盯着他的眼睛问：“你真的确定自己不会后悔吗？”艾娜原本只是想还个人情，卡莱布一步步把艾娜逼到角落，他盯着他的眼睛问：“你真的敢保证对自己救命恩人一点感觉都没有？”还没等艾娜回答，他突然伸手抓住了她的长发，语气变得越来越冷。他说自己为了克制住念头，已经快到极限了。就在气氛最暧昧的时候，艾娜却突然自曝了一个惊天秘密。她说自己加入皇家骑士团，甚至故意散布那些流言蜚语，全都是提前计划好的。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皇太子的命令，目的就是为了败坏他的名声，彻底削弱他在宫里的地位。艾娜终于还是把真相说了出来，她说自己从头到尾都在骗他，所有的偶遇和接近其实全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圈套。他本以为卡莱布会大发雷霆，甚至会因为被背叛而恨死他，可对方的反应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。卡莱布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温柔地伸手托住他的脸，问他为什么要露出这么难过的表情，还轻声安慰他说没关系。艾娜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，他强调自己是个骗子，只会给他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可卡莱布接下来的话让他彻底愣住了，他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你一个弱女子能带来什么伤害？对他来说，除了艾娜的这颗真心，其他任何事情他都不在乎。”卡莱布看着眼前的艾娜，语气温柔的让人心颤。他说：“无论他表现出来的是哪一面，在他眼里，那全都是最真实的他。”他往前凑了凑，轻声叫着她的名字，问：“艾娜，你真的讨厌我吗？”听到这句话，艾娜感觉心里那道防线瞬间就彻底崩塌了。她小声的回了一句：“不讨厌。”其实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。那些被他死死压抑住，甚至锁在心底最深处的感情，在这一刻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，再也藏不住了。卡莱布终于不再克制，他看着艾娜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出了那句：“我喜欢你。”艾娜等这一刻已经太久了，她深情地回应道：“我爱你，公爵。”而且这份感情从来都没有假过。卡莱布听完，整个人都变得温柔了许多。他坦白说自己也是一样的感觉，这辈子还是头一回这么想要守在一个人身边。艾娜听着他的告白，心里简直美滋滋的。虽然她也不知道以后是不是真的能有个完美结局，但至少在这一刻，她能100%地确定自己正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，这就足够了。所有的算计和不安，在这一刻全都消失在了这个拥抱里。艾娜靠在卡莱布怀里，她在心里默默发誓，这一次她一定会和他一起幸福下去。